东瀛小鬼子，老子干死你们！哄闹的班级内，一个震耳欲聋的声音突兀地响起，令周围一个个兴奋交谈的学生们齐齐错愕看去。这是做噩梦了！哈哈，学霸睡觉竟然还说梦话！班级内的同学看到一头冷汗，满脸迷茫，一副刚睡醒的王云上笑着调侃一句。不过很快，他们继续聊起了刚才的话题，脸上带着狂热。刚才我听亲戚说，他一个朋友进入万古大陆后选择了召唤师职业，回到现实中竟然也可以召唤战宠，召唤出来的野猪战宠还能够杀了吃，你们知道吗？野猪的价格可是40-50一斤呀，简直赚大了！日后若是能够召唤老虎，这要是卖老虎肉，乖乖赚发了。这算什么？一切还是实力最重要呀！我看网上有人转职法师，一个火球术直接烧了他的班主任，牛逼得很！这简直不可思议！这神秘的游戏竟然能够让人将游戏中的实力带到现实，日后岂不是可以成神做祖？咱们学校已经有很多人在昨天就进入游戏了，我还有4个小时才能进入，我要转职剑仙，一剑寒光19周。一个个亢奋的声音传来。王云上听到周围的声音，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满脸迷茫。他拿出手机，当看到上面2026年3月11日的时候，心神一震。2026我竟然回到了5年前。王云上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又打开网络搜索了一下，看到网上全部都是关于万古大陆游戏的热搜，他终于接受自己穿越重生的事实。云上，你昨天晚上去做兼职了，是不是还不知道万古大陆？你赶紧下载真实的第2世界游戏啊！游戏中的一切都能够带到现实中，现在全世界都疯了。这时，身旁一名瘦弱无比的男生对他继续道：现在咱们学校内的几个顶级富二代要成立一个工会，再花大价钱招人，只要入会便给2万1月。你要是想快速赚钱，可以加入他们。我知道万古大陆游戏。王云上看着这位热心熟悉的同桌，看着手机中万古大陆游戏图标，点击加载，显示加载需要5个小时。在2026年3月9日，也就是前天，一款叫做万古大陆的游戏突然出现在所有人的手机中，想要开始游戏需要5个小时的加载时间，很多人都以为是手机中了病毒，结果又删除不掉，这令网上很多网友破口大骂。然而当第一天，一些好奇的人加载完游戏进入后，他们的身躯在现实中诡异的虚幻了起来，进入到了万古大陆游戏中。至此，新纪元开启。上一世因为生病而借了网贷的他，急需用钱，加入了学校几名富二代成立的工会中，签订了2年的合约后，因为遭受一名富二代的嫉妒，合同到期后，他离去并且创立了自己的工会青云。在他的带领下，工会在短短的3年成为国内排名第40的工会，可不要小瞧前第40，这就相当于之前在整个大夏一人白手起家将公司做到大夏第40名，市值4-5千亿这种概念。而他也是位列大夏名人堂第30，大夏刺客榜第4。在他重生之前，则是世界第3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第3个月。是的，就是第3次世界大战，不同的是，大战的地点不在现实，而是在游戏中。一腔热血的王云上接受大夏第一工会，也是由官方组建的工会调遣，加入到大战中，并且以恐怖的刺杀术扬名世界。但在现实中却遭遇到了东瀛忍者的伏杀。王云上知道是有人泄露了自己的现实信息，当3战爆发的时候，只有工会的几个高层知晓他的地点，也就是说他被出卖了。至于出卖他的是谁，他并不知道。辅导员在班级群内发信息了，学校休课1周，所有学生可以进入万古大陆玩游戏。这时有学生兴奋地吼道：走走走，回宿舍等待游戏开启，哈哈，我也要转职召唤师，看能不能召唤出美女。班级内的所有学生皆都起身，兴奋地朝宿舍走去。王云上也跟随着大部队，脑海中回忆着游戏初期的种种，他的心火热起来，脸上逐渐露出一种狂似的笑容。他仰起头，狂乱的风吹乱天空的云，也吹乱他的碎发。咱们宿舍内的2个副哥都回家里了，云上，你想好转职哪个职业了吗？我要转职战士。听网上说万古大陆只有法师、牧师、刺客、战士、法师、召唤师6种职业可选择，战士可以用剑。我小时候便有一种仗剑天涯，时不杀一人千里不留痕的梦想。回到宿舍，室友张子浩对他兴奋地说着。王云上所在的大学叫做清北大学，大夏最顶尖学府，一个宿舍4人，其中有2名是本地金府人，家里条件优渥。同桌兼室友的张子浩与他是外地的。我要转职刺客。王云上简短地回答道，这很符合他现在的人设。大学2年级的他因为没有亲人，生活条件很差，白天学习，放学去兼职，这令他多少有些自卑，在学校内少言寡语，没有多少朋友。不过有一句话他没有说，这一世他也有一个梦想，他要骑着他的地狱龙马，马踏东京赏樱花。刺客吗？刺客可一点都不帅啊。张子浩说着，随即拿出手机继续道，我们赶紧看看一些网友分享的攻略，看能否少走一些弯路。听说第一批进入游戏中的玩家都5、6级了。王云上点了点，直接躺在床上，
看着还需要4个半小时才能够进入游戏，他闭目静静的等待。云上，我先进入游戏了。4个多小时后，张子浩对他说了一声，点击了一下自己的手机。王云上看着他的身影虚幻下来，没有丝毫的意外，这就是万古大陆的神意。直到他手机上万古大陆游戏加载完成，他压抑着心中的激动，手指轻触，游戏绑定成功，身份确认，欢迎降临者来到创世大殿，请降临者创建自己的名称，选择自己的见习职业。提示：选择职业请慎重，进入游戏后更换职业很困难。此时，王云上站在宏伟大殿内，声音响起的同时，眼前浮现文字，没有犹豫道：名字50，职业刺客。名字和上一世一样，50没有太多的意义，实在是当时他起名字时连续起了几十个都重复了。他想到自己在50出生，便随手起了这个名字。但后来刺客榜上对于他的评价有4个字：50一刀。也是因为有他坐镇，他的工会才稳居大夏第40名。万古大陆中，如张子浩所说，职业有6种：战士、法师、牧师、刺客、射手、召唤师。但隐藏职业数量极多，上一世游戏5年已知的隐藏职业多达1000种。上一世王云上选择了刺客，掌握着顶级刺客的技巧，再加上他曾经转职刺客职业的唯一隐藏职业阴影刺客，知道其转职方法，这一世自然依旧选择。有着前世的经验，他有信心不仅仅成为刺客之王。降临者名字50已确认，玩家职业见习刺客矣。检测到降临者体内拥有神之时，职业已发生改变。恭喜降临者转职为唯一隐藏神职死神。系统的声音打断王云上冷静的神色，令他满脸惊愕。神之石？神之石是什么东西？在万古大陆，想要转职隐藏职业，只有靠机缘、实力。10级前没有人转职隐藏职业一说的。他满脸惊异，隐隐猜测到了什么，缓缓地冷静了下来。上一世，王云上在游戏第4年的时候，他意外进入到了一个特殊地图内，足足半年后才走出地图。在整个地图内，他仅仅在一个神像获得一个石头，石头上显示问号，鉴定不出来任何信息。当时他都懵了，没想到这神石竟然能够跟随着自己重生。但这神石开启的条件是删号重练，这简直离谱。在没有提示的情况下，谁会删号？删号后可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王云上心中思索，对于开局获得隐藏职业并未有太多的波澜，他甚至还担心自己未来的道路，因为他的道路在刺客一道。他深深的清楚刺客的强大与恐怖。死神这个职业是法师还是刺客？不过死神神职听起来要比自己上一世转职的唯一隐藏职业阴影刺客要厉害很多。王云上口中喃喃，心中一动，打开属性面板。卧槽，这简直离谱！下一刻，重生后冷静无比的王云上忍不住地爆出了粗口，满脸震撼。第2章50手下包揽等级榜。降临者50，王云上。职业死神，唯一隐藏职业。等级0，0 100。血量100，力量10，敏捷10，精神10，体质10。天赋1，黑暗游行，可无限隐身于阴影与黑暗中，在阴影黑暗中敏捷翻倍。2，死神之谋，夜视、破影以及洞察目标弱点。3，灵魂收割，但凡被斩杀的生灵将收割其灵魂，吸收灵魂可提升自身属性。4，神仆，作为高高在上的死神，可消耗特殊的灵魂召唤仆从，仆从与降临者一般无二。5，死神呼唤，念其真名，锁其真身，死神来了。普通灵魂0，特殊灵魂0。技能1，被刺，造成额外的攻击伤害，额外攻击伤害视角度、力量而定，冷却时间15秒。2，前行，释放后可隐身前行10秒，冷却时间60秒。3，灵魂恐吓，令目标灵魂站立1秒内无法行动，冷却时间30秒。装备新手套装。呼呼，作为一个闯荡万古大陆5年的顶级刺客，王云上看着自己的属性，也忍不住的呼吸急促起来。天赋是隐藏职业的专属，普通玩家是没有天赋这一栏的。普通的隐藏职业有1个天赋，唯一隐藏职业有2个天赋。上一世的王云上作为唯一隐藏阴影刺客，1个天赋是可无限隐身在黑暗中，在阴影中则是隐身技能时间翻倍，另外1个天赋则是阴影缠绕，令目标视线感知受阻。依靠着这2个天赋，他成为大夏鼎鼎有名的刺客。然而现在他竟然足足有5个天赋，一个比一个变态。要知道天赋可没有冷却一说，相当于是被动。第4个天赋是什么意思？消耗特殊灵魂召唤仆从，仆从与降临者一般无二。王云上一一扫过5个天赋，
最终落在第4个上面，天赋神仆。在上一世，一个人的力量再强，也终究有限。名人堂第一，唯一隐藏职业的死灵法师，成名一战以1挡10万，斩杀5万，登顶大夏第一强者。以1敌万，基本上是所有强者的极限。若是面对顶级公会核心战队，能够以1敌1000，就算是厉害的了。但世界玩家可是上百亿，顶级大公会成员都是1000万以上。顶级玩家在1000万人战争中还不足以影响战局走向，但若是能够打造出10几个乃至几十个顶级玩家，就不一样了。这种玩家在战场中组成尖刀，将所向披靡，改变战局。但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每个顶级玩家都代表着巨大的利益，如此多利益不可能聚集在一起。就连上一世3战开启后，大夏都有许多顶级公会、一流公会无视官方公会征召，只顾自身利益。王云上这一世是没有打算再创建公会的，因为太累太难，人心太难把握。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人性。当他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强者后，却轻松被其他顶级公会挖走，这怪谁？以王云上的立场来说，是对方不知恩图报，但在外界看来，则是你留不住人才。甚至上一世曾经有被他带起来的强者，在背后说他太抠门，不懂得礼贤下士，待遇差。王云上听到，只能无奈苦笑。论待遇，他的公会自然无法与那些大夏前10的公会比，这是资金与实力上的差距。另外，这些出走的人还会说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林林总总各种言语，令他非常无力。人性这东西是最不知考验的，只要有足够的利益，亲人都有可能变成仇人。上一世知道他信息与地址的，只有他最亲的手下与公会高层了，这些人在他看来亲如兄弟，还不是有人泄露了他的信息。所以他这一世，他准备做一个独行侠，做一名无敌的强者，想杀谁便杀谁，想帮谁便帮谁，无所顾忌，肆无忌惮。但神仆这个天赋改变了他的想法，如若真的能够制造出与他们降临者一样的手下，他完全可以将脑海中的隐藏职业转职信息、任务信息交给他们，将他们打造成大夏乃至整个世界的顶级强者。到时候让他们建立公会，自己隐于背后，亦或者站在前台。王云上眼中绽放出光泽，到时候他也许不仅仅可以去赏樱花，还可以站在女神像上吹晚风。他嘴角微微翘起，目光又扫过3个技能。3个技能，其中有2个刺客技能，上一世他的开局只有这2个技能，现在多了一个控制技能，有控制的刺客。死神这个职业应该属于刺客类。王云上目光闪烁，还是去亲自体验一下吧。进入游戏。嗡！恭喜降临者50，降临清风镇，开始您的第2人生。万古大陆妖魔四起，请开始您的斩妖除魔之旅。眼前的画面一转，一个古朴的欧式小镇映入眼帘，清甜湿润的风拍打在脸上，100%的触感令人非常舒适。还是上一世随机的新手村。王云上心中暗道，径直走出复活点，朝着镇外走去。周围密密麻麻的行人，有人手握一根木质法杖，有人拿着一把普通的长刀长剑，还有人身旁跟着一只野猪，摇摆着尾巴。一众刚进来的玩家，有的四处打量着，发出着惊呼，还有的急匆匆前往野外杀怪升级。王云上手中握着一把匕首，身上简单的粗布衣与布鞋，这是新手套装，除了匕首能够加5点攻击力外，衣服鞋子仅仅有舒适遮挡的作用。他没有在小镇接任务，哪怕是他知道不少秘密的任务，可以获得一些装备与经验奖励。一直走了20分钟才出城，入眼能够看到大量玩家正在草原内攻击着一只魔化野鸡。魔化野鸡普通0级，血量7070，力量7，敏捷10，精神6，体质6。做什么不好，偏偏要做鸡？吃我一棒！王云上路过一名法师，那位中年法师口中大喝着，手持法杖朝魔化野鸡敲去。听到这位中年法师的虎狼之词，他忍不住的看去。啾啾！在中年法师挥动法杖的瞬间，魔化野鸡翅膀扇动，跳跃空中，直接躲开他的攻击。那漆黑的鸡嘴狠狠地啄向中年法师的右眼，眼球顷刻爆裂。啊啊！我的眼睛！啊！痛苦的惨叫声从中年法师口中传来。王云上神色没有丝毫的波动。万古大陆并不是普通的游戏，在这里受伤疼痛与现实一样，眼睛被野怪啄瞎，手臂断掉，哪怕是血量恢复满，也不会再生出来，除非有牧师进行治疗，亦或者自杀复活。但每个降临者只有10个复活币，一旦用完，现实中会大病一场，并且1个月后才能够再次重新创建游戏。在万古大陆，牧师这个职业是每一个小队的标配，必不可少。王云上摇了摇头，目光遥望右前方的一处树林，加快脚步。第3章刺客的圆舞曲，要将万古大陆当做一个真实的世界。这是游戏开始后第2天，
大夏官方对于所有玩家的提醒。不过很显然，游戏初期有很多蠢货干愚蠢的事情，例如刚才那名法师将法杖当木棍用。清风镇出口拥有着大量的魔化野鸡，这些零级的魔化野鸡并不是王云上的练级目标。再往野外走，是一片树林，叫做潮湿树林，在这里有着大量更加强大的怪物。一进入树林内，王云上便来到树木的阴影下，他瞬间有一种鱼儿进入水中的舒适感。黑暗游行，这是他死神职业的第一个天赋。王云上瞬间感觉自己的速度提升了1倍。10级前每升1级全身属性加3点，另外还有5个自由属性点，自己在阴影中的速度相当于1级全加敏捷的玩家了。前期看起来也就那样，但到了后期就恐怖了。他口中喃喃，最可怕的是自己完全处于隐身状态，没有侦测性技能，根本查探不出自己。这里有不少的玩家在练级，王云上穿梭在阴影中加快速度，全力朝着深处奔走。1个小时后，王云上穿过4级的魔化刺猬区域，来到了5级的野怪区。到了这里，玩家们就少了很多。王云上站在阴影中，目光看向前方的一只正在晒着太阳的魔化猴子。魔化猴子普通5级，血量500-500，力量15，敏捷27，精神10，体质15。就是这里了，等级再高就不好破防了。开始战斗。王云上脸上露出斗志，这一刻的他专注无比。魔化猴子处于阳光中，但他还有着前行这个技能在，轻松的来到魔猴的身后，他的瞳孔变得漆黑一片。死神之眸，全身上下各处弱点一览无余，脖梗处一个最大的弱点也在视线中。背刺，弱点攻击-80，技能背刺加上死神之眸观察的弱点处，王云上的匕首瞬间落下，一个离谱的伤害飘出。要知道，如今的王云上是0级，双方实力就好比小学生与世界拳王，但这并不是不合理。这就好比一个小学生拿着一把锋利的匕首偷袭世界拳王，偷袭成功加弱点攻击，也能够给世界拳王造成重创。哦！魔化猴子口中发出凄厉惨叫，血红的目光立刻锁定现身的王云上。砰！王云上目光冷静无比，手中的匕首直接落在魔化猴子的头部。这令魔猴头一猛，长长的手臂胡乱地朝着他横扫而去。王云上好似早已经预判到了这一幕，一个矮身，同时手中的匕首落在魔猴的腋下弱点处。哦！-50，又是魔猴的一声惨叫。王云上手上的动作没有停下来，顺势落在魔猴的太阳穴处，这令魔猴的动作又是一僵。魔猴抬起没有受伤的左臂，但一把匕首好似在等待他，直接划过他的手臂肌肉。魔猴惊恐，想要拉开距离，王云上画出一个圆，低身匕首穿入魔猴的右膝盖。他一个踉跄，连忙稳住身形，但一把匕首重重插在他右侧的肩膀上，令他刚稳住的身躯彻底绷不住。噗！-50，经验加15，金币加1。一连串的攻击，魔猴除了刚开始的手臂胡乱横扫之外，便在一连串的袭击下倒在地上。完虐，仅仅10秒钟的时间，他死亡的地点依旧处于他晒太阳的位置，未曾一点移动。如若有人在一旁观察到王云上的攻击，一定会震撼不已，因为他的移动范围就在魔猴的方圆1米内，从开始袭击到最后结束，在那里画出了一个圆圈。原本以为需要17-18个连击才能够将其斩杀，现在仅仅12连击，这死神之眸寻找弱点袭击有些变态。王云上对于自己的战绩没有太多意外，毕竟他刚才使出的可是顶级刺客的巅峰技巧之一，刺客圆舞曲，又被称之为刺客的杀戮之舞。在万古大陆，强大的技能虽然恐怖，但技巧才是判断一个玩家的实力与上限，毕竟装备与技能都有机会打爆。刺客圆舞曲之所以被称之为刺客的巅峰之技，就是因为一旦陷入到圆舞曲中，目标会被直接控到死。这个控不是控制，而是掌控，掌控敌人的身体，100%的疼痛感加上身体的本能反应，会令目标一直处于被动中被连击秒杀。现在最初降临的玩家等级应该达到6-7级了，自己要加快了。王云上捡起地上的金币，宛若幽灵般直接没入到阴影中，消失不见。1分钟后，他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一只魔猴的身前。从现身到结束战斗，依旧是10秒钟。5-6级玩家都需要小心对待的魔猴，在他这个0级玩家面前没有丝毫反抗之力。捡走掉落的金币后，王云上继续寻找下一个。在万古大陆，装备与金币的爆率极低，但上一世有人也找到了规律，越级战斗能够增加爆率，越级越多，爆率越高。而后期金币已经取代了现实货币。噗！经验加15，金币加1。恭喜降临者，您的等级加1。第7只。很快，第7只魔猴倒下，王云上的等级也达到了1级，他能够清晰地感应到自己的身躯变强了。
刺客加点一般是3敏捷2力量，王云上按照职业完美加点方法直接加上。他的视线落在属性面板上的一处，普通灵魂4可吸收，特殊灵魂0，差点将这个忘了，吸收。王云上想到灵魂收割这个天赋，立刻吸收。下一刻，他看到自己的敏捷、力量、体质、精神各加1点，4一个灵魂增加1点属性。我杀了7个魔猴，便增加了4点属性。王云上满脸惊喜，这提升属性可比普通降临者多太多了。随着他杀的野怪增加，这差距也将被快速拉大。后期其他玩家跟他完全没法比。我接下来的加点可以4敏捷1力量，加上我自身技巧，只要给我时间，我一人能够暗杀1成。第4章顶流明星，人性本恶。拥有着顶级刺客技巧的王云上开始在潮湿树林内大杀四方，对于几个天赋的运用也了解了一些，尤其是灵魂收割这个天赋，当他越5级击杀魔化野怪时，杀2个能够获得2个完整的灵魂，加一些灵魂碎片。击杀同等级的野怪，获得的灵魂碎片就比较少了，可以去里面找魔化黑熊杀了。王云上接下来轻松击杀25只魔化猴子，等级来到了2级。25只魔化猴子的灵魂令他属性增加了8点，每一项提升2点属性，如此提升令他完全不弱于3级玩家属性了，在阴影与黑暗中就更强了。就是不知道这特殊灵魂如何获取，是要击杀 BOSS 吗？王云上视线落在依旧为0的特殊灵魂上，他还期待着获得一些特殊灵魂，打造自己的神仆战队呢。心中想着，王云上回忆了一下清风镇 BOSS 所在地点。作为一个工会的会长，他对于万古大陆的地图各种攻略可是非常了解。王云上看了一下自己所在的位置，朝着右前方走去。记忆中，在潮湿树林内有一处熊窟，里面有着一只7级的魔熊 BOSS。以王云上如今的等级，有信心搞定那只7级 BOSS。穿梭在阴影之中，王云上的速度堪比那些6、7级的降临者。很快，他便来到一个小山窟前，然后令他皱眉的是，他发现已经有10人在围攻那只魔熊 BOSS。10人中，3名战士、2名法师、2名射手、2名牧师以及1名刺客。10人等级都在6级，在如今便达到如此等级，属于第一批进入的玩家。从他们的操作上来看，虽然笨拙，但也有模有样。自己还是来晚了一步，不过对方想要杀这只魔熊 BOSS 也很难，至少要死5、6个人，甚至团灭。王云上立刻分析出，以他的眼力，自然可以轻松判断出，操，这 BOSS 的血怎么这么厚？该死的，想要干掉这家伙有些困难，要不要再喊些人了来？哥哥，我觉得多喊一些牧师的姐妹过来，被这魔熊打一下太疼了。果然不出王云上所料，10人中为首的英俊青年法师以及1名女生在那里叫苦。前排的3名战士也是脸色凝重无比，额头带着冷汗，不过他们倒是有些不甘心的喊道：“老板，我们可以坚持一下，可以试试。”好，那就继续干。英俊的青年法师看到自己3个保镖可以坚持，处于后方的他自然同意干，弄死这个 BOSS， 说不定能够爆出厉害的装备和技能。我有把握干掉这只 BOSS。王云上看到他们没有放弃，主动现身走了出来，朝着他们甩了一个加入小队。以他们这个10人小队，还真有不小的概率击杀 BOSS， 这样他完全白跑这一趟了。而王云上追求的是 BOSS 的灵魂，想要看看能否爆出特殊灵魂，对于装备技能倒是不在意，毕竟拥有上一世的经验与记忆，重新找一个 BOSS 也就几个小时的事。为首的英俊青年法师看到突然出现的王云上也是错愕，不过他还是立刻同意了下来。好，来。王云上进入小队，当他看到这个小队人员名称时，视线又落在英俊青年法师身上。努力的小刘，6级，职业法师，如今的当红顶流男明星刘坤。王云上脑海中浮现这个名字，他对这个名字有印象，上一世这一位顶流的名声可不好。明星在万古大陆新纪元开启后依旧很吃香，原因便是有工会招揽他们，通过他们招揽喜欢他们的粉丝入会。要知道，很多明星可是拥有众多脑残粉的。卧槽，你只有2级，2级你加入进来有什么用？哥哥，将他踢了。刘坤一侧的女牧师注意到王云上的等级，立刻惊呼道。王云上没有理会他，一个前行进入到隐身，快速的摸到魔熊 BOSS 的身后。2米高的黑熊 BOSS 散发着强大的煞气，令人忍不住的颤抖。被刺-87。皱眉的刘坤刚准备将其踢出队伍，看到这伤害也是微微诧异。-60、-55。接连又是2道伤害飘出，拥有着死神之谋进行弱点攻击的王云上，普通一击也不比5级的战士弱太多。他自身一人便有把握对付这魔熊 BOSS， 更不要说现在还有3名战士吸引火力了。一连串的打击令刘坤小队众人微微震惊。
好熟练的身手。3名战士看到王云上行云流水的攻击，脸上露出惊讶。他们都是职业退伍人员，职业保镖，都是懂格斗技巧的，一眼他们便能够看出，这突然加入进来的刺客是个高手。厉害，我们顶着，老板你们在后方输出。一名战士眼前一亮，大声喝道：好！刘坤也是立刻应道，这可是他遇到的第一个 BOSS， 自然希望将之干掉。王云上位于魔熊的周围不断袭击闪避，异常的轻松。这个小队的10人在他眼中虽然很菜，但有他兜底的情况下，对付魔熊异常的顺利。3名战士也感觉压力减了很多，甚至有些轻松。他们扫过王云上，显然现如今如此轻松的对付 BOSS， 明显是这神秘刺客的原因。那飘逸的走位，对于时机的把控，恐怖的战斗经验，令他们佩服。魔熊的每一次攻击都非常可怕，当魔熊攻击时，他们只会连忙躲避，有多远躲多远那种。而这个神秘的刺客却宛若在刀尖上跳舞，他们好几次看到魔熊的掌风吹动那位刺客的头发，其一直面不改色。短短的3分钟，魔熊 BOSS 的血量便降低到了 5%。哥哥，这个刺客玩家好厉害，他的伤害占比竟然达到了 20% 了，他仅仅2级，伤害竟然如此高，身上绝对有厉害的装备。后方的那名女牧师有些目瞪口呆地说道。自这个在他看来只有2级的菜鸟加入进来后，他甚至都没有再给队友加过一次血了。而且一个2级的玩家，伤害怎么如此高？他身上绝对有好装备， 20% 的伤害占比。刘坤扫了一眼伤害面板，心中也是惊异，立刻确定他身上一定有强大的装备，否则哪怕技术再好，只有2级的他也不可能有如此伤害。他的眼中闪过一丝贪婪之色。等会我将这家伙踢出队伍，你们直接攻击他，将他身上的宝贝爆出来。刘坤舔了舔嘴唇，直接对身旁几名女生沉声道。第5章杀顶流，疯狂杀戮开启。不知道这魔熊 BOSS 的灵魂是否为特殊灵魂？眼看着魔熊 BOSS 即将被干掉，王云上眼中露出期待的神色。就在下一刻，游走在生死边缘的危机感突然令他心中一紧。你已经被踢出光芒小队，爆了他！刘坤的声音响起，紧随着他便看到一个个火球与箭矢朝着他袭击而来。周围的3名战士，其中2人也瞬间改变目标，面无表情地朝着他攻击而来。2重斩，冲刺！甚至他们直接施展出技能。就在刚刚，他们看到老板的私信，虽然错愕，但看到老板说如若爆出来的装备不适合自己适合他们，会给他们用，3人心中也起了贪心。他们承认这个刺客经验有些恐怖，但等级只有2级的情况下爆发出如此强的攻击，要说身上没有强大的装备是不可能。他们可是深知装备的强大以及获取装备的难度，如果爆出的装备他们也能用的话。王云上看到这一幕，微微眯了眯眼睛，并未惊慌，不过他的眼中露出浓浓的杀意。还真是人性本恶呀！重生以来，他第一次想要杀人。对方10人，2名法师，2名弓箭手朝着他攻击而来。2名战士封锁他的前方与左右，上方左右皆被封锁，后方是魔熊 BOSS 的攻击。在他们看来，自己完全是必死之局。灵魂恐吓，王云上心神一动，一直没有施展的第3个技能施展而出，令目标灵魂站立1秒，1秒内无法行动，冷却时间30秒。王云上身形一动，直接来到魔熊 BOSS 的背后，处于攻击中的魔熊 BOSS 好似被定格一般，在那里一动不动。天赋黑暗游行，体型2米多的魔熊 BOSS 影子异常高大。这一刻，王云上瞬间消失在影子中。什么？这是怎么回事？那个刺客呢？他不是刚刚使用过潜行吗？当刘坤他们众人的技能落地，只看到魔熊 BOSS 身躯僵住，而那刺客躲到魔熊 BOSS 身后便突然消失，令他们惊愕无比。尤其是刘坤，脸色有些不好看。他可是掐准了刺客潜行技能冷却的时间点进行攻击的。老板，那家伙身上的装备应该能够冷却自己的潜行技能。刚才没有出手，一直牵制魔熊 BOSS 的刺客开口道：该死，注意那个刺客，先将这魔熊 BOSS 杀了。刘坤立刻命令道。不用刘坤吩咐，魔熊 BOSS 也已经朝着他们袭击而来。众人脸色不好的立刻进行抵挡攻击。砰！一名战士一个翻滚，显而又显的躲开魔熊 BOSS 的袭击。在他刚刚松了一口气的时候，一把匕首突然出现在视线中，并且匕首在瞳孔中越来越大。噗！啊！剧烈的疼痛从他口中传来，眼睛被刺穿的痛苦令他失控。该死，是那个刺客，杀了他！牧师，赶紧治疗！噗！王云上脸上露出冷笑，匕首一连串的没入战士的第2只眼睛内以及脖颈上。你击杀了降临者顶流的小保镖，轻松收割1名战士的性命。王云上瞬间朝着另一名战士袭击而去。
有着魔熊 BOSS 的助攻，另一名战士手中的长刀刚刚砍到魔熊 BOSS 身上，一把匕首便刺入他的胸口。他心头剧痛，忍不住后退一步，却感应到右腿一痛，身躯失衡，一把索命的匕首如影随形没入他的头部，又插在他的脖颈上。生命清零，你击杀了降临者星辰的光！糟糕，这该死的刺客攻击他！刘坤看到转瞬间自己2名手下被杀，心头巨震，大声吼道：“前行！”前行技能已经冷却完毕，王云上一个闪身消失，来到魔熊 BOSS 的影子内，又隐身。不远处的那名刺客瞪大眼睛惊呼：“老板，先别管其他，先将魔熊 BOSS 杀了！”最后一名战士心中凛然，连忙大声道：“BOSS 残血了，先杀 BOSS！” 仅剩8人，立刻改变目标，朝着 BOSS 袭击而去。恭喜流光小队击杀7级魔熊 BOSS， 金币加50，装备加1，技能书加1。游戏声音在他们小队中响起，令刘坤紧张的神色脸色一喜。他目光快速扫过周围，对那名刺客命令道：“先将装备拾起来，那家伙应该逃走了。”好的，老板。手下保镖点头，有些警惕的在身前挥了挥手中的匕首，确认自己周围没人后，才来到魔熊 BOSS 尸体前。但在他躬身的一刻，王云上的身影陡然出现，锋利的匕首落在他的头上，令之脑袋一沉。噗噗噗！他手中的匕首快速的划过他的脖颈，最后捅在刺客的背后，将其生命值清零。你击杀了降临者顶流的守护刺客。现在游戏才刚刚开始。王云上缓缓起身，咧开嘴，微笑的看着刘坤众人。你又一名手下的死亡，令刘坤身躯忍不住的后退了一步。他张了张嘴，看着神出鬼没的王云上，看着他恐怖的笑容，惊怒无比。找死的家伙，攻击他，攻击他！他立刻举起法杖，一个火球朝着王云上袭击而来。但慌乱中的他准头有些差，最后一名战士瞳孔微缩，咬牙也朝着他冲刺而来。王云上嘴角微微翘起，这一次没有躲避，也无需躲避，哪怕对方等级比他高4级。砰！王云上一个侧身，提前预判躲开那名战士的一剑，手中的匕首落在他的手臂上，划出一道血痕。接下来他的表演开始，刺客圆舞曲。噗噗噗！匕首插入肉中的响声不断传来，仅仅5连击便将他带走。你击杀了降临者花花世界，还有你们5个。王云上看着刘坤以及另外4名女玩家踱步走去。啊！一名女射手惊恐的开弓朝王云上射击而来，然而王云上看都没看，箭矢落在他5米外。万古大陆的所有职业指向性技能是非常稀有的，无论是法师的普攻还是弓箭手的普攻，都需要自己瞄准预判，准头不行，一样是废物。普通玩家与顶级玩家的最大差距就在实战操作上，顶级的实战经验甚至能够弥补技能上的巨大差距。王云上一步步朝着他们走去，刘坤5人有些崩溃。逃！他有些忍不住的大喝一声，转身逃亡。噗噗！然而仅仅30秒，速度最慢的女牧师成了第6个死亡者。第7、第8、第9，借助着树荫下的敏捷翻倍，王云上轻松地将他们收割。50，你若是敢杀我，我是不会放过你的。刘坤放弃了逃亡，阴晴不定的脸色色厉内荏，对王云上吼道：“不会放过我吗？”王云上冷笑，手持匕首缓缓靠近。10万元，我给你10万元，我们就此和解。你也知道我不是普通人。刘坤看着如死神般的王云上，紧紧握着法杖，沉声道：“与我为敌，对你没有好处。”噗噗！王云上杀人的时候不喜欢废话，在刘坤惊恐与仇恨的目光在，匕首没入他要害。你团灭了流光小队，自己等级还是太低，敏捷太低了，若不是在阴影中速度翻倍，还真追不上他们了。王云上捡起地上爆出来的10个金币，视线落在刘坤的尸体上，自言自语：“你知不知道，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恩将仇报的人。”他脸上缓缓露出森然的神色。你以为这次的死亡是结束吗？顶流明星？呵，这一世我想杀谁便杀谁，谁惹我，我杀到他不敢踏入万古大陆。第6章特殊灵魂再次斩杀。该死，该死的万古大陆破游戏，为什么疼痛感如此真实？啊，哥哥，你也被那个刺客杀了。复活点内，脸色苍白的刘坤众人忍不住摸着刚才被匕首穿透的位置，额头上带着冷汗。那种死亡的窒息感令他们再也不想要体会，这事不能够就这么算了。刘坤阴沉着脸仇恨道：“50，我已经记住了他的名字。”一名长发牧师脸上也充满了怒火，目光冰冷：“敢杀我和哥哥，我要找人杀了他10次、20次。”老板，那个刺客的实力很强，在现实中应该也是练家子。一名保镖忍不住的提醒道：“练家子又如何？到时候我们召集粉丝团的姐妹，一人一口唾沫都淹死他了。”哼！一名法师女生傲娇的说道：“
竟然敢杀我们哥哥，弄死他 ！BOSS 报的装备不仅仅没有捡到，等级掉了1级，金币也掉了不少，连复活币也少了一个。刘坤压抑住心中的怒火，看向那名长发牧师女生：“微微，你看看粉丝团内有多少人在清风镇？有的话联系一些等级高的粉丝。”“好的，哥哥，交给我。”长发女牧师点了点头。“我们先去练级。”“哼，希望那家伙不要躲起来。”刘坤手持法杖，气势汹汹地朝着外面走去。虽然魔熊 BOSS 不是自己杀的，但掉落的东西都属于自己，还算不错。潮湿树林内，王云上返回熊窟处，捡起地上的装备。熊爪匕首普通，佩戴要求无限制，效果攻击力+8，穿甲+1。万古大陆的装备等级分为普通、黑铁、青铜、白银、黄金、暗金、史诗、传说、神话9个等级。刘坤他们众人对自己突然下手，王云上非常清楚，无非是怀疑他身上有好的装备。杀人爆装备在上一世就屡见不鲜，当时装备排行榜出来的时候，甚至有刺客乃至团队专门暗杀上榜的人，就为了将他的装备爆出来，完全没有道德可言。王云上清楚地记得，上一世一个法师高手有一个上榜的黄金级别法杖，后来这名高手的黄金法杖被爆掉，最后出现在了刘坤的手中。然而刘坤对外宣布是自己买来的，但作为刺客圈的顶级高手，加上工会老大，他自然知道这是刘坤找人将其杀掉爆出来的。只不过刘坤当时在一个顶级工会是代言人，网上的声音都被压了下去。王云上甩了一下熊爪匕首，相较于自己的新手匕首可厉害多了，刚好2个匕首，一手一个。他耍了一下，2把匕首在他手中宛若活过来一般。顶级的刺客一手一把武器是基操，技能书是一本法师的双火球书，对他没用。倒是50个金币加上斩杀刘坤一众人爆出来的金币，一共达到了88个。试试第5个天赋。王云上收拾好，目光冷冽地扫了一眼自己的属性。死神的呼唤，念其真名，索其真身，死神来了。想要杀自己的人，必将遭受到他10倍100倍的报复。一次的死亡可不是终结。不过这时他愣了一下，视线落在属性栏的一处。特殊灵魂10，可吸收，可消耗10点灵魂凝聚神仆。特殊灵魂直接增加到了10。这是……王云上心中立刻明了，斩杀降临者可吸收到特殊灵魂，10点灵魂能够凝聚1名神仆，很合理。每一个降临者来到万古大陆都有10个复活币，死10次代表这个号彻底死亡，当然复活币是可以获得。杀人爆灵魂，呵呵，他笑了，思索了一下，吸收。既然找到了特殊灵魂的获取方法，那就好办了。王云上没有第一时间召唤神仆，而是直接吸收提升自己。吸收10点特殊灵魂，力量+3，敏捷+3，体质+2，精神+2。死神呼唤，努力的小刘，顶流的小保镖。死神呼唤施展，王云上心中立刻有所感应，他能够感应到对方的位置，这个方位应该是刚刚出阵。王云上心中判断，杀意四起，杀人能够获得特殊灵魂，无论是提升自身还是用来召唤神仆，可比杀怪还要爽呀。感应着刘坤一行人还是朝着潮湿树林这边移动，他也没有着急迎上去。王云上隐身到树荫中，寻找起魔化黑熊猎杀起来。他的等级还是太低，在刘坤他们到来之前，他至少要提升到3级。好，几分钟后，王云上看到一只魔熊，立刻杀去。10级以下的野怪都没有技能，这在王云上超绝的刺客连击下根本没有反抗之力。1分钟，一只皮糙肉厚的黑熊变化为经验，一只黑熊加20经验，升级到3级需要400经验，需要杀20只。王云上心中计算，快速的寻找起来。以他的实力，找怪所需的时间比杀怪要长。不过1个小时后，王云上还是非常轻松的升到3级。已经进入到了潮湿树林内了吗？9个人，少了一个。感应了一下刘坤9人所在的位置，王云上身形一动，进入到树荫中，消失不见。20分钟后，王云上目光看向5米外的9人，一行9人正在对付着3只魔化猴子，9对3，还是在完整的作战阵容下，自然是轻轻松松。前行，9人并未在树荫中，王云上使出前行技能，锁定一名牵制魔化猴子的战士身旁。噗，被刺，弱点攻击-120，你的小队遭受到50的攻击。王云上的突然出现令那名战士完全懵住，尤其是背后的刺痛令他身躯一僵，原本能够躲开魔化猴子的一击，也完全躲避不了。-66，魔化猴子的爪子落在他的脸上，划出血痕。噗噗，下一刻2把匕首落在他的脖颈上。-100，-85，血量清零。你的小队成员顶流的小保镖被50击杀。
一切仅仅发生在2秒内，电光火石之间，刘坤一行人完全懵住了。下一刻，他们双眼微红，是那个该死的50。王云上没有后退，直接朝着另一名战士袭击而去。砰！那名战士惊慌失措，直接朝着他刺去。王云上以匕首精准的将利剑击打开，欺身上前。杀戮开始。第7章，100人中取敌首级。你团灭了光芒小队。4分钟，仅仅4分钟，在刘坤众人痛苦、憋屈、仇恨的目光下，王云上带走他们的生命。地上掉落金币+5，新手法杖+1，新手剑+1，寥寥无几的收获。不过他目光看向自己收割到的灵魂，普通灵魂 8.1 可吸收，特殊灵魂9可吸收。普通灵魂 8.1 是杀魔化黑熊获得还未吸收，特殊灵魂9显然是刚刚的收获。吸收17点灵魂，体质+5，精神+4，力量+4，敏捷+4。玩家提升1级4维属性+3点，再加上5点自由点，加在一起也不过是17点，自己这都相当于提升1级了。王云上看着自己的提升，脸上露出微笑。虽然吸收灵魂加点要平均到4维属性上不能掌控，但自己等级高了，自己的力量将远超同级全家力量的战士，防御远超全家体质的盾战，速度远超全家敏捷的射手，精神远超全家精神的法师，完全无敌。他目光闪烁，感受到身躯略显饥饿。想要解决疲劳值，要么在万古大陆这里吃饭休息，要么下线吃饭休息。连续战斗会感到疲惫、饥饿，战斗力下降，这与现实中是一样的。王云上选择了下线，上一世的经验，游戏初期一天在万古大陆待12个小时是最好，他已经待了6个小时。找一个隐秘的树荫下，王云上心神一动，睁开眼睛，宿舍内的一切开始浮现。草了，学校食堂竟然没有饭，外卖也没人送了。一退出游戏，便听到张子浩牢骚的声音。王云上听到笑了笑，记忆中游戏3天后，社会才恢复正常秩序。我这里有泡面，吃吗？他轻松一跃跳下床，对其道：不用，我也有苍师傅牛肉面。张子浩摇了摇头，随即兴奋的手臂一挥，一把剑出现在手中。云上，这万古大陆简直太神奇了，我感觉自己现在猛的一批。我在南山镇新手村，你在哪？我在清风镇，和你不一个新手村，现在所有人都在变强，你可不要不吃牛肉。王云上笑着提醒了一句，身怀凶器杀心自起，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游戏初期，很多人以为自己很强，一个火球干掉班主任，一刀斩了自己班长，一剑射了丈母娘。冲动的后果，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大夏为了稳定社会安定，一旦出现故意杀人者，基本就是击毙。现如今，人们虽然在万古大陆得到提升，但还没有强到能无视枪械等热武器的地步。这个我自然知道，我现在已经3级了。你呢？张子浩笑着点头。能够考上大夏第1学府的没有一个傻子。现如今世界虽然大变，但还没有到失控的地步。我也刚3级。王云上回应。这万古大陆练级太难了，刚开始我被那魔化小鸡啄了一下，疼死我了。张子浩是一个话痨，我刚才在班级群内问了一下，昨天进入的人等级最高的已经达到6级了，不过也有几个同学挂了一次。王云上一边听着，一边泡着泡面。卧槽，云上，你刚才说你是在清风镇新手村是吧？没过几分钟，张子浩突然惊呼一声，对他问道：是的，怎么了？他看过去，我女朋友跟我说了一个劲爆无比的消息。张子浩端着泡面凑了过来，是关于顶流明星刘坤的。我女朋友有一个隔壁艺术学校的闺蜜，她闺蜜是刘坤的粉丝。刚刚她对我们说，刘坤被一个叫做50的刺客连杀了2次，现在她的一个死忠粉在召集降临在清风镇的刘坤粉丝，要为他们哥哥报仇呢。被杀了2次呀，这遭受巨大的疼痛不说，还掉了2级和2个复活币。哦，是吗？王云上挑了挑眉头，轻笑道：大夏人这么多，新手村10几万，他又能喊来多少粉丝？听我女朋友闺蜜说，有她的不少粉丝在清风镇。张子浩一边说着，一边看着手机信息。最主要的是，他的粉丝可都是女的呀。这些脑残粉再喊一些自己的舔狗，人数应该也不少了。嘿嘿，那位教50的刺客还真是一个猛人，竟然敢杀顶流明星，而且还杀了2次，牛皮！王云上听到，快速的咀嚼完泡面，将碗筷洗好。我进入游戏了，对张子浩说了一声。王云上的身影出现在万古大陆潮湿树林内。死神的呼唤，心神一动，他感应到了刘坤所在的位置，大概在小镇出口处，一动不动。在做什么？王云上猜测着，犹豫了一下，直接朝着他的方位赶去。在刚刚，当他听到张子浩的信息后，第一反应并不是害怕，而是惊喜。他杀人是有原则的，不招惹自己的人不杀，与自己无冤无仇的人不杀。同样，他还有一个原则，敌人的朋友是敌人，
敌人的粉丝更是敌人。更何况现在那些刘坤的粉丝还要杀自己，一想到可能有成百上千人要杀自己，王云上便兴奋了起来。清风镇进出镇不远处，心疼哥哥，那个叫武士的混蛋竟然敢杀哥哥，还杀了哥哥2次，我们要为哥哥报仇，将那家伙千刀万剐。没错，将他千刀万剐。那武士的家伙绝对是一个丑男，嫉妒我们哥哥英俊有魅力，敢杀我们哥哥，我们绝不饶他。妈的，我爸说哥哥的不好我都敢删他，现在竟然有混蛋敢杀哥哥，老娘要宰了他！将那个武士的王八蛋找出来，他敢伤害我们哥哥2次，我们就杀他100次，弄死他。现实中要是知道他是谁，我也敢宰了他。一个个愤怒的女声在那里响起，那里至少100多人聚集，最前方的位置是紧握双拳，法杖被爆掉的刘坤，其余众人以女生居多，他们一个个脸色冰冷，目光寒煞。第8章一杀百。刘坤有些自傲，自己的一位大粉在粉丝群内将自己遭暗杀的事情说出来后，立刻便有众多粉丝义愤填膺，要为自己报仇。对于自己的魅力与影响力，他很是自豪。不过对于那个50的刺客，他心中充满了愤怒。作为大夏的顶流男偶像，高高在上的他，哪怕是一些资本都要对他客客气气。现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子竟然敢连杀他2次，那种临死前的痛苦与惊悚令他发誓一定要让那个刺客付出惨重的代价，让他悔恨终生，让他明白自己是他不能够招惹的存在。感谢我最爱的粉丝们，我知道你们都想要杀了那个50的刺客为我报仇，但我猜测他看到你们应该已经吓破胆了。刘坤露出微笑，对一众粉丝道：我现在也不知道他的地点，所以我想要邀请大家陪我一起练级。他现在虽然恨不得将王云上大卸8块，但问题是不知道对方在什么地方。将一众粉丝喊着陪自己练级，也是为了以防万一。他们如此多人，若是再碰到那刺客，一人攻击一下也能够将其秒杀了。先升级，然后再想办法报仇雪恨。哇，能跟哥哥一起练级，太好了！哥哥放心，我们保护你。那个刺客要是敢来，我们杀了他，杀他全家，以后见一次杀一次。一众女生听到能与偶像一起练级，眼中绽放出炽热的光泽，一个个兴奋地尖叫道。周围一些路过的其他玩家诧异地看过来，有羡慕，有摇头，有无语。然在他们前方不远处的一个树木阴影中，王云上清晰地看着这一幕，目光平淡如水，如死神注视着一群将死之人。前行，他身形一动，直接进入隐身状态，朝着刘坤一行人快速地靠近。出手！噗噗噗！负190，你击杀了坤哥哥的小粉丝。王云上的目标并未放在刘坤身上，而是落在那名喊着要杀他全家的女生身上。他诡异地出现在女生一侧，匕首没入，瞬间秒杀。以王云上如今堪比5、6级玩家的属性，刺杀一名3级的法师自然是秒杀。啊！鲜血四溅，尸体倒地。这突兀的一幕令周围的一众刘坤粉丝发出尖叫，血淋淋的一幕令他们这群女生惊恐万分。一盘散沙，王云上目光冷冽至极，朝着周围惊慌的女生攻击而去。噗噗噗，噗噗噗！啊呀！刚刚才进入万古大陆至多1天的普通女生，哪里见过如此场面？面对着如恶魔般的王云上，慌乱无比，一身实力发挥不到1成，只顾着大喊大叫：你击杀了倾国倾城，你击杀了超级可爱啊，你击杀了汤圆宝宝！一连串的击杀声在王云上的脑海中响起，短短的10几秒钟，他收割了7、8条生命。混蛋，这个混蛋家伙竟然……这一刻，刘坤众人彻底懵了。他们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这个武士还敢杀过来。他们这里可是有100多人，哪怕是等级普遍不高，但一人攻击一下也能够将他干掉。现在看到他如恶魔般屠杀着自己的粉丝，看着4溅的鲜血，这一刻刘坤感到头皮发麻，感到有些惊恐。自己究竟招惹了什么人？大家不要慌，攻击他，攻击他，他只有一个人。保护老板！刘坤的2名保镖连忙大声地吼道：是他杀了哥哥，我们杀了他！位于后方的女生也反应了过来，连忙大声地喊道。一道道火球与弓箭，一只只召唤兽被召唤出来。啊，你的攻击打在我身上了，我们没有开启组队模式。啊，谁的猪在拱我？场面非但没有控制下来，反而越加的混乱。王云上冷笑，那刘坤说自己会被他们吓到，可笑。上一世他什么样的场面没见过，什么样的战斗没经历过？血流千里，残羹断壁，尸首满山，亦或者是以一敌千，100万人中取敌首级。现在面对着100多个散杀，他无需一个个的暗杀，100多人连组队模式都不是，他完全不用丝毫顾忌，只需要杀杀杀。锋利的匕首没入一名女玩家的要害，距离王云上近的女玩家
被吓得只知道逃，完全丧失战斗力。但王云上没有丝毫的手软，在他眼中没有男女之分，只有敌人与死人。想要杀他，就要做好被杀的准备。卧槽，这是什么情况？这也太血腥，太猛了！这不是那顶流明星刘坤一众人吗？此地处于清风镇出入口，来来往往的人很多。这边的一幕很快引起周围玩家的注意。当他们看到一个刺客疯狂杀戮着一名女玩家时，一个个满脸震撼。尤其是一个人在杀那100多人，头皮发麻，立刻组队，杀了他！刘坤目眦欲裂，连忙大声的吼道。他身旁一个个保镖开始拉一众女生进入队伍，但已经混乱的众人根本组织不起来。王云上出手便是一条命，鲜血染红了身上的衣裳。他目光平静无比，出手狠辣。短短的2-3分钟，他已经猎杀了40多人。哪怕是有意识好的女生对王云上进行反抗，也完全无用。差距太大了。这种差距不是属性上面的，而是实战经验、杀戮经验。老板，我们赶紧逃！几名保镖战士此时也是头皮发麻，拉着刘坤准备逃回镇内。他们距离小镇入口并不是很远，一旦进入小镇，有守卫守护他们。小镇内禁止争斗，逃！刘坤声音颤抖地朝着镇内逃去。逃得掉吗？王云上一直注意着他们，冷笑一声，身影一动，直接进入前行状态。被连杀2次的刘坤等级已经掉到4级，速度怎么可能有他快？噗！你击杀了努力的小刘。一个被刺激能加2把匕首同时刺入刘坤的弱点，惊慌逃亡的刘坤瞳孔瞪得很大很大，带着憋屈与惊怒死去。第9章，全网沸腾，2000万悬赏啊！哥哥又被那武士杀了，跟他拼了，为哥哥报仇！当刘坤再次倒下的时候，还有他的脑残粉愤怒的要为他报仇。王云上心很善，很快送他们到复活点内跟哥哥见面。完全是一面倒的杀戮。那个刺客在现实中是杀人狂魔吗？擦！刘坤的一众粉丝中可有不少小美女，这就是心中无女人拔刀自然神吗？小仙女终结者呀！这个刺客不简单，你们看，面对一些女玩家的攻击，他能够轻易的躲避开来，好似预判到了一般。你看那个200斤的女玩家，她的等级应该不低，还有一个盾牌武器，结果也被那刺客不断的连击下斩杀。这个刺客现实中也是杀手吧？太可怕了！1杀100，虽然大部分都是牧师、法师职业，虽然大部分是女玩家，但这在游戏初期还是太逆天了。周围的玩家震撼无比地看着这一场杀戮。在王云上杀了他们60-70人的时候，刘坤的所有粉丝彻底崩溃，疯狂朝着小镇内逃去。噗！小镇的10米处，王云上斩杀未能逃入小镇内的女玩家后停了下来。小镇两侧10几名卫兵冰冷地盯着他，呵斥道：“踏入清风镇内，禁止杀戮。”我知道。王云上自然明白这个道理，淡淡回应，转身开始去捡刚才掉落的战利品。周围一些玩家看到地上掉落的一些金币与武器，也是双眼火热。不过他们可不敢去捡，这可是那位杀人狂魔哥的战利品，202个金币，还有一件盾牌武器，杀人放火金腰带啊！王云上露出微笑。金币与装备在万古大陆非常难爆，一个玩家打一天能够收获7-8个金币，就算是运气好了。至于装备，1000人里未必能够获得一个。不过相较于这些收获，收割的特殊灵魂才是最重要的。王云上目光扫过属性栏，特殊灵魂的数量80，如若全部吸收，能够令他4维属性各增加20点。这些属性点相当于升4级，多进5级了。不过这一次王云上并不准备吸收，而是用来召唤神仆。他迈步朝着潮湿树林走去，准备找一个偏僻的地方进行召唤。砰！大夏首都金府一处顶级的大平层内，一个个水杯被重重地摔在地上，发出重重声响。50，老子要杀了你！杀了你！面色狰狞的刘坤呼吸急促地咆哮着。曾几何时，一直顺风水顺的他，何曾遭受过如此打击？接连3次被杀，尤其是第3次，在一众粉丝前让他脸面丢尽，狂躁不已。呼！他坐在沙发上喘着粗气，一旁的手机内不断传来各种信息，有得知他情况经纪公司发来的，也有一些有钱粉丝发过来的安慰话。缓缓的，他点燃一根香烟，狠狠地吸了一口，烟雾漫过他的略显阴森的双眸。他森然地冷笑起来：“50，杀我3次，好呀！哼，老子要让你成为全网公敌，让你成为丧家之犬，老子要让你知道得罪我的代价。”他恶狠狠地说着，拿起身旁的手机，直接打开自己的微博，开始编辑文字发送，并且为自己买了一个热搜。看到自己的发表的信息，刘坤冷笑着躺在沙发上。与此同时，一个名为顶流明星刘坤的道歉信传遍全网，登上热搜第1。是的，道歉信内容：
50，对不起，求求您不要再刺杀我了，不要再刺杀我的粉丝了。我和朋友本在万古大陆好好练级，你抢了我们的 boss， 将我们杀害，我没有说什么。结果我和朋友再次练级的时候，你又偷袭杀了我们。我不知道自己哪里得罪您了，死亡的滋味真的好痛好痛。我害怕了，一些在清风镇的粉丝知道我的情况，联系我来找我，我答应了这群可爱的粉丝，不怕你们笑话，我确实胆小怕疼。我想着跟一群粉丝一起练级，您就不敢来刺杀我了。但我没想到，您不仅仅刺杀我，还刺杀我那群可爱的粉丝。他们哪里有错了？我是怕疼，但我也是一个男人。我知道您很厉害，您有什么恩怨冲着我来，不要杀我的粉丝。另外，您已经杀我3次了，我是真怕您了。如若您对我有哪些不满，也求您大人大量饶过我，我也可以给您道歉。对不起，请您放过我，放过我的粉丝，谢谢您。内容的最后还附上了努力的小刘5个字，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真诚的道歉信，全程尊称您。不过，刘坤的粉丝们看到这一封道歉信后，瞬间炸了起来，开始疯狂的转发，疯狂的回复。啊呀！哥哥在万古大陆内竟然被一个刺客杀了3次，他抢了哥哥的 boss， 还杀哥哥，还杀了我们坤坤粉。气斗冷，世界上怎么还有如此恶魔？我们哥哥如此好，为啥要杀他？啊！看到哥哥发的微博，我气得跺脚脚。恶魔在人间，那个叫50的刺客怎么能这样？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坏人？怎么能这样伤害我们哥哥？哥哥别害怕，抱抱！气死我了，气死老娘了！那个50是什么东西？恨我不在清风镇，有在清风镇的网友吗？谁要是能杀了他，老娘陪他睡一晚，要我怎么都行。看到哥哥的这个道歉信，我直接哭了。哥哥这么努力，这么善良，谁若是能够杀了50，我给他10万元。我是一个纯路人，看到刘坤的道歉也懵了，竟然被杀了3次。我在万古大陆被小鸡啄一下都疼半天，心疼刘坤，那个50好过分，该死！爆了！刘坤的道歉信很快在全网爆了。现如今，网络上最火爆的事情莫过于万古大陆。然如今万古大陆加顶流明星刘坤被杀3次道歉求饶，2个话题结合，全网轰动。尤其是刘坤的粉丝疯狂的评论骂着、抨击着、诅咒着，甚至要悬赏着那个恶魔50。不过1个小时，刘坤的微博下面便有100万回复。刘坤看着网络上的舆论，冷笑了起来。他拿出手机拨通助理的电话，在微博上以粉丝的名号拿出500万悬赏那50，杀一次给100万。说完，他挂断电话，再次点燃一根烟。作为一名顶流，他可不是没脑子，而他也最擅长的便是舆论。舆论是一把利剑，一把杀人剑。他的这封道歉信看似道歉求饶，实则是引起粉丝的愤怒，网友的同情，让那50成为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哪怕不是在现实中，我依旧能够让你成为人人喊打的臭虫。50，你虽然很厉害，但我就不信面对全网的追杀，你还能好好活下去。刘坤恶狠狠地吐了一口烟圈，看着手机评论区全部都是对于50的谩骂诅咒，心情爽了很多。哼，这就是我的名气和魅力吗？突然这时，他看到一个消息，忍不住地笑了起来。粉丝群内有不少富婆粉心疼哥哥，跟着凑钱发起了对50的悬赏，加上他的500万，足足达到了2000万。杀一次50，奖励200万，直到将他彻底杀死。第10章，路过骂一句就被杀了。刘坤粉丝会发布2000万悬赏杀50，一则信息登顶热搜第2。这个热搜可谓也是全网沸腾。王德发2000万悬赏一个刺客玩家，杀一次给200万，这现实中杀一个人也用不了200万啊。666，刘坤的粉丝团还真是厉害，有钱的富婆真多，这可是2000万。卧槽，好可惜啊，为什么我不在清风镇？这要是杀那50 10次，岂不是直接财富自由？顶流不愧是顶流，粉丝们太有钱了。哼，这就是招惹我们哥哥的下场。我们哥哥的粉丝们就是有钱，谁招惹我们哥哥，我们就杀了谁。哈哈，我就在清风镇，我现在已经7级了，我要去宰了那50。网络上无数网友们热议着，很多网友眼热无比。在现实中给他们200万让他们杀人可能不敢，但在万古大陆这个第2世界，他们100%敢。万古大陆可是法外之地，杀一次200万呀，这可不是小数目。尤其是那50还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万古大陆清风镇新手村潮湿树林，网络上的事情王云上并不知晓。此时此刻，他满脸震惊地看着半跪在自己身前的8个身影。8人身穿普通的新手套装，其中3名刺客，1名法师、牧师、战士、召唤师、射手。8人分别叫无影、无痕、无心、焚天、死守、战魂、亡灵、射日。这些名字是王云上给他们命名的。8人与普通的降临者一模一样，无论是新手服饰，亦或者是背包内的10个复活币。
而更令王云上惊喜的是他们的属性，他们全部拥有天赋。他们在拥有普通职业的同时，全部拥只有隐藏职业才拥有的天赋。天赋：神仆的灵魂吸取。神仆的灵魂吸取，但凡被神仆斩杀的生灵将吸取其灵魂，灵魂可提升神仆属性，效果为死神灵魂收割的1/10。神仆的灵魂吸取，虽然只有自己灵魂收割的1/10，但积少成多，只要日后成长起来，绝对恐怖无比。王云上神色振奋，再加上自己脑海中一些唯一隐藏任务的攻略技巧，加上自己教导他们战斗技巧，他们将远超上一世的自己，甚至可以超越大夏名人堂所有顶尖强者。起身吧，他对着一众神仆道。是主人。8名神仆恭敬起身。王云上满意的扫过他们，吩咐道：以后不要叫我主人，叫老板吧。主人这个称呼对他这个现代人确实不习惯，尤其这8位还都是壮汉。主人，我觉得还是称呼您少爷更好一些，毕竟您所在的世界，少爷这种称呼并不太奇怪。战士战魂对王云上道。你们知道我的世界？王云上惊疑地看向他们。是的，少爷。战魂点头应道。我们吸取了灵魂碎片内的知识，对于少爷您所在的世界非常了解。王云上惊异，随即又询问了一些信息，最终得到一个令他非常满意的结果。自己召唤出来的神仆附带被他杀之人的记忆，这个记忆仅限于知识类、认知类，不含其多余人生记忆。战魂他们拥有自己的思考能力与智慧，与普通人一样。不同的是，他们将完全忠诚于自己，自己一个念头便能够令他们消失。这样的话将会给自己省很多事，自己只需要前期教导一下，后面可以让他们自己成长。王云上目光闪烁，命令道：我先带你们提升一下等级，另外教导你们一些战斗技巧。是少爷。8人应道，跟随着他朝着低等级野怪区走去。半个小时后，王云上看着前方2级的魔化犬，边走边说道：我等下说的，所展示的，你们全都记住，在我们打怪升级与野怪战斗中，要发现自己职业的优缺点、技能的释放、精准度、弱点攻击。王云上斩杀一只魔化犬，教导着他们后，让他们一一猎杀，在战斗中进行感悟。很快，王云上又发现了一个令他惊喜无比的信息，那就是他所召唤出来的神仆不惧疼痛，不惧死亡，能够永远保持冷静。这一点就非常可怕了。无惧痛苦，一直保持冷静，这种能力连上一世的一些顶级强者都做不到。而如若做到这2点，那么哪怕天赋再低，也有极大概率成长为顶级的强者。所谓的战斗经验，就是战斗后所掌握的经验。上一世公认的快速成为强者的办法，便是不断战斗、切磋，在死亡的边缘与痛苦的边缘下成长。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太难太难。战斗与切磋会受伤，一旦受伤便会感觉到万分疼痛。想想自己脖子被划出一道口子，眼睛被射瞎，全身被火焰灼烧，寒冰冷冻，这种痛苦普通人根本不愿体会，更不要说经常体会。但无惧痛苦与死亡的战魂，他们可以完全进行这种高强度的魔鬼训练，在常态化的这种训练下，他们怎么可能不成为顶级强者？看着战魂他们8人，王云上已经能够想到他们未来的恐怖。8个人有些不够，自己最起码训练出30-40人，至少组成6-7个小队。王云上心中思索着，记忆中那些唯一隐藏职业的获取方法，他知道的有30多个，涵盖所有职业，普通隐藏职业知道的更多，甚至还包含了上一世那位大夏名人堂第1、大夏排行榜第1亡灵召唤师的转职攻略。一个顶级的战斗小队所能够爆发的力量是非常恐怖的。上一世有一个顶级战队击溃一个3流公会的例子，那个该死的武士太可恶了，他在现实中一定是一个心理变态杀人狂魔，面对我们那些如此漂亮的小姐妹也能够下得去手，他现实中绝对变态猥琐。万古大陆与真实世界一样，你们女生的胆子太小了，见到鲜血就大喊大叫，形成不了战斗力。要是让我们碰到那武士就好了，现在杀他一次可是能够获得200万奖励啊！哈哈，我现在等级已经达到了7级，还获得了一个技能，若是碰到那武士，我一人便能够将他干掉。笑笑美女，你别生气，日后我们见他一次杀一次。就在王云上教导8名神仆的时候，旁边的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目光看去，一个5人小队路过，边走边说着，视线落在其中一名女生身上。作为大夏最顶级学府学霸的记忆力立刻将之认出，那名女生是刘坤的粉丝，是当初为数不多逃到清风镇没有被他斩杀的玩家。他冷笑一声，身影消失不见。第11章，优雅的杀人。冲压小队一共5人，5人除了没有法师外，所有职业齐全。除了刺客与战士是2名男玩家外，其余3人都是女玩家，尤其是其中一个背着弓箭的女玩家。她身材高挑，腰线优美，配上微微上翘的臀部，形成一幅动人的画面，腿部线条流畅，给人一种亭亭玉立的感觉。他们朝着潮湿树林的方向边走边笑着交谈着，
显然是去那里练级。噗噗噗！你的小队遭受到50的袭击。就在几人有说有笑，大肆谈论50的时候，一个提示声突然传来。啊！伴随着的是女牧师的惨叫声。突然的袭击令几人有些懵。找死！是那个50，杀了他！那名7级的刺客率先反应过来，没有丝毫畏惧，眼中反而露出兴奋之色，身形一动，瞬间进入前行状态。另一名战士也是目光一冷，手中的长剑直接朝着王云上冲刺而去。两人的战斗素质都极高。王云上看到他们袭击而来，神色没有丝毫的变化，再次快速2刀带走女牧师。背刺！给我死！200万我要了！一个亢奋的声音从王云上身后传来，然他好似提前知道对方的攻击一般，手中的匕首背面抵挡住一把匕首。不说王云上的死神之眸拥有破虚看破所有隐身的能力，仅仅凭借着他的经验，感受着周围的风向，便能够将其锁定。这种能力叫做精神领域。强大的精神力能够令人感受周围空间的一举一动，这一招是顶级法师与牧师的招牌技巧，需要极致的专注力与感知力，还有预判。刺客圆舞曲，法师牧师的精神领域，战士的坚韧步伐，弓箭手的手舞足蹈，并称顶级玩家门槛技巧。砰！一声匕首碰撞，令那名刺客瞪大双眼，露出不可思议之色。王云上平静地看着他，左手匕首击中他的手臂，接下来刺客圆舞曲连击开始。剑光斩！那名战士看到这一幕，也是不可思议的瞳孔一缩，手中的长剑爆发出刺眼的光芒，朝着王云上斩去。剑光斩令对方瞬间失明的同时，造成130%的攻击。长剑朝王云上头部刺去，他在感受到刺目光芒的瞬间，闭上眼睛，迈步躲开一剑，同时也将身前的刺客带走。嗖！一道剑矢精准地朝着他袭击而来。王云上有些意外，这个小队的实力不错。一个顶级小队的恐怖之处在于，当你躲避一道攻击的时候，小队中的另一道攻击会落在你躲避的位置，形成死局。而顶级的玩家如何破解死局？那就是你躲避的速度绝对不超过全力爆发速度的 80%。越强的玩家在躲避对方攻击的同时，所保留的速度百分比越低。这不是技术，是另一种技巧。战士们将这种技巧称之为全身掌控，刺客们更喜欢将之称之为优雅。你不够优雅，是对一名刺客的否定。当然，对一名刺客最大的否定叫做艺术。你不够艺术，杀人的艺术。当然，这又涉及到另一个战斗技巧。眼看着剑矢要落在王云上的身上，他身形却陡然加速，剑矢与他擦肩而过。王云上看都未看弓箭手，迎上那名战士。噗噗噗！嗖嗖！匕首一刀刀落在战士的身上，那名战士脸上充满了憋屈与惊怒。他感觉自己的每一招都被对方预判到，自己就好比将手臂撞到对方的匕首上一般。无论是后退还是前进，更令他心中有些惊恐的是，对方在袭击他的同时，还在躲避着自己队友新兵如霜的剑矢。你已经被50斩杀！杀掉对方战士，王云上前行的冷却已经结束，身影一晃，消失不见，仅剩那名刘坤的女粉丝以及美女弓箭手。啊！看在我们2个是女生的份上，能不能不要杀我们？刘坤的女粉丝惊怒，这才召唤出一只野猪，但她却害怕的求饶道。新兵如霜脸上也是带着一丝惊恐与慌乱的扫视周围，但面对着王云上这种顶级刺客，一个远程玩家只有等死的份。哎呀！啊！你已经被50斩杀！你已经被50斩杀！伴随着游戏提示，两人在痛苦的惨叫声中在复活点内复活。操！那个50怎么会这么强？他开挂了吧？我前行状态下，他都能够用匕首抵挡住我的匕首，这完全不可能。他在跟我战斗的同时还能够躲开新兵如霜美女的剑矢，这是人能够做到的。这50简直强得可怕。新兵如霜刚复活，便听到队友带着愤怒与不可思议的声音，他心有余悸，捂着自己刚才被洞穿的脖颈，眼睛也是微红。任他再是高冷校花，面临如此真实的死亡，也心惊胆战。对不起。刘坤的粉丝笑笑，满脸歉意与憋屈地看向他们。他应该是听到我们的谈话，知道我是才出手杀我们的。以后不要再招惹他了，他很强。新兵如霜认真地说道。这次是我们先招惹对方的，算了吧。因为是最后被杀，加上是远程玩家，他目睹了整场战斗，看到了那50的可怕。一旦被这种刺客盯上，真是令人寝食难安。那50确实变态，除非大量人将他围住，否则很难杀了他。我们还是避着他吧。那名刺客是彻底怕了，开口道。其余人也是认同的点了点头。面对这可怕的刺客，他们根本不敢想那2000万悬赏了。呵呵，是女生就不杀你们？抱歉呀，我最喜欢杀小仙女。王云上捡起他们掉落的金币，收获不错。不过新兵如霜这个名字怎么有些熟悉？很快，
他脑海中又浮现一个名字：冰霜女神。如今大夏顶级学府大4学生，未来顶级工会风华工会副会长，名人堂第10的弓箭手，女神榜第3冰霜女神，应该是她。如今还是学校内的顶级校花。王云上目光闪烁，不过他耸耸肩，没有放在心上。这一世，他想杀谁便杀谁，谁招惹他，10倍奉还。什么明星、校花、亡魂而已。随即他又想到了刚才几人说的话，心神一动，立刻退出游戏，拿出自己身旁的手机。当王云上看到网络上的热搜，那刘坤的道歉信，对于他的污蔑，刘坤粉丝的谩骂、侮辱与诅咒，他目光冰冷。不过很快他笑了，他还刚想着如何大肆收割特殊灵魂呢，这不来了。刘坤，你这家伙还真是绿茶婊，竟然扭曲事实网暴我，诬陷我，悬赏我，那咱们可就不死不休了。第12章大屠杀，疯狂杀戮。无影，你们过来。回到万古大陆的王云上来到正在练级的无影众人处，8人立刻走来。给你们一个任务，现在你们前往清风镇内，告诉清风镇的玩家，武石在潮湿树林内，他的等级只有4级。武石对他们吩咐道，散播之后，你们自由练级。是少爷。众人应道。王云上看着他们离去，嘴角微微翘起。2000万悬赏自己，杀一次200万，谁杀谁可还不一定。既然你都悬赏我了，我也不能够让你们失望。王云上心神一动，死神呼唤施展。在发现那刘坤没有上线后，他开始一一的锁定其粉丝。上一次被他斩杀的刘坤粉丝都有游戏记录，他的这些粉丝可是大部分都在万古大陆中。很快，王云上锁定一个距离自己比较近的玩家。5分钟后，王云上看向一名女生，女生是一名法师，正在与自己的4名队友练级。你的小队遭受到武石的攻击，你的队友甜心被武石击杀。3秒后，刘坤的那名女粉丝倒地。王云上淡淡的看向他的4名队友，是武石，是他，干掉他，200万奖励啊！哈哈哈！4人惊慌之后，瞬间狂笑起来，立刻朝着王云上杀去。1分钟后，你团灭了横扫万古的小队。王云上冷漠的捡起地上的金币，转身寻找下一个目标。女生练级一般都会找队友一起，而王云上是有原则的，将刘坤的粉丝干掉之后，便不再出手。不过，若是他们的对手要杀自己，那他自然就不留手了。短短的1个小时，死在王云上手中的玩家便达到了40名。特殊灵魂45，可吸收，可召唤神仆。吸收。接下来会有一场盛大的宴会，面对的有可能是7级、8级的玩家，他需要提升一下自己的实力。降临者武石，王云上。职业死神，唯一隐藏职业。等级30500，血量380，力量42，敏捷49，精神38，体质38。武器除了新手套装外，只有一把熊爪匕首。熊爪匕首普通，佩戴要求无限制。效果攻击力+5，穿甲+1。3级能够有如此数据，要是让其他玩家看到，绝对惊呼他开挂。正常3级刺客，力量大概在25左右，而敏捷最多28。至于精神与体质在19，血量也会在180。王云上现在相当于6级以上的属性。另外，在黑暗与阴影中，王云上的敏捷翻倍，也就是达到了98，这是最恐怖的。可惜的是，万古大陆不落日，若是有夜晚，他将无敌。毕竟98的敏捷，刺客玩家升到10级以上才能够达到。以自己如今的属性，加上潮湿树林内的地形优势，自己在玩家中无敌。王云上嘴角微微翘起。这时，他收到了无影他们的信息，消息已经散布出去，大量玩家正赶往潮湿树林。杀一次200万，在如今现实金融体系还未崩溃的时候，可是巨款，足以令无数玩家心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放心，只要你们不是刘坤的粉丝，我便只杀你们1次。他心善地想着。10分钟后，他进入到潮湿树林内。刚进入里面没多久，便看到熟悉的冲压小队正在练级。运气不错，王云上前行来到他们牧师的身旁，这一次仅仅用了1刀秒杀。属性的提升，加上对方被他杀1次掉了1级，他们已经不是一个级别的了。你的小队遭受到武石的攻击，你的队友晴子已被击杀。当游戏的提示声响起的时候，新兵如霜与笑笑他们都懵了。这么大的地图都能够碰到？不是，你已经杀了我们1次了呀，那个武石凭什么又杀我们？凭什么？几分钟后，复活点处，那个叫做笑笑的女法师再也忍不住的大哭了起来，满脸的委屈。另外几人一阵沉默，脸色都非常的不好看。他们已经接连死了2次了，如今只有8个复活币了。现如今万古大陆这个神异的游戏席卷全球，
只要是有脑子的人都明白，这是一个能够改变命运的第二世界。所有人也都明白，一旦复活币用完，恐怕会有不少的事情发生，甚至有人猜测可能会在现实中也死亡。所以复活币非常重要，谁都不想要被杀。现在还没出新手村便被杀了2次，这令他们有些惊恐。笑笑美女，抱歉，我准备自己练级了。队伍中的战士直接退出了组队模式。我先下了。那名刺客也是说道，退出游戏。每次都是第一个被秒的女牧师，更是在死亡后便直接下线了。最委屈的就是她了。星姐，我恨死那个50了，我要将我存的零花钱全部拿出来，去悬赏那个混蛋。笑笑看到这一幕更加委屈了，大哭着说道：我们先下线休息休息吧。新兵如霜也是心里憔悴的拍了拍他肩膀，对于那个刺客他也生出一丝畏惧，不过他记住那个50了，总有一天他会杀回去。根据信息，那50在这潮湿树林内，青青美女你放心，我们保证将之干掉。山哥，咱们也要小心，那50就是一个变态杀人魔。哈哈，青青，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们5个都达到了6级，干掉一个4级的刺客还不是手到擒来。要我说啊，你们女孩子还是太胆小了，当时100多人竟然被一个人追着杀。我们是女孩子嘛，看到那血腥的场面当然害怕了，当时又没有组队。我们要快点行动啊，这一路走来至少有几十个小队赶来这里，万一被别人捷足先登了就亏大了。杀那家伙一次200万赏金呀，不愧是顶流的粉丝团，真有钱。我们最好能杀他3、4次，这钱才够分的。潮湿树林内，一个6人的小队目光扫视着周围，急匆匆的边走边说着，满脸的亢奋，生怕被别人抢先找到那50。事实上，他们这种小队不止几十个，甚至达到了几百个，至少上千名玩家涌入。清风镇的玩家足足有10几万，这10几万人，谁又能够忍受住200万的诱惑？200万呀，对于很多人来说，一生也未必赚到这么多钱。现在只要杀一次那50，便能够获得200万。至于说那50很厉害，能有我们强？第13章再次登顶热搜。潮湿树林的树荫下，王云上静静站在那里，听着前方5米外一行6人交谈的声音，他脸上露出一丝嘲讽的微笑。对方朝着他这边走来，但完全没有发现他，甚至已经近在咫尺。这也令王云上不禁感叹一下死神职业的强大。如若没有这个职业，他也不敢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他也非常清楚，现在的200万对于玩家们来说是多么大的诱惑。噗噗，王云上动手了，锁定了对方的刺客处于阴影中的恐怖速度，令那名刺客没有丝毫的反应，直接秒杀。先减员一个，接下来一面倒的屠杀。3分钟后，王云上开始捡取地上的金币与一件装备。这边有惨叫声，快！是那个50，是他，干掉他，200万归老子莫属了。一个5人小队直接冲了过来，王云上露出微笑，很好，节省自己很多时间。他直接迎了上去。卧槽，他妈的，好痛！那个50怎么这么恐怖？他不是只有4级吗？绝对不可能是4级，老子被他一招秒了。万古大陆这破游戏，只能够看到人名，却看不到具体等级属性，太强了！他一人杀我们一个小队，简直轻轻松松。复活点处，刚刚复活的青青团队众人脸色难堪的在那里低声吼骂着。他们刚开始还以为那50之所以能杀刘坤与他一众粉丝，是因为刘坤一众粉丝都是女生，是只知道害怕尖叫的战五渣。现在他们算是真正见识到50的恐怖。卧槽，那50好强！然而没过几分钟，一旁有5名玩家复活，满脸惊怒的吼道。青青团队的6人看去，张了张嘴，那50又杀了5人。不远处，一名中年听到他们的谈话，脸上露出震惊的神色。他犹豫了一下，在复活点旁静静的等待。没过10分钟，他又看到有5名玩家在复活点内复活，脸色难堪的议论着50。中年瞪大眼睛，连忙的记录下来。一直到第4个小时，复活点内不再频繁有人出现后，中年才颤抖的停止了下来。而他记录的数据完完整整200人。200人，这是什么概念？4个小时，平均1个小时杀50人，1分多钟杀1人。这是这群玩家排队让那50杀的吗？显然不是。50大佬杀了4个多小时，应该是疲惫值上线了，杀人杀到疲惫，这消息简直太劲爆了。中年心中猜测着，立刻退出游戏，身影出现在一个书房内。他立刻走到电脑前，打开微博，将自己所得到的这个信息发布在各大平台上。而他在各大平台有一个统一的名称，万古大陆白晓生。这个名字在短短2天内迅速崛起，他分享制作关于万古大陆各种资料信息，获得了官方的转发，观看量突破3亿。
短短2天，粉丝值突破2000万，可谓是史无前例。而这也令白晓生内心滋生出了一些对于未来的模糊想法。至于网络上关于刘坤的事件，他自然知道清风镇复活点的一幕纯属巧合，但他敏锐地察觉到这将是一个非常劲爆的消息。关于顶流明星刘坤，关于那位恐怖的刺客50，尤其是如今清风镇玩家为了2000万悬赏围攻50，却被50以一己之力杀了200人，这个消息太劲爆，太疯狂了。万古大陆游戏才出现2天多，就有人屠杀200多人了，这简直离谱。正如白晓生所料，当他这个信息发出去之后，立刻登顶热搜，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与此同时，大夏第一学府内杀人杀到疲惫的王云上饥饿地煮了3包泡面，比他提前疲惫的张子浩已经吃饱喝足地看着手机，对他道：“已经玩了12个小时了，根据官方发表的提示，最好不要超过12小时。”这个万古大陆与现实一样，人也会疲惫，也需要睡觉。王云上回复了一句：“这很正常。”是的，对了，云上，我现在已经6级了，你呢？张子浩从床上坐起，笑着对他问道：“3级。”他如实回答：“啊，怎么还3级？”张子浩微微一愣，想到王云上的性格，追问：“你练级是不是没有组队？是不是死亡了一次？”“没组队，不过也没有死亡。”王云上摇了摇头，被一些事情耽误了。他吃了一口泡面，对其提醒道：“万古大陆与现实中的规律一样，现实中的格斗技巧同样适应万古大陆，你可以练习一下。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游戏了，如若能够在游戏中成为强者，现实中也同样如此，所以需要加倍努力。”张子浩点了点头，也对他提醒道：“我知道，但你也要清楚，不是哥们说你别这么孤僻，反正在万古大陆游戏中谁也不认识谁，厚着脸皮找人组队就是组队升级快啊，一个人单打独斗不行的。”他说完，看到久久不回应的王云上，无奈地摇了摇头。张子浩了解他的性格，善良、孤僻，不愿与人交流。王云上看了一眼他，笑了笑。他与张子浩的关系算是不错，当初在他生病的时候，其还拿出从生活费中抠出来的500块帮助他。上一世的时候，两人一同加入了学校那些富二代创建的工会，但在第2年，其回老家后一直没有回来。后来王云上打听了一下，他在现实中遭遇到了不测，当时令他伤心许久。这一世，王云上自然不会让他步了后尘。卧槽，云上你快看网上的热搜，那个叫白晓生的博主竟然说50在4个小时内杀了200名玩家，还说被杀的玩家普遍5级以上，这不是扯淡的吗？200个玩家就是排着队也能让他杀一回了，更不要说都是5级以上的了。没过多久，躺在床上刷着手机的张子浩突然惊呼道：“哦，白晓生！”王云上挑了挑眉头，对于这个名字很熟悉，不过令他意外的是，他下午杀200多名玩家的事情，白晓生怎么知道的？他打开手机搜索了一下，很快明了，现在的人还真是为了流量随意编造，一个刺客能4个小时杀200名为悬赏而追杀他的高手。我要不是在玩万古大陆，我还真信了。张子浩笑着继续说道。王云上看着热搜上的回复，下面也全部都是不相信的评论。像张子浩所言，我不玩万古大陆，还真信了这种回复，到处都是。不过也有零星几个相信，并且自称受害者的网友发表评论，但却被淹没在评论区内。也不怪网友们不相信，哪怕是对于经常玩游戏的玩家来说，万古大陆也是他们玩过最艰难的游戏了。尤其是如今玩家们等级都很低，同等级差距不是很大，一个人想要暗杀200个玩家，累都能累死。这就好比在现实中一人杀200人呢，真要是有这种人，都能轰动全世界了。现在大部分玩家都在新手村挣扎，找任务、组队、杀怪，提升自己的实战呢。第14章杀神榜开启，50登顶。江城一间办公室内，白晓生看着网络上自己账号下的评论，感觉非常的憋屈。如他所料，当他将50屠杀200名玩家的消息发出去之后，引发了巨大的轰动与巨大流量。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信息非但没有给他涨丝毫粉丝，反而令他遭受到了大量的谩骂，说他捏造话题博取流量，是无良博主，要将他取关。这令他非常委屈，他报道的可是事实，为什么就不相信呢？不过想想，若不是自己亲眼所见，我自己也不会相信。他叹了一口气，苦涩地摇了摇头，万古大陆内要是能够录制视频截图就好了。哼，这网上的一些家伙比我都能胡编乱造。金府一处高档别墅内，刘坤看着网上的热搜，冷冷地说着，那50是很强，但最多能杀几十个猎杀他的玩家，200个。他完全不相信，伸手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脸上露出解恨的笑容。2000万的悬赏足以令普通人疯狂，虽然现在还没有人干掉那50，但至少也阻碍了他升级。等老子等级高了，等老子出了新手村，你的噩梦才刚刚开始。他一口吞掉杯中红酒，
直接进入游戏。他知道现在那50没有在万古大陆，老子暂时避你锋芒，你给我等着吧。30年河东，30年河西。王云上舒服地睡了一夜，第二天醒来的时候，看到张子浩已经进入游戏干了起来。他笑了笑，没有惊扰他，吃了早餐进入游戏。星月帝国通报，恭喜降临者不败天第1个等级提升至10级，踏出新手村，获得奖励20自由属性点，青铜武器1把，等级排行榜开启。恭喜降临者踏入星月帝国城池，武器排行榜开启。当他刚刚进入游戏后，便收到游戏的提示声。王云上看了一下提示时间，在5个小时之前。这种提示声，所有大夏的玩家都能够听到。万古大陆将现实中一个个国家的玩家们分到不同的帝国内，大夏所在的帝国叫做星月帝国。王云上打开等级排行榜看了一下，发现达到10级的玩家已经很多，排行榜只有前100的已经全部排满。武器排行榜上，武器第一拥有者同样是等级第1不败天的青铜武器，其他的都是黑铁级别。如果昨天不是因为刘坤的事情，自己也许能够第1个达到10级。他口中喃喃查看了一下吴颖他们8名神仆的等级，发现已经达到了5级，比自己都高了2级。王云上非常满意，开始用死神呼唤寻找刘坤以及他一些粉丝的位置。刘坤没有上线，他的一些粉丝中依旧有不少在潮湿树林中。如今只要是正常练级的玩家，等级至少都在4级以上，在清风镇周围适合4级以上练级的地方有8个，然而现如今在潮湿树林练级的玩家最多。无他，有人说那50在潮湿树林这边，50那可是移动的宝藏。虽然他们也看到了白晓生发表的信息，但他们完全嗤之以鼻。白晓生那流浪狗还真能捏造，那50是没碰到老子，碰到老子，老子一刀砍了他。这也令潮湿树林内的玩家不仅没减少，反而比昨天还要多很多。王云上也发现，在潮湿树林内练级的玩家更多了。他没有隐藏身形，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走着。卧槽，50是他，还真是，哈哈！兄弟们，围住他！龙哥，小心，这50很强。听网上傻杯博主乱吹，老子不信咱们联手还干不过一个刺客，干他！不到5分钟，有人便注意到王云上的身影。一个小队5人，3名战士，1名法师，1名射手，目光炽热地朝着他走来。王云上看向他们，嘴角微微翘起，径直地走过去。你团灭了吧，几大小队？3分钟后，5名6级玩家倒在地上。王云上捡起战利品。清风镇的复活点处，5人头皮发麻的互相对视一眼。这50怎么会如此恐怖？会不会在现实中他是兵王？官方可是说了，现实中的战斗技巧在万古大陆依旧有用，而且还有大用。我觉得他在现实中可能是恐怖的杀手。那白晓生可能并没有说错，昨天他可能真的杀了200人。5人张着嘴，满脸震惊地议论着。刚才他们有多么嚣张，现在就有多么打脸，因为他们见识到了50的可怕实力。他们5人根本没有反抗之力，想要杀那50，我估计至少几十人一起围攻他，这还要将他彻底包围。但几十人杀他一个分200万，还有被杀的风险，可没有多少人愿意干。走走走，我们去练级，不去潮湿树林了。那家伙太变态了，这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变态？5人心有余悸地走出小镇，去了潮湿树林相反的位置练级。而对于王云上来说，新一天的杀戮才刚刚开始。在清风镇的复活点处，很快一个个身影出现，他们脸色剧烈变换。那50不是人，200万咱们就别想了。白晓生应该没有说错，不能去潮湿树林，万一被那50碰到我们还得死。这50好强，看能不能找个机会认他当老大。他太强了，将我当小鸡仔。一个个玩家复活后，心有余悸地说着。他们走出小镇，再也不敢踏入潮湿树林内。噗！你团灭了妖月小队。然而此时此刻，王云上却非常的开心，短短的几个小时，再次杀了200多名玩家。按照这种情况下去，他能够获得大量的特殊灵魂。叮！恭喜降临者50，杀戮降临者达到500人，触发特殊榜单杀神榜。星月帝国通报，降临者50触发杀神榜，杀神榜榜单开启，奖励杀神勋章1枚，技能书1本，复活币加5。一个大夏所有玩家都能够看到的通报传来，王云上愣了一下，脸上露出意外。杀神榜单原来开启的条件是单独击杀500名等级不低于自身2级的降临者。王云上看着这个榜单的开启信息，口中喃喃。上一世这个杀神榜是在万古大陆出现后的2个月才开启，开启者是一名法师玩家。第15章，浑身血光缠绕。上一世王云上并没有登上这个榜单，榜单只取前100名玩家，后期这个榜单基本上被法师们包揽。毕竟刺客主单点击杀，法师范围攻击技能更多，开启的奖励倒是非常不错。王云上打开自己的背包，
将那杀神勋章拿了出来。杀神勋章，特殊装备，已绑定，不可交易，不可掉落。佩戴特效，攻击正 30% 吸血。技能1，杀气附体，形成一个生命值 20% 的护罩，冷却时间3分钟。技能2，杀气豁免，解除身上一切控制，冷却时间1分钟。很强的属性，这效果连黄金装备都没得比。王云上看着这属性，脸上也露出惊讶的神色。一个被动，2个技能，一个比一个实用。吸血自然不用说，这个杀气附体技能对于肉盾战士来说简直是神级，当然对于他自己也是神技。他的血量与防御可不弱于肉盾，20%的生命值护罩相当于提升 20% 的血量。至于杀气豁免这个技能，对于刺客来说更是用处极大极大。不过自己现在真像一名杀神。王云上看着自己身上弥漫起血红色血芒，无语地摇了摇头，拿出奖励的技能书将之打开，他脸色又是一喜。技能闪烁稀有，效果释放后可进行空间跳跃，跳跃距离精神力 x 0.1米，全职业可学习。一个刺客的刺杀神技以及法师与牧师的躲避神技，尤其是对于法师与牧师而言，这个技能很实用很强大。稀有技能很罕见，据王云上所知，上一世5、6万个玩家中才能有一个获得此技能。至于最后的复活币，价值可想而知，他记得在前2年的时候，一个复活币炒到了500万。而在王云上查看收获的时候，整个星月帝国，整个大夏的玩家们也都懵了。他们第一的反应，杀神榜是什么玩意？但当打开后，看着榜单上只有51个孤零零名字时，他们知道这个榜单绝对牛皮。紧随着，他们脑海中又浮现一个信息，白小生说的不会是真的吧？有可能是真的啊！嘶！所有人齐齐地吸了一口凉气。星月帝国东风城，不败天听到这个通报，脸色微微一变。杀神榜，这50竟然真的杀了几百个玩家！不败天沉着脸，不过很快微微昂起头。游戏才刚刚开始，我现实中便是职业空手道黑带，转职正式职业后，每升1级能够提升34点属性点。以我现在的属性与技能，那50绝对不是我的对手，一力降十会，哪怕他技巧再强。不同于其他人的反应，正在练级的白小生听到这个通报，兴奋地狂笑了起来。他妈的，这也太爽了！说我是为了流量的流浪狗，只知道胡编乱造。现在这整个星月帝国的通报打你们脸了吧？杀神榜，好，50大佬牛逼！哈哈，有人欢喜，更多的是有人愁，尤其是位于潮湿树林内的玩家们，头皮有些发麻了。真是邻居吃花椒，麻辣隔壁。麻辣！那一个个组队想着狩猎50的玩家们，他们对视一眼，咽了一口唾沫。杀神榜，那白小生说的不会是真的吧？应该是了。4个小时杀200名玩家，这我们要是遇到他，别说能不能拿到200万悬赏了，恐怕小命都不保了。那50绝对是一个变态的存在。几人说着，立马决定换个地方，感觉这里不安全，去蓝幽谷练级。5人立刻朝着后方走去，不过刚走几百名，他们便看到前方一个浑身缠绕着血色光芒的身影站在那里。他双手各持一把染血的匕首，血光将其头发、双眸染得血红，如深渊中的恶魔。周围一具具尸体躺在那里。50，我擦！他们心中一凛，感觉心脏咚咚跳动，额头露出冷汗。这时，他们看到其朝着他们看来，5人忍不住的齐齐后退一步。50大佬，为首的青年连忙开口，声音有些颤：“久仰大名，我们只是路过，别杀我们。”王云上看着几人的反应也顿了顿，又无语的看着自己一身的特效，将杀神勋章拿下来放到背包内，无视5人朝着另外一处走去。看到他离去的5人重重松了一口气，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这就是50吗？这大佬的气场好可怕，我差点吓尿。身上血气缠绕呀，啪啪，他手上可沾着几百条人命啊！快溜！50大佬好，你要打怪吗？我们让给您。5分钟后，潮湿树林的一处，王云上走到一个小队前，5人正围攻着一只魔熊。他们看到王云上后，一个机灵，一人连忙说道，这令他微微皱起眉头，使用死神呼唤锁定了一位刘坤的女粉丝。10分钟后，他来到一个小队前方，是那个50。小队10人，其中的一名刺客立刻认出王云上，惊呼一声。另外9人齐齐地朝着他看过来。王云上目光落在他们中央叫做风吟的女牧师身上，淡淡道：“刘坤的粉丝是吧？”啊，你身材火爆的女牧师有些惊恐地看着王云上，连忙拉着身旁一名战士的手臂：“兵哥，他是50，杀了他，咱们就能够获得200万了。我要杀他！”王云上平静地看着他们，扫过女生周围9人，自顾自继续道：“你们也可以护着他来杀我，成功
你们就能获得200万悬赏。他说着，2把匕首出现在手中，径直朝着风吟走去。兵哥，杀了他，快杀了他！风吟看到王云上靠近，紧张的大声尖叫道。叫做兵哥的战士脸色变了变，周围众人也是神色变幻。您的队长将风吟踢出小队。不过很快，一个声音在众人耳中响起。兵哥甩开风吟的手臂，暗暗咽了一口唾沫，警惕地看着王云上。50大佬，我们无意与您为敌，我们在这里只是练级。杀怪练级。啊！兵哥，你……风吟大惊失色，满脸愤怒地看向他。无趣！王云上径直走到风吟身前，手中的匕首快速划过，留下一具尸体，淡漠地转身离去。这万古大陆可是与现实一样呀，手起刀落，如此利索的直接抹喉。要说这50没在现实中杀过几十个人，我都不相信。但同样是刺客，刚才50大佬仅仅出手抹喉这一个动作，就能够让我学好久。兵哥将刘坤的脑残粉踢出队伍是明智的选择。我刚刚在他眼中看到了失望，他好像有些失望我们没有出手。他有十足的把我将我们全部干掉。这就是杀神榜上唯一的杀神吗？直到王云上的身影消失，剩余9人才敢说话。说话的声音还有些小。第16章，顺手再杀校花。王云上有些失望，他没有想到，当杀神榜开启之后，头顶着2000万悬赏的他，竟然没有人敢杀他。哪怕是他走到一个10人组队的小队前，他猜测应该与白晓生的那个热搜有关。杀神榜的开启，让他从侧面证实了热搜的真实性，这也令那些想要杀他的玩家打了退堂鼓。事实上，王云上不知道的是，在1个小时前，现实中大夏官方给所有玩家又发布了一个提醒，那就是在万古大陆中尽量不要死亡。当10个复活币用完后，将无法登陆万古大陆，是否永久性无法登陆不确定，另外会大病一场。如此情况下，让所有玩家惜命起来。在万古大陆内，他们每天都能够变强，未来说不定能够飞檐走壁，甚至御剑飞行，这才是所有人最大的机缘。若是在万古大陆彻底死亡了，进入不了万古大陆，其他人再一直变强，自己岂不是成为蝼蚁？更不要说还会大病一场。这也是清风镇玩家不敢围杀王云上的主要原因。自己现在只能猎杀刘坤的一些粉丝了，不过这一次收获也不小了。王云上也很快知足，这种猎杀虽然能够收获特殊灵魂，但时间长了也影响他练级。如今等级最高的玩家已经11级了，他才3级。先将神仆的事情处理完，然后好好提升等级。王云上看了一眼自己的特殊灵魂数，408，这是这2天的收获。如若全部用来召唤神仆，可以召唤40个，但若是用来提升自己，则是可以每一个属性增加100点，令他足以媲美10几级玩家的属性。现在神仆已经有8名，再召唤30名、38名，可以了，剩余100点属性提升自身。王云上心中思索，确定了下来，神仆是必须要召唤的，越早召唤，给神仆升级的时间便越久，越能够成为顶级强者。而之所以没有全部用来召唤神仆，一是人少，他更容易训练教导，耽误他的时间也少；二是他记忆中的唯一隐藏职业攻略信息只有30多个。王云上不需要普通的手下，他要那种能够以一敌10万的那种，一个小队能够抵挡几十万的那种。走出潮湿树林，王云上来到低级野怪区，将30名神仆召唤了出来，随后言传身教的带领他们升级杀怪，提升实力。教导了1个小时，疲惫值上限，王云上让他们自己打怪升级，随后退出了游戏。张子浩不在宿舍，应该是去找他女朋友。王云上边吃着泡面，边拿出手机浏览信息。当他看到自己再次登上热搜的时候，无语的摇了摇头。短短几天，他已经登上3次热搜了。这一次热搜依旧是白晓生将自己送上去的。不过他看了看，很多网友虽然震惊他的实力，但更多则是对于他的谩骂，说他是变态杀人魔，是无恶不赦之人。尤其是刘坤的粉丝们，各种脏话与诅咒数不胜数，哪怕是很多路人网友对他的评价也都极差。毕竟刘坤的那个道歉信，让所有网友都认为50就是一个没有人性的残忍恶魔。王云上对于这漫天的谩骂虽不是很在意，但并不代表他会放过刘坤。有死神呼唤这个技能，他会让刘坤知道什么是50已到。今天上午没有感应到他，应该是他故意错过与自己的游戏时间，看来要狙击一下了。王云上冷笑一声，吃完饭后，他直接进入万古大陆训练一众神仆。接下来你们回镇内，按照我说的地方去领取任务，然后自己练级，到达10级后前往我给你们分配的主城，到主城先不要升级，去锻炼你们的技巧，达到我所给你们定的要求后，再去职业中心转职成正式职业。一一的教导了他们5个小时，王云上对他们说着上一世总结的一些经验。是少爷。一众神仆立刻应道。王云上点了点头，看着一众神仆离去，也轻松了起来。接下来
能好好升级了。他说着，踏步朝着乱葬墓的方向走去。乱葬墓，清风镇高等级炼级区。乱葬墓内最低级的野怪也达到了8级，高等级的达到10级。王云上现在虽然是3级，但当108个特殊灵魂吸收后，各属性又增加了26点。现在他的属性：降临者50，王云上。职业：死神，唯一隐藏职业。等级3，55500。血量640，力量68，敏捷75，精神64，体质64。10级玩家的属性也不能够与他相比。咦？当王云上朝着乱葬墓走去的时候，前方2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他目光落在那名弓箭手上，崭新的黑色裤子勾勒出修长的美腿与后翘的身材，至少1.75米的身高令其看起来英姿飒爽。尤其是清冷精致的面容，给人一种想要乱其心扉看他娇羞的欲望。弓箭手新兵如霜。至于另一名女生牧师笑笑，她的长相并不差，甚至一身牧师服令她看起来清纯无比，但在新兵如霜身旁只能是绿叶。这次运气不错，竟然报到了一个弓箭手能用的装备，等我们交了任务，等级就能够提升到6级了。笑笑愉悦地说着，最多明天我们就能够达到。突然间，他的声音戛然而止，身躯颤了颤，双眸中露出惊恐的神色。身旁新兵如霜也注意到了前方的身影，脸色大变，立刻将背后的弓箭握在手中。还真是有缘。王云上走过去，一把匕首出现在他的右手中。怎么又是你？你要做什么？你已经杀了我们2次了。笑笑瞬间被吓哭了，朝着他大声质问道：好像是你们说见我一次杀我一次的吧？王云上平静地看着他，嘲讽地说道：更何况你是刘坤的粉丝。他一边说着，一边朝着他们靠近。笑笑看着靠近的王云上，脸色苍白无比，他咬着嘴唇，鲜血溢出，闭着眼睛大声道：这事与星姐无关，你要杀就杀我吧，不要向他求饶，大不了再死一次。新兵如霜脸色有些发白，不过他拉满弓弦对准王云上，目光冰冷坚毅。虽然他知道自己的攻击对他无用，自己可能会死，但不反抗求饶不是他的性格。2人的话令王云上有些意外，欣赏地看向他们，落在新兵如霜身上。我可以饶你一命。我不需要，我也不会放下朋友逃走。新兵如霜握着弓箭的手有些颤抖，满脸寒霜的依旧锁定他。王云上看着他，精致的面容上害怕中带着一丝的倔强与愤怒，这种表情令他非常喜欢。我很欣赏你。对于任何不背弃朋友的人，他都非常欣赏和尊重。所以当他话音落下，他身形瞬间动了起来。噗噗，秒杀，你们也不会感觉太疼。砰砰，2具尸体倒下。王云上擦了擦匕首上的鲜血。第17章，人的名数的影。星姐，是我害了你。复活点处，笑笑这一次哭得更惨了，3次了，已经是第3次被杀了。好不容易升上的等级，现在又降了1级，最主要的是复活的机会又少了1次。没事。新兵如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紧握着发白的手掌。我们好好提升，总有一天这个仇会报回来。我们先下线休息吧。2人的身影消失。金府一处顶级的别墅内，韩新兵睁开眼睛，手掌一动，一把弓箭出现在手中。他来到别墅的地下室内，一个宽大的空间被打造成一个靶场。砰砰砰，他持弓箭不断地朝着前方射击而去，接连急速的射击100余次，手掌被磨出了鲜血。50，你等着。王云上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一位美女强者记恨于心，不过就算是知道，他也不在意。此刻他站在乱墓葬的前方，看着前方阴森至极的区域，腐朽恶臭的味道从里面传来，里面看起来荒凉无比，是众多玩家不愿来练级的地方。王云上进入里面，带着一丝瘴气的乱墓葬散发着恐怖的气氛。咔咔，砰，脚步踩在枯木上发出破碎的声音，地底下一个枯骨手爪朝着他的右脚抓去。王云上一个闪避，便看到一个浑身带着腐烂血肉，身上魔气缠绕的无头魔尸从地下钻出来。无头魔尸普通8级，血量900-900，力量50，敏捷44，精神20，体质34。注：死去的尸体因魔气复苏，不知疲倦与痛苦。王云上看着这只无头魔尸，双手持匕首，立刻欺身上前。他如今的属性可比这8级的无头魔尸要强太多了。不过王云上在面对这一只无头魔尸时，就不能施展刺客的圆舞曲了。无头魔尸的备注不知疲倦与痛苦，代表着其身体不会因为自己遭受到伤害而进行本能反应。对付这种野怪，最好的方法与技巧是一种对于所有玩家来说的巅峰技——光阴寸击。
所谓的光阴寸击，便是掌控目标接下来时间内的攻击。简单点来说是预判，但这却比预判高出很多很多。这一个技巧考验天赋，考验智慧。上一世，王云上自问在这一个巅峰技巧上还不是最强，他见过一名顶级的弓箭手用这一个技巧，另一个 BOSS 反抗不得。这个世界上天才很多，哪怕是重活一世，王云上依旧没有资格说在座的都是垃圾，最多在座的都是不如我。砰砰砰！依仗着远超无头魔师的属性优势，王云上不需要使用技能，仅仅5-6击便将之击杀。如若有人看到他的击杀，绝对会惊呼，这才是杀怪的艺术。是的，光阴寸击被刺客们称之为艺术，杀戮的艺术。经验加36，金币加2，魔石碎片加1。王云上捡起地上的金币与魔石碎片，魔石碎片可以用来合成魔石，魔石可以镶嵌在武器内。万古大陆可不仅仅是有战斗职业，一些生活职业也非常强大，顶级生活职业玩家地位与待遇可不比顶级玩家低。继续朝着里面走去，这一次王云上连续惊醒沉睡在地底内的5只无头魔师，依仗着远超他们的速度，一一攻击斩杀。经验加200，金币加7，技能书加1。咦，运气不错。王云上看到掉落一本技能书，走过去将之捡起。技能腐蚀，特效攻击附带腐蚀效果，降低目标治疗效果的 10%。要求近战，很普通的技能。王云上立刻将之学习。技能一般，但聊胜于无，还是一个被动，属于大陆货色。但该学还是要学的。继续前进，继续扫荡。当他再次斩杀13只无头魔师的时候，他升到了4级。王云上将刚才斩杀无头魔师获取的普通灵魂吸收增加了8点属性，这提升远不是普通玩家能够比的。去10级野怪区，王云上准备前往最深处。操，快逃，快逃！这他娘的 BOSS 竟然还养狗，这怎么打？这片升级区域太恶心了。当王云上穿梭在9级区域的时候，便看到5人一边骂着，一边朝着他这边逃来。后方10几只野怪冒着血红色的光芒在追击着。王云上看到，眼前一亮。BOSS， 而且还是青铜 BOSS 魔师诺克斯。他认出这只 BOSS， 径直的走过去。前方有人，兄弟，快逃！前方5人也注意到了王云上，立刻大声喝道：“卧槽，那个人是50！”突兀的，一名青年惊呼一声，正在逃亡的5人也注意到王云上的 ID， 心中一凉，连忙停下来。大哥，是那个杀神，我们现在往哪逃？青年慌乱的对一旁中年问道：“我们没有招惹过这位杀神吧？”为首的中年张了张嘴，开口道：“是没有。”青年有些忐忑，发现王云上距离他们越来越近，也不敢再说下去，小心翼翼地看着。王云上看着突然停下来的几人，听到他们的话，看到几人小心翼翼的样子，也是满头。这是真当我是杀人狂魔了？他有些无语，目光落在那青铜 BOSS 以及一众狮犬上。魔师诺克斯，青铜 BOSS 9级，血量2500，2500，力量70，敏捷71，精神30，体质50。备注：狗场主诺克斯死后因魔气复苏，不知疲倦与痛苦，拥有训犬的能力。狮犬普通9级，血量1600，1600，力量52，敏捷47，精神18，体质44。一只青铜 BOSS， 13只狮犬。作为一只青铜 BOSS， 属性不比王云上低太多了。他心神一动，将杀神勋章佩戴上。一瞬间，他浑身血气缭绕，看起来比青铜 BOSS 还要凶残。砰砰，战斗开始。王云上没有使用技能，他的技能也不是很多，冲到一只狮犬前，双笔没入其血腥的双眸中。嗷！狮犬没有感觉到丝毫的痛苦，口中发出狂暴的吼声。呵！魔师诺克斯低吼一声，手中握着一把古刀，踏步朝着他斩来。王云上目光冷静无比，哪怕是周围狮犬喷出的尸气扑面而来，他依旧面不改色。杀戮的艺术。王云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4级面对9级青铜 BOSS， 加上10几只9级野怪，哪怕是他也要小心应对，也是一场硬战。为此，他还将杀神勋章佩戴上。砰砰砰！噗！碰撞与匕首没入狮犬中的声音响起，一只只狮犬在王云上的攻击下，一只只倒地。一旁的位置，5人看着与青铜 BOSS 以及一众狮犬已经战斗在一起的50，目瞪口呆。这哪个才是 BOSS？ 第18章，快速升级。这就是杀神榜第50的实力吗？这也太变态了！大哥您看，他全程都没有使用技能，全部在依仗着自己的技巧在与一众野怪搏杀，这身法与走位，对于匕首的使用，简直就像一名艺术家在挥舞手中的工具制作自己的作品，太潇洒太酷了。清风镇的乱木葬内，
红山集团小队5人满脸震撼地看着前方，那里一名浑身血气缠绕的刺客对付一只青铜 BOSS 与10几只野怪，飘逸的身法与犀利的匕首，宛若一名国际顶级舞蹈家在舞台上展现优美的舞姿。网上有人说50在现实中是一名恐怖的杀手，我看可能性很大。大哥，咱们快走吧。一名青年对着为首的中年再次说道。走？为什么要走？中年目光震惊地看着这一场战斗，这可是学习的大好机会，这个50太强了。不是老大，我担心的是这50杀完 BOSS 之后，顺手把我们也杀了。那名青年解释道。中年皱了皱眉头，他听过一个曾经认为搞笑的句子，这人凶残的可怕，路过的狗都得挨一巴掌。现在他突然这句话有些不好笑了，顺手把他们杀了？应该不会吧？中年不确定地说着，不过为了以防万一，他大声道：“50大佬，如若你需要帮忙喊我们一声，我们就在一旁看看，不会跟您抢怪。先发出友善的信号，这样总不能顺手杀我们吧？”也不怪中年怂，主要是人的名数的瘾。在万古大陆刚出现3天，身上便背了几百条人命，这种狠人他真的拿捏不准。不用，王云上淡淡的回应了一句，专注的杀戮着。面对着这群野怪，连他也要集中100%的精神。即使如此，在刚才的战斗中，他也被狮犬咬到。不过拥有着杀神勋章的吸血功能，他一直满血。上一世自己的技巧与最强者还有一些距离，现在继续磨练。你击杀了狮犬，经验加45，金币加3。你击杀了狮犬，一只狮犬在他的攻击下血量清零。最终，王云上单独面对上青铜 BOSS 诺克斯。轮到你了。王云上笑了笑，下一刻，另一旁5人感觉到头皮更加发麻的操作开始。他们看到，从51对1面对青铜 BOSS 后，那青铜 BOSS 便如呆蠢的木偶一般被轻松的虐杀。过程1分钟不到，你击杀了青铜 BOSS 诺克斯，经验加255，金币加100，青铜魔石加1，装备加1，技能加1。一连串的提示声响起，王云上微微一笑，一一的将之捡起。魔血护甲，黑铁，佩戴要求：力量50，力量不够佩戴减敏捷。效果：血量加300，防御力加20。技能：普通，狮犬召唤。特效：召唤狮犬进行战斗。要求：召唤师。不愧是青铜 BOSS， 出了一个黑铁装备，还算不错。王云上看着收获，非常满意。这种装备至少价值几十万，没办法，谁让万古大陆爆率低？现在一件黑铁装备都能够上装备排行榜了。另外还有一个技能，还算是不错，但对他没用。将周围一众狮犬爆出来的金币捡起，王云上目光扫过一旁观战的5人。50大佬好，您真厉害，能否加个朋友？为首的中年注意到他的目光，连忙笑着问道。不用，有缘再见。王云上对他们印象还不错，转身朝着前方继续深入。有缘再见，这50大佬挺好说话的。几名青年听到他的话，错愕地说道。中年也是遗憾地摇了摇头，不过怎么感觉不对？被拒绝了，还感觉对方挺好说话的。5名路人甲被王云上转头忘掉，他心情不错的开始继续练级。现如今已经有不少人出了新手村，等级排行榜第1名的已经达到12级了，他也要加快速度了。不过没过多久，疲惫值上限。退出万古大陆，王云上继续泡起了泡面。云上，我马上10级了，预计明天就能够出新手村了。没过多久，张子浩从外面赶来，满脸兴奋地说道：我们学校群内经过大家的讨论，决定前往南沙海城。云上你呢？几级了？我现在6级了。王云上胡编了一下，再过2天我应该能出新手村了，到时候也去南沙海城。云上，你这升级速度太慢了，这可不行。不过没关系，等你到了南沙海城，哥带你。2人平时都以名字相称，现在张子浩觉得自己可以升到鸽子辈了。王云上对于他的好意也是心中一暖，心神一动，我在清风镇认识一个朋友，他告诉我在南沙海城有一个隐藏的任务，你可以去试试。隐藏任务？卧槽，真的假的？张子浩瞬间瞪大眼睛，抓起他的手，哥，什么任务？应该是真的。王云上笑了笑，他脑海中关于南沙海城的隐藏任务有很多隐藏任务他也没有兴趣，也可以说是看不上。他将艾兰克一家队的任务告诉了张子浩，并说了一下过这个任务的技巧。好兄弟，我到了南沙海城后去看看。张子浩听完，兴奋地说道。王云上与他闲聊了几句，拿起手机浏览起一些信息。网络上关于他的事情，关于他开启杀神榜，依旧处于热搜上。这个榜单被他开启后，令他的名声更加不好了。众多网友猜测50在现实中一定是个变态杀人魔。刘坤的那一众粉丝对于他的谩骂更加恶毒。好像再过不久，万古大陆论坛就会出现了，到时候在论坛中会显示万古大陆内的名称，
也就是10名。王云上心中想着，到时候这个论坛将代替各大网络平台，而有人骂自己，自己可以得知他在万古大陆内的名称，到时候他可以顺着网线去杀人。呵呵，心中想着，王云上关闭手机，开始休息。凌晨1点钟，他准时醒来。刘坤，这个时候你应该在线吧？第19章新手村最难任务。万古大陆清风镇落花谷。落花谷是5到8级新手玩家练级的圣地，里面有各种花妖，相较于阴森可怖的魔化野怪，这里深受众多女玩家喜爱。此时2只7级野怪前，刘坤与5名玩家正在练级。今天刘坤的心情极差，自己对于那50的悬赏非但没有将其击杀，反而令他开启了那杀神榜，获得巨大的奖励。另外50的恐怖也彻底的出乎了他的预料，50比他想象中的要强大很多。先隐忍一下，等自己等级高了，人多了再去宰了那50。不过刘坤对于自己依旧非常自信，他相信等自己等级高了，等出了新手村，到时候自己振臂一挥，在几十万几百万乃至更多粉丝的拥护下，杀50就简单多了。你遭受到降临者50的袭击，你已经被50击杀。就在他心中幻想的时候，突然间他感觉脖梗上一痛，游戏的提示声响起，他瞪大着瞳孔，带着不甘与愤怒的倒下。你团灭了流光小队。不到2分钟，王云上擦了擦匕首上的鲜血，捡起地上的金币，直接下线。浪费了40多分钟。看了一下时间，王云上继续睡了起来。一觉醒来已经8点钟，张子浩已经进入游戏干了起来。王云上吃了顿早餐，也进入游戏。从落花谷来到乱木藏花费半个小时后，他投入到了练级中。以他如今的属性与实力，杀起9级10级怪轻轻松松。一上午的时间，他将等级提升到8级。吃完午饭，他继续干了起来。4个小时后，当他击杀一只10级的普通 BOSS 后，王云上的等级也来到了10级，可以出新手村了。等级达到10级后，继续杀怪也不能够获得经验了，需要前往主城的职业者大殿内去转职。如若王云上没有获得唯一隐藏职业死神的话，那么他现在职业属于见习刺客。他需要前往主城的职业者大殿进行考核，去掉见习2个字，转职成为真正的刺客。转职后，他能够获得技能，以及在之后每提升1级4维属性，从之前的+3点增加到+6点，并且有10个自由属性点。不过在此之前，王云上要去做一个任务，一个上一世被公认的最难任务。上一世5年来，没有一个玩家完成过这个任务，所以任务的奖励是什么，也无人得知。但依照万古大陆的惯例，这个奖励绝对非常丰厚。王云上回到镇内，朝着镇中心赶去。当他到来的时候，发现位于镇中心的镇长府邸聚集了大量的玩家。操，这是什么破任务？根本过不去，这不是玩人的吗？我在里面仅仅撑了5秒，便被那2个傀儡打出来了，这根本不是人能够过的任务。3个青铜级别的10级 BOSS， 尼玛，普通的10级 BOSS 我都打不过，更不要说3个青铜 BOSS 了，离谱，太离谱了。刚刚靠近，王云上便听到一众玩家无语的埋怨声，聚集在周围的全部都是10级玩家。王云上看着镇长府的入口，径直走过去。关于镇长府的任务，玩家达到10级之后都可以过前来领取。任务名称很简单，过程也很简单，叫做强者考核。你看那个人是不是50大佬？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惊呼，王云上没有理会，踏入镇长府内。嗡！眼前的画面一转，他出现在一个小院内，前方的位置3个傀儡站在那里。傀儡战士青铜 BOSS 10级，血量3500，3500，力量88，敏捷82，精神40，体质80。3个青铜级别的10级 BOSS 确实非常的离谱。上一世王云上知道这个任务，他看都未看，根本打不了。所有人都觉得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在耍他们。不过王云上扫了一眼自己的4维属性，淡淡一笑。降临者50，王云上，职业死神，唯一隐藏职业，等级10，06000，血量1140，力量124，敏捷131，精神114，体质114。这就是新手村最难任务吗？仅仅在4维属性上，王云上这属性便远超10级青铜 BOSS， 强的离谱。这么说吧，一个15级的刺客在敏捷上也就130多，能比他高一些，但是在体质和精神上，15级刺客也就70点，比他少太多太多。至于10级的玩家，更是无法与王云上比。也不知道你们除魔司怎么想的，竟然在每个新手村都设置如此艰难的任务，堪比职业转职噩梦级别的考核了，这根本不是这些降临者能够完成的。与此同时，镇长府邸后院的一个小湖泊前，2名老者悠闲地坐在官帽椅上，手持鱼竿，
其中一名圆脸老者甩起鱼竿，摇着头道：“哼，没想着他们能够通过考核，这群降临者的资质太差了。”另一名白胡子老者微笑着继续道：“只是单纯的给降临者上强度，毕竟日后的魔灾还要靠他们呢。”魔灾？说到魔灾，圆脸老者神色沉了下来，是要靠降临者。根据我观察，这群降临者虽然战斗技巧几乎于无，但学习能力很强，进步很快。如若他们在新手村磨练1-2年，说不定能够击败2个傀儡。另一个老者认同的点了点头，看到鱼漂沉浮，立刻甩起鱼竿，钩中一条大鱼。他露出微笑：“2位老人家，我已经击败了3个傀儡，请问去哪里领取奖励？”就在这时，一个声音突然在他们身后，令中鱼的老者手臂一僵，鱼用力挣扎，脱钩逃走。圆脸老者也是目瞪口呆的转头看去，他本以为过来的是自己手下，结果是降临者。自己部的3个傀儡真被一个降临者杀了。奖励？啊！圆脸老者，也就是清风镇镇长，懵逼的看向身旁的老者，他没有准备奖励啊，示意一旁老者。所谓镇长府邸的这个任务，单纯是除魔司这边让他发布给降临者们上强度的，根本没想着有降临者能够通过。起身准备溜鱼的老者也僵住，人老了，容我想想，给什么奖励？第20章，能给我上强度吗？镇长府邸后院处，王云上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2名老者。根据上一世的经验，万古大陆并不是所谓的游戏，在这里也没有 NPC 一说。万古大陆的人类拥有自己的思想，在上一世，甚至有玩家跟万古大陆内的人结婚生子。在这里，如若能够获取一个万古大陆土著的好感，甚至能够获得意外的收获。眼前2名老者中，起身手持鱼竿的老者身上隐隐传来可怕的压迫感。王云上知道这名老者不简单，有些可怕。不过这2名老者的神色有些诡异。你真击败了3个青铜 BOSS 傀儡？圆脸镇长明知故问，纯属有些不可思议，但很快也不再纠结，仔细打量起王云上。50，开启杀神榜的50。是的，前辈。王云上看不到2名老者的信息，他谦逊的回答：3个10级青铜 BOSS 傀儡是很厉害，他用了2分钟才将之击杀，确实是个天才。另一位老者打量起王云上，一会儿皱眉一会儿疑惑，继续道：“你既然通过了我们除魔司的考验，自然有奖励。”他说着，一个令牌与一个奇怪的圆盘飞到王云上手中。王云上接过来，看到上面的信息后，脸上露出惊喜之色。除魔位勋章已绑定，特效：1. 持此勋章，地位与星月帝国男爵等同，享有男爵特权。2. 持此勋章，可在除魔司接取任务。魔化武器，除魔位专属武器，普通，可成长。特效：1. 坚不可摧，可在史诗级装备的攻击下不破碎。2. 对魔化生物伤害正 5%。3. 魔变，可改变武器形态。4. 噬魔，吸收魔血与魔石，可成长至史诗级。技能：1. 魔影，幻化出一个魔影分身，拥有自身 80% 的属性，攻击与自身同步，魔影分身无法移动。除魔位，王云上心中火热，这可是上一世无数玩家梦寐以求的身份。成为除魔位的好处太多太多了。简单的说，成为除魔位更容易接到任务，别人千辛万苦想要获取的隐藏任务，依仗着除魔位的身份，很容易在万古大陆土著那里获得，更不要说还可以在除魔司接任务，那里的任务奖励异常丰厚。第二，身份等同星月帝国男爵，在星月帝国各大商铺消费，享受95折优惠。成为除魔位的隐形好处很多，但想要成为除魔位也非常艰难。上一世他记得，成为除魔位的玩家不超过100个，无一能成为除魔位的全部都是顶级强者。14亿人不超过100个，概率低到发指。现在自己刚10级就获得了。至于魔化武器，除魔位的专属武器，可成长型武器，珍贵不言而喻。那一个对魔化生物伤害正 5%， 就能令无数玩家眼馋。这相当于练级速度加 5% 了，升级之后的魔化武器还会提升。多谢前辈。王云上压抑住心中的惊喜，感谢一句，随即心中一动，不知道2位前辈是否还有其他任务，刚才的任务太过简单了。圆脸镇长一愣，刚才任务太过简单，现在的降临者这么狂的吗？呵呵，50，我这里的任务有很多，但你的等级太低了，不合适。除魔司的老者笑呵呵地说道，只要是清风镇这里的任务，我都有信心完成。王云上自信地回答道，我希望2位前辈能给我上强度。上强度？这话怎么这么熟呀？降临者，你可不要小瞧了万古大陆，小瞧了外面的妖魔。既然你想要上强度，我给你一个任务。除魔司老者心中有些不自在，开口道，除魔司长老向你发布除魔任务，剿灭清风山魔道，任务奖励未知，是否接受？
希望你能够完成这个任务。除魔司眯着眼，人如老狐狸。接受。王云上心中一喜，万古大陆有的任务是要靠自己争取的，他立刻感谢，多谢长老。除魔司长老，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其身份地位等同于星月帝国公爵，绝对的顶级强者。去吧，如若完成不了也没事。除魔司长老对他挥了挥手，也怕他遭受到打击，说了一句。下一刻，王云上只感觉天地旋转，身形消失。呵呵，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小心眼，这强度。圆脸镇长看着这一幕，无语的摇头。这个叫50的降临者有些奇怪啊，他的力量、敏捷、精神与体质都强得离谱，比15级的职业者还要高很多。另外，他体内隐隐有一股特殊的力量，我竟然看不透。我也看不透。除魔司长老沉思道。什么？连你都看不透？这怎么可能？圆脸镇长满脸惊讶。你说这个降临者是在咱们这里获得的机缘，还是在他原本的世界？除魔司长老不解地摇了摇头。圆脸镇长看着他继续道，那你觉得魔道的任务他有几率完成吗？有呀，这小子有些实力的，至少有1%几率完成。哈哈。除魔司长老说着，忍不住的大笑了起来。哎，不讲武德就知道欺负年轻人。这是。与此同时，重峦叠嶂的群山前，王云上看着前方的一座座山峰，眉头紧锁。当他想到这里的位置后，脸色逐渐黑了起来。如若他没有猜错的话，这里是从清风镇前往最近一个主城的道路上。这里距离清风镇，他赶回去至少需要5-6个小时的时间。而玩家们除了用传送阵离开新手村外，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走路前往最近的主城。但这时间嘛，至少需要半个月，还得保证中途不死。算了，毕竟是这个任务是新手村最难任务的进阶任务。王云上看了一下任务资料，对任务奖励也期待了起来。他目光扫视着周围，在万古大陆，奖励越高的任务难度越高，一些隐藏任务甚至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完成。更多的高难度任务都需要大量人协助。击杀魔道，首先要确定魔道的位置。王云上心中暗道，他来到山峰的阴暗面，身影消失。第21章15级黄金 BOSS。 这里有活动的痕迹。拥有着丰富经验的王云上很快在一座山峰脚下寻找到魔道残留下来的踪迹。他顺着痕迹翻越2座山峰，看到前方有居住的迹象，空气中还弥漫着淡淡的血腥味。王云上寻找一番，看到一个山洞，找到了。哈哈，运气真好。此刻他忍不住的大笑了出来。王云上笑，并不是因为他快速找到魔道的老巢，而是他此刻所在的位置，山峰的阴影面。在这里战斗完全是他的主战场，敏捷翻倍啊。在这里就是来一个20级的野怪，他也敢杀。嘎嘎。就在王云上兴奋的时候，一声乌鸦的怪叫声突然传来。他连忙抬起头看到，发现位于魔道洞口前的一棵树木上，一只半米大小的乌鸦冰冷地注视着他。乌鸦黑红色的瞳孔显然拥有看透隐身的能力。王云上心中一凛，黑死鸦者白银 BOSS 13级。除了看到黑死鸦者的等级外，其他的阶都看不到。白银 BOSS 10级以上，拥有技能。嗡！这时，在他的死神之眸的视线中，魔道洞口内一个身高2米人类的身影走出。他拥有着与人类完全相同的肢体，唯一不同的是，他的嘴巴完全的裂开到耳朵的位置，那满口的锋利牙齿带着一丝丝的碎肉与血迹。同样处于隐身中的他，神色阴森至极，看起来可不瘆人。黑口魔道黄金 BOSS 15级。当王云上看到黄金 BOSS 的时候，微微一愣。卧槽，15级的黄金 BOSS， 这简直离谱。15级的黄金 BOSS 属性，按照上一世的经验，哪怕是20级的完整5人小队也很难将之击杀。15级的玩家面对这种级别的 BOSS， 没有几千人，别想杀他，就是几千人围攻，也要死个上百人。那黑口魔道显然也看穿了王云上的隐身，正在朝着他快速靠近。王云上装作没有看到他，盯上黑死鸦者，朝着他靠近。哈哈，10级的蝼蚁，你难道是知道本寨王已经饿坏了吗？令他无语的是，那黑口魔道靠近他10米后，可能是看出他等级只有10级，不再隐身，直接现身，兴奋的吼道，口水从他狰狞可怖的牙缝中流出。找死！王云上也不再伪装，立刻将杀神勋章、除魔卫勋章佩戴上，同时魔化武器化为匕首，握在右手，熊爪匕首握在左手上。死吧！黑口魔道伸出1米多长的手臂，上面魔气瞬间缭绕，朝着他抓来。王云上感应着他的速度，轻松一个闪避躲开，同时双匕首落在他的脖颈上。砰砰！负380，负311，两个伤害出现，同时黑口魔道的血量也出现。49309，50000，5万的血量。王云上没有太多的意外，
不过当他看到黑口魔道身躯一震，血量直接加400后，脸色一沉，这还是在他腐蚀技能削弱10%的情况下，是一个恢复类型的战士魔怪。王云上目光一凝，打起100%的精神。15级的黄金 BOSS， 哪怕是他属性超越15级玩家，血厚、防御高、精神力高，能打持久战，也不敢越5级挑战。这种级别的 BOSS 拥有各种极其强大的技能，他自己的技能并不多。以他的属性，在这黄金 BOSS 面前撑不了1分钟，毕竟这可是能正面硬抗几千名玩家的存在。王云上有信心暗杀几千名玩家，但他可没信心与几千名玩家刚正面。但现在他处于阴影中，一切就都不一样了。15级黄金 BOSS， 步步高点毒击罢了。刺客的圆舞曲，王云上以恐怖的速度开始接管黑口魔道的身躯。负440，负250，加400，负470，负377。短短的20秒钟，足足27次的连击，哪怕是他拥有着极强的恢复力，依旧打断了他5000血量。好，跳蚤一般的蝼蚁，去死！黑口魔道看到自己竟然处于挨打的状态下，狂怒地张开裂口大嘴，一股魔气朝着王云上体内钻去。王云上瞬间感觉自己动作变缓，杀气豁免。王云上心中一凛，立刻动用杀神勋章的技能，解除身上的控制，继续连击。给我死！死死死！黑口魔道狂暴的手臂一挥，手臂上竟然一根根骨刺穿透而出，密密麻麻1米长的骨刺朝着周围激射而去，范围攻击完全覆盖周围10米。王云上看到这一招，脸色微变，一个闪烁，闪烁距离精神力 X 0.1米。现如今他的精神力达到114，也就是能够闪烁11米，惊险的躲避这一招。嗖，前行！王云上没有保留技能，快速的朝着黑口魔道袭来。依仗着远超黑口魔道的速度，王云上再次轻松在其身上划出20道伤口。嘎嘎！就在这时，位于一旁树上的黑死鸦者展翅朝着他袭击而来，口中喷出魔焰，笼罩方圆5米。又是范围攻击技能。王云上皱起眉头，缺少技能的他只能硬扛。砰砰砰！负300，灼热感传来。不过硬抗黑死鸦者攻击的他，血量连1/10都没有掉，杀神勋章的杀气附体替他挡下的大部分的攻击。无视黑死鸦者，王云上接连在黑口魔道上划出3刀，杀神勋章的30%吸血，令他血量恢复。魔影，魔化武器主动技能，背刺。接连2个技能，一个虚影出现在黑口魔道一侧，虚影同样使出背刺技能。负800，负640，2个伤害打出。卑鄙的人类，你竟然用道具改变自己的等级！黑口魔道这时有些惊怒，觉得自己被欺骗。他张开恐怖的裂口，那锋利的牙齿一个个流着鲜血，缓缓从口中脱落飞出，朝着他激射而来。王云上身形一动，立刻躲避，却发现那锋利血腥的利齿竟然完全锁定他。锁定技能，王云上目光一凝，瞳孔深邃黝黑，一个死神的虚影浮现。灵魂恐吓，黑口魔道身躯一僵，锁定技能也被打断。王云上利用这一瞬间，匕首疯狂地刺入他可怖的口中，一个个高昂的伤害出现。嘎嘎嘎，嘎嘎嘎！身后的黑死鸦者护主疯狂地攻击王云上，但王云上完全无视。黑死鸦者的攻击每一击都减少他1/12的血量，但他顷刻间便从黑口魔道身上吸了回来。黑口魔道的血量在疯狂降低，这一幕如若被除魔司长老看到，一定会震惊地吐出他新学到的口头语：王德发。第22章除魔史诗级戒指。噗！负574，你击杀了黄金 BOSS 黑口魔道，复活币+5，黑口魔道的牙齿+1，任务物品。王云上的匕首落在黑口魔道的瞳孔中，清零了他生命值。嘎嘎！天空中一直攻击他的黑死鸦者直接从天空中掉落下来，主人死后，他也直接死亡。复活币+1。看着死亡的黄金 BOSS 与白银 BOSS 只爆出6个复活币，王云上脸色一黑。对于这种情况，他也没有太多意外。有些任务 BOSS 是不爆装备的，需要前去领取奖励。毕竟将你送到一个 BOSS 前让你打 ，BOSS 又爆装备，你回去又能够获得奖励，哪有这么好的事情？不过，在万古大陆有一个固定的规律，那就是白银以及白银以上的 BOSS 必掉落复活币。6个复活币，非常不错。黄金 BOSS 还是太难杀了，自己在阴影中与其战斗还用了8分钟。王云上摇了摇头，如若不是在山背面的阴影中，他想要将其击杀有些困难。疲惫值到了，经历了一场大战，他感觉到身体非常饥饿，直接退了游戏。如若一直处于高强度的战斗状态下，疲惫值会掉得很快。王云上吃完午饭，休息了一会儿后再次进入，接下来便是他赶路的时间了。这老头
也不知道送自己一个回城道具。王云上吐槽着，寻找阴影的地方，加快赶路时间。即使如此，5个小时后他才回到镇内。在清风镇的玩家已经少了很多，现如今大部分玩家都已经达到10级。他来到镇长府邸前，发现这里玩家依旧聚集很多。进入里面，令他无语的是，他还需要打一遍2个青铜傀儡。轻松解决后，王云上第2次来到镇长府邸的后院，一靠近便闻到一股股诱人的香味。视线中，2个老头正在吃着烧烤。2人第一时间感应到他的到来。除魔司长老拿着一串烤肉，笑眯眯地看向他，呵呵，50，怎么样？年轻人不要好高骛远，也不要灰心，魔物能够肆虐大陆，本就非常人能敌。你一个刚刚到来的降临者，能够做到如今这一步，已经不错了。王云上听到他的话有些疑惑，微微一笑，拿出黑口魔道的牙齿。2位前辈，幸不辱命。什么？吃着烤肉的除魔司长老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看着黑口魔道的牙齿，手中的烤肉一抖，直接掉落在地上。一旁的圆脸镇长也是目瞪口呆。15级的黄金 BOSS 确实难杀，我也是用了9牛2虎之力9死1生下才艰难将之斩杀，为此还消耗大量一次性道具。王云上高情商地说着，抿了抿嘴，这个长老奖励能否丰厚一些？奖励？除魔司长老头一懵，紧随着又打量起王云上，没有缺胳膊少腿，精神焕发，完全不像9死1生的样子。不对，奖励自己根本没有准备奖励啊。王云上看到他这样，也算是看出来了，这丫的根本没想到自己能够完成任务。这老登，他忍不住道：“长老，您不会没有准备奖励吧？”怎么可能？除魔司长老老脸微红，立刻拿出一把匕首，我这里有一把暗金级别的武器，等你职业3转后，应该就能够使用了。王云上懵逼的看着他，不确定的问道：“长老，我现在用不了吗？”除魔司长老老脸也是挂不住，算了，我确实没想到你小子竟然能够完成任务，破例给你这2样东西，滚蛋吧。他说着，满脸心疼的丢给王云上2件物品后，手臂一挥，直接将他送走。亏了，降临者中怎么会有如此妖孽存在？这不科学啊！除魔司长老站在烧烤架前，脸色变幻的口中喃喃：“老同学，不科学什么意思？”一旁的圆脸镇长听到他的话也有些懵。不科学就是不科学。除魔司长老心情不爽的回答，目光遥望着右前方，瞳孔中浮现王云上的身影，口中喃喃：“降临者说不定真能够拯救万古大陆。”他缓缓露出微笑，但下一秒笑容戛然而止，因为他听到有人骂自己。这老壁灯是真没想着给自己奖励啊，不会拿2件破烂打发自己吧？清风镇中心，王云上骂骂咧咧地看着手中的2件物品，当看到上面的属性后，身躯顿住。除魔使勋章已绑定，特效：1、持此勋章，地位与星月帝国子爵等同，享有子爵特权。2、持此勋章，可在除魔司接取任务。3、持此勋章，可在主城内拥有杀人权，仅限于对降临者，且1周仅限1次。4、可在星月帝国一主城内免费领取子爵府邸。这除魔使等同于星月帝国子爵，上一世第4年才有人得此爵位啊！当时获得子爵爵位的还是一名生活玩家。王云上满脸惊喜，高级的身份地位在星月帝国能获得的隐形好处太多了。至于另一个奖励，更是令他呼吸一滞。平凡戒指史诗已绑定，特效：1、内含1000平米空间。2、佩戴此戒指可遮掩自身装备与信息，令自身等级与装备不登上排行榜。技能：1、传送，可建立一个空间坐标，只要在星月帝国范围内便可瞬移到此坐标。2、复活，死亡后立刻复活，复活地点可选建立的空间坐标处，冷却时间1周。备注：1、除魔司长老空间贤者奥烈以珍贵材料融入自身顶级空间魔法，邀请星月帝国第1锻造师为自己儿子铸造。备注：2、木秀于临魔必摧之，儿子要低调。好离谱的戒指，附带复活技能，离谱。不过这备注是怎么回事？低调？我作为玩家自然要装逼，自己等级与装备不上排行，自己怎么装逼？也不对，如若我日后等级到第1了，有人在我面前装逼，说自己等级比我高，我当场就摘掉戒指，到时候直接登顶，这岂不更装逼？然后再戴上戒指，立刻下排行榜，其他玩家也绝对更懵逼。他突然想到一个画面，我进来了，我又出去了，来打我呀！第23章职业考核，这一次的收获还真大。大夏顶级学府男生宿舍内，疲惫值上限的王云上坐在书桌前，手掌一动，手中的书本消失不见。一直以来，万古大陆的装备武器都可以带回现实，但现实中的东西
却带回不了万古大陆。这主要是因为玩家们没有空间戒指。空间戒指不同于新手背包，空间戒指可以装现实中的物品，但空间戒指非常珍贵。王云上记得上一世爆出空间戒指的时候，玩家们已经30级了，而且大部分空间戒指的空间也非常小。在空间戒指泛滥之后，便有很多现实中的物品被带到万古大陆，例如自行车、现实中的一些玩具、礼物，甚至还诞生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商会——义务商会。义务商会将大夏的物品带到万古大陆，卖给万古大陆的土著，成为了响彻星月帝国的顶级商会。王云上甚至记得有人将现实中的枪械带了进来，结果遗憾的是，可能是天地规则不同，火药在这里不能爆炸。机械式、电子式的东西可以带进来使用，但涉及到能量式的物品，带到万古大陆就会失效。事实上，等玩家到了20级之后，已经可以完全无视现实中子弹等一些枪械，甚至到了30、40级，就拿一名弓箭手来说，弓箭手的箭矢已经比所谓的穿甲炮弹要厉害了，一箭一个坦克都没有问题。自己现在穷的一笔，倒是可以利用空间戒指在万古大陆内赚钱。金钱这东西，无论是在万古大陆还是在现实中都非常有用。毫不夸张地说，只要你有足够的金币，甚至可以从一些万古大陆土著手中购买隐藏任务、购买隐藏职业的信息。若是发展工会这种，那更是离不开金钱。大哥，来，学校食堂开门了，我给你买了饭菜。张子浩这时走了进来，略显殷勤地拎着好几份菜，笑着说道：“王云上看向他，疑惑地问道：“你这是有什么喜事吗？沾了大哥你的光呀？”张子浩坐下来，将饭菜打开，递给他一个筷子：“我听了你的话，接到了一个艾兰克一家的任务，今天刚刚完成任务，奖励的竟然是2件青铜武器和一个职业技能，哈哈！现在我这2个青铜武器已经登上武器排行榜了，我女朋友还有学校的同学知道，羡慕的不得了，哈哈！有一个富二代竟然想要出钱80万买我2把武器，我没有卖，这一切还得多亏了我亲爱的云上大哥。”张子浩本就是一个话痨，非常的健谈，满脸兴奋与喋喋不休地说着。王云上笑了笑，艾兰克一家这个任务算是非常不错的任务了，任务不是很难，适合新手，奖励还非常丰厚。对了，云上，你现在多少级了？什么时候出新手村来南沙海城？我带你。张子浩略微意气风发地说道：“明天就能出去了，我就不让你带了。”王云上摇了摇头：“那怎么能行？作为兄弟，我必须要带你，更何况你还告诉我这么一个好任务，我说你啊，别不好意思。”看着在那里说的涂沫都快喷出来的张子浩，王云上连忙用手捂住前方的饭菜，无语的应道：“行，哈哈，兄弟放心，以后我罩着你，我还打到了一件刺客用的黑铁装备呢，到时候送给你。”王云上笑了笑，没有说什么，等见面了就知道是谁罩着谁了。与张子浩胡扯了一会儿，王云上便浏览起网上的一些信息，同时规划接下来的升级道路，思索着南沙海城初期的几个唯一隐藏任务。5个小时过去，凌晨，王云上睁开眼睛，准备在离开清风镇前再杀一次刘坤。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其竟然没有上线，这是彻底不敢上线了。他有些无语，直接退出进入睡眠。以后机会还多的是，他记得刘坤前往的也是星月帝国南沙海城。翌日清晨，王云上吃完张子浩给他带来的早餐，便踏入了游戏中。新手村传送阵前，王云上看着38名神仆，交代了他们详细的事宜后，离开了清风镇。去了南沙海城了吗？希望你小子真的能够给万古大陆带来希望。镇长府邸的后院内，除摩斯奥列长老通过空间魔法，目光闪烁地看着，口中喃喃：“欢迎降临者来到南沙海城，请降临者转职正式职业，开启你的除魔之旅。”眼前的画面一转，王云上出现在一个庞大无比的传送广场内，正前方的位置，一个高达几百米、占地几千平米、气势恢宏的人形雕塑直插云霄。人形雕塑的面部是一片空白，没有具体面相。天道，王云上看着这个雕像，口中喃喃。在上一世，在他们玩家以及万古大陆土著那里都有一个留言：恶魔入侵万古大陆，天道意志维护子民，召唤降临者守护大陆。当然，这个留言仅仅是留言，无从证实。王云上朝着人像两侧的职业者大殿走去。玩家达到10级，从见习职业成为正式职业，需要进行考核。10级的职业转职非常简单。我现在职业是死神，没有所谓的见习，不知道也能否转职。王云上有些不确定，他自身这种情况，他还是第一次碰到过，上一世也没听说过。10级之前便获得隐藏职业的，他第一个。进入到职业大殿内，里面玩家密密麻麻。星月帝国有40个主城，但大夏玩家可是有10几亿，这也令每一个主城的人数都达到几千万。好在的是，职业大殿内含空间法术，王云上直接来到一个圆球前，将手掌放在上面。
降临者50等级达到10级，满足职业晋级条件，检测降临者为特殊职业，请降临者选择与自身职业偏向的主职业进行考核，考核成功后将提升职业技能，获得新技能。注：选择的考核难度越高，获得职业奖励越丰富。看到这个信息，他松了一口气，跟上一世隐藏职业的考核方法一样。考核吗？他笑了笑。第24章，地狱级考核，惊人奖励。每一次的转职都有一个考核，考核又分为5个难度：简单、普通、困难、噩梦、地狱。选择每一个难度转职所获的奖励不同。据王云上所知，以简单的方式转职，只能够获得1个职业技能，普通能够获得2个，困难能够获得3个，其中1个还是稀有技能。至于噩梦，则是能够获得1个绝杀技、1个稀有技能、1个普通技能。地狱级别的他不知道，因为上一世他转职的时候，仅仅通过了困难级别，噩梦级别都没有通过。上一世他10级的转职，通过了普通的考核。选择地狱难度，王云上没有犹豫，对于地狱级别的考核，他有100%的信心。嗡！眼前的画面一转，王云上发现自己进入到一个1000米的空间内，在他前方100米处，一个手持匕首的刺客站在那里。刺客，黄金 BOSS 10级，血量10000，力量80，敏捷90，精神60，体质60。装备：刺客青铜套装。技能：背刺、前行、割喉、闪烁、引流3连。这是地狱难度的考核，只要击败目标，便代表着考核成功。10级职业考核，简单是对付一只同级别同职业的傀儡。这个傀儡没有技能，只要不脑子有问题，就很容易击败。普通难度提升1点，傀儡拥有3个技能。困难就真的难了，对应 BOSS， 噩梦对应青铜 BOSS。地狱难度竟然直接跳过了白银 BOSS， 不愧是地狱级别。王云上看到微微感叹，还穿着一身青铜套装，不过也就那样。未等他感叹完，前方的黄金刺客消失，已经朝着他袭击而来。他笑了笑，死神之眸开启，看破他的隐身技能。砰砰，战斗很快开始，也很快结束。15级的黄金 BOSS 都杀了，更何况一个10级的。虽然这一场战斗不是在阴影中，你通过了地狱级难度考核，恭喜降临者转职成功，检测到降临者为特殊职业，奖励天道技能 10x1， 绝杀技 x1， 稀有技能 x2。 不愧是地狱难度的奖励。王云上眼中露出火热之色。稀有技能足够2个，而且还有一个天道技能石。所谓的天道技能石，可以将自身一个技能通过天道技能石进阶为适合自身职业的技能。天道技能石对于普通职业玩家来说，可以将自身一个普通技能晋级为稀有技能。对于隐藏职业者来说更加重要。隐藏职业者想要获得专属职业技能非常困难，甚至只有通过天道技能石才能够获得。而天道技能石的珍贵程度超过一件暗金武器。王云上拿出天道技能石，没有丝毫犹豫，提升自己的前行技能。对于一名刺客类玩家来说，隐身永远是最重要的。但随着其他玩家等级的提升，很多反隐的技能也多了起来。射手的鹰眼、法师的照明、牧师的光照等等，都能够破前行技能。但王云上只要将这个技能提升，普通的反隐手段将破不掉他的隐身。你使用了天道技能时，你的前行技能转化为专属职业技能，无10秒，且无视任何攻击。主动攻击后将现身，冷却1分钟。当王云上看到这个技能的时候，瞳孔一缩。简单到一个令人发指的介绍，但这技能效果简直变态。无10秒钟且无视攻击，这代表着他只要使用此技能，破隐技能对他无效，因为他不是隐身，是无。至于那无视攻击，这代表着无敌啊！不愧是死神的专属技能。他心中激动，打开另外3个技能。绝杀技死神连击。死神连击快速对目标造成 80%、100% 以及 120% 的必中伤害，继续连击击中目标后将打出前一击伤害的 120%。冷却60秒。稀有技眩晕命运脱身。眩晕击中目标头部造成 150% 伤害的同时，对目标造成1秒眩晕效果。冷却60秒。命运脱身解除任何负面效果。冷却60秒。好，看着这几个技能，握了握拳。技能的等级分为普通技能、稀有技能、绝杀技以及竞技技能。这绝杀技死神连击有些像刺客圆舞曲，不断对目标进行连接，第2击的伤害比上一击高出 20%。这要是连个10几击，最后的伤害能够达到第1击的4-5倍。也就是如若王云上的全力一击对目标造成1000伤害，那么当15连击之后，能够对目标一击造成4000的伤害，再加上这中间的伤害积累，这个技能在最顶级的刺客手中堪比魔法师们的禁咒了。另外2个稀有技能，一个控制一个解控技能，
对于刺客来说珍惜至极。现在再让我碰到那15级的黄金 BOSS， 哪怕是不在阴影中，我也能够将之宰了。王云上目光闪烁，丁，星月帝国通报，恭喜降临者天下无双第一个完成困难级转职任务，奖励稀有技能 X1， 普通技能 X2。就在这时，一个通报突然在他耳边响起，令王云上懵了。王德发完成了困难级转职任务，就全帝国通报，怎么自己地狱级别的没有通报？操，不会是平凡空间戒指给屏蔽了吧？老子这么好的装逼机会！王云上皱起眉头，他摘掉戒指，等待了一下，发现没有通报后，脸色一黑。算了，奖励不少就行了。他无语的摇了摇头，这戒指还是要戴的，不说其附带的技能，这戒指还能够遮掩杀神勋章附带的血气缭绕。对于隐于黑暗中的刺客来说，这戒指确实很实用，毕竟让别人看不透你，才更能掌握主动权。哈哈，3天了，3天了，你们知道这3天老子是怎么过来的吗？老子第一批达到10级，硬生生的不去练级，用了3天，终于完成困难级别的考核，老子真是牛逼！3个技能奖励，哈哈哈！日后老子将天下无敌。与此同时，一座星月帝国主城内，天下无双站在转职大殿内，兴奋的狂吼着。周围一众前来转职的玩家满脸崇拜的看着他，纷纷舔上去。天下无双大佬绝对是当前最强的玩家，大佬无敌。第25章，你们好，我叫50。检测到降临者外界遭受干扰，是否退出游戏？在王云上心情愉悦的从转职大殿出来的时候，提示声传来，他心神一动，退出游戏。万古大陆对于降临者有一个保障，那就是为了防止现实中降临者遭受到埋伏袭击，降临者在退出游戏苏醒的过程中，20秒后身躯才会彻底凝实。也就是说，在这20秒中，周围攻击对其无效。如若真有人埋伏，20秒的时间足以进行反击或逃亡。当然，如若埋伏者隐匿好的话，可以在20秒后再进行攻击。上一世，他便是被这种埋伏击杀。王云上一退出游戏，便看到张子浩的脸贴在一旁，催促道：“云上，转职了吧？来来，我在南沙海城东门前的广场内呢。”转职了。王云上点了点头，想到昨天张子浩说的要带自己升级，有些哭笑不得。快快兄弟，赶紧过来，我带你认识一些人，其中可是有咱们学校的顶级校花啊！跟校花一起组队升级爽不爽？哈哈，你可要好好感谢我，你长得又帅，说不定校花真能够看上你呢。别说兄弟不照顾你哦。赶紧兄弟，东门广场第5个魔法柱旁。张子浩唾沫星子乱飞，直接给王云上洗脸了。好好好，游戏见。王云上无奈的擦了擦脸，直接道。张子浩完全是好意，而且他确实也要与其见一面加一个好友。万古大陆想要加好友，只有面对面的方式。快快！张子浩兴奋地说着，躺在自己床上，直接进入游戏。王云上也再次进入。回到万古大陆的南沙海城，王云上朝着转职大殿前的传送阵走去。南沙海城的面积很大很大，足以容纳上亿人，他要是从这里走到东门处，需要3、4天。不过城内有传送阵，只要1个金币，基本上可以达到城内重要的地点。王云上直接传送到东门广场，扫过屹立在广场中的魔法柱，朝其说的位置走去。远远的，王云上看到张子浩的身影，手持一把大剑，身上穿着铠甲的他，将他略微瘦弱的身材彰显得不凡。在他的周围还有10几人，一部分背对着他，看不清面容。子浩，王云上走过去，喊了一句：“嗨，兄弟！”张子浩看到他过来，立刻迎上去，揽着他的肩膀：“在游戏里叫我耗子就行，不是哥，你咋还穿着新手套装呢？你这也太惨了！我这里有一件黑铁上衣，还有一把匕首，帅得很。”他高兴地说着，随即又小声嘀咕了起来：“妈的，有3个狗币，听闻刘大校花在，竟然直接硬蹭着过来。原本加上你就8个人的，不过也没关系，我现在强的一笔，这对我有话语权。来来来，给你们介绍一下，我室友间最好的哥们，他可是我们班内最厉害的学霸。”张子浩又加大声音对前方所有人介绍道。身前背对着他们的几名女生听到张子浩的介绍，立刻转身礼貌招呼。不过突然间，其中一个女生身躯一顿，啊！她惊吓地发出声音：“是你！呜！”身前最近那名穿着牧师服的女生看着王云上的面容，瞪大眼睛，眼泪瞬间流出，满脸惊恐地后退了2步。在她身旁，那名手持弓箭的女生也是紧了紧握着的弓箭，目光冰冷，带着愤怒与仇恨。啊！张子浩满脸懵逼，笑笑美女，你这咋了？另外10几人也是错愕地看向他，这什么情况？好巧，我们还真是有缘。王云上也没想到，竟然这妖巧地遇到他们。牧师笑笑，弓箭手心兵如霜，他们的缘分
还真不浅。谁跟你有缘分？笑笑有些害怕的看着他，哽咽的弱弱道：“不自我介绍一下吗？”心若冰霜握的弓箭作响，目光死死的盯着他。这一刻，周围一众人也感觉到不对劲。刘大校花好像与张子浩的室友也认识，而且好像有恩怨。张子浩懵逼的看了看他们，又看向王云上：“咦，云上，你名字咋还能隐藏？”王云上看到这种局面，无奈的耸耸肩，扫过众人，自我介绍道：“你们好，我叫50。”他没有什么隐瞒，以他上一世积累的经验，加上如今的实力，在现实中完全无敌，哪怕是来一个军团，他也有把握全身而退，然后成为他们的梦魇。真若有人敢在现实中对付他，他只能说50已到，来送灵魂了。要是连暴露自己名字的自信都没有了，那他这一世还怎敢称无敌？言不败啊！50，那个50，卧槽！云上，你说你叫50？张子浩更懵了，瞪大眼睛看着他。50，周围一众人也是满脸震撼的盯着他。50这个名字可谓是如雷贯耳，可谓是全网皆知。杀的顶流明星刘坤在网上道歉，刘坤粉丝更是悬赏其2000万。然其非但没有被杀，反而杀了几百人，杀神榜的开启者，杀神榜上的唯一的杀神。网上有人说他现实中绝对是恐怖的杀手，没想到竟然是一个学校的同学。紧随着他们便想到为何贺笑笑刚才如此惊吓，直接哭出来了。他们可是听贺笑笑说了，那50杀了他与刘大校花3次，足足3次。在万古大陆受伤会有多痛，他们可是清清楚楚，更不要说被杀了还是3次。你如若不再是刘坤的粉丝，我日后也不会再杀你。王云上看着贺笑笑，平淡的说道。贺笑笑应该属于刘坤比较忠实的粉丝，否则当时也不会在第一时间便聚集在刘坤身旁。再加上碰到他们小队人说见他一次杀一次，所以王云上没有丝毫留情。我粉丝群都退了。贺笑笑看着他，委屈无比的说道：“操，竟然是你这个变态杀人魔杀的笑笑与流星若女神，该死的家伙！没想到你与我们还是校友。”突然，在一侧的位置，一名手持法杖的男生跳了出来，指着王云上怒骂道。王云上看向他，微微皱起眉头，淡淡警告：“注意你的言辞。”呵，老子言辞怎么了？老子说错了吗？你也不看看网络上对你的评价，禽兽不如的变态，真没想到你也是大夏第一学府的，跟你在同一个学校，老子真是感到耻辱。现在我奉劝你立刻跟笑笑与流星若女神道歉。男生指着他，满脸倨傲冰冷的继续说道：“否则别怪我不客气。”王云上看着他，摇了摇头，身影瞬间消失。第26章，主城内杀人。噗噗噗！你嗨！王云上动了，自然是杀人。陈虎瞪大着不可思议的双眼，感受着脖颈上的剧痛，与一侧满脸嘲讽的王云上，身躯抖了抖。你已经被50击杀，他怎么敢？怎么敢？啊！惊呼的声音从周围2名女生中传来，她们看着鲜血四溅尸体，又惊恐地看着收起匕首的王云上。倒是笑笑没有惊呼，他已经习惯了。对，就是这种场面，就是这种每次见到50的场面，很熟悉。心冰如霜也是惊愕地看着这一幕。你竟然敢在主城内杀人，你真是胆大包天，自寻死路！该死，虎哥，你竟然敢杀虎哥！50，你找死，你完蛋了！一旁与陈虎一起的2名男生看到这一幕，头皮瞬间发麻的同时，满脸愤怒的吼道：“糟糕！”张子浩脸色一变，连忙的对王云上道：“云上，快逃！主城内禁止杀人，一旦杀人会被守卫击杀，还要被关入大牢内的，不准走！守卫，守卫，这里有人杀人！”另外2名男生也反应了过来，连忙大声的朝周围守卫喊道。不用2名男生呼喊，位于周围的主城守卫已经感应到10几名守卫以恐怖的速度朝着这边赶来。在主城内杀人会被关1个月大牢，哈，你完蛋了，完蛋了！没想到50竟然是一个蠢货。2名男生脸上露出振奋之色。万古大陆的一些规则，几乎所有玩家们都清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那便是在主城内禁止斗殴，一旦发现将直接关入大牢。而若是杀人，更严重了，不仅仅被击杀1次，还会被打入大牢1个月。1个月的时间可不短，尤其是在前期，被关入大牢1个月出来后，将完全跟不上其他玩家。王云上看着叫嚣的2人皱起眉头，这除魔使的权限真不够用呀，看来以后要想办法将权限提升了。他目光看向周围，发现有10几名守卫从4面8方赶来，这些守卫的实力根本不是如今玩家能够抗衡的。卧槽，那里什么情况？杀人了！牛皮，竟然敢在主城内杀人，这不是找死的吗？谁敢杀人？
在主城内杀人，这是被魔怪吃掉脑袋了吗？周围一众人也注意到这边的情况，好奇地围过来。何人敢触犯星月帝国律法？这时10几名守卫已经赶来，大喝一声后，目光锁定王云上。是他，就是这个变态杀人魔，就是他！守卫大人，宰了这个该死的混蛋！2名男生立刻指着王云上，兴奋地大声说道：“哈哈，这武士完蛋了！”然而下一秒钟，令他们以及周围所有人懵逼的是，12名守卫冰冷的目光突然一变，神色恭敬，单手放在胸膛，低下头颅，吐道：“拜见除魔使大人。”周围所有人，正急得团团转的张子浩更是张大嘴巴，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处理一下吧。王云上对于这一幕不意外。公、侯、伯，南5大爵位等级，除魔使堪比子爵，在星月帝国的地位已经不低了。要知道，南沙海城的城主也不过是侯爵。是除魔使大人。一众守卫恭敬道，其中一名手持法杖的守卫手臂一挥，一股火焰将陈虎的身体化为虚无，随即目光冰冷地转向那2名男生。侮辱除魔使大人，以下犯上，打入大牢，关禁闭3天。他直接喝道。话音落下，立刻有2名守卫直接将其禁锢住。这一刻，2人彻底懵了。这什么情况？什么情况？除魔使？除魔使又是什么东西？不仅仅能在主城内杀人，还能够将他们关禁闭。10几名守卫再次朝着王云上行了一礼后，带人快速离去。周围一片寂静。死！卧槽！云上哥，义父！几秒后，反应过来的张子浩快速来到王云上身旁，满脸震惊地朝着他喊道：“王云上，除魔使！除魔使大人，这是什么呀？义父，您瞒孩儿瞒得好苦呀！”张子浩抓着他的手，没想到义父您竟然这么厉害，这也太霸气了！滚！王云上甩开他，淡淡道：“做任务获得的一个身份罢了，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太装逼了。但周围众人看其神色，感觉其好似真的在说一件普通的事情。这不是装逼，是太牛皮了。在主城杀人，守卫到来后非但不攻击，反而尊称除魔使大人，还帮忙处理尸体，骨灰都扬没了。那开口骂他的，竟然还被守卫关3天大牢，这也太牛批了。这就是大恶魔吗？贺笑笑脸色发白的口中喃喃，紧随着感觉自己说错话，连忙捂住嘴巴，害怕的瞥向王云上。我还想着带义父您练级呢，真是太打脸了。张子浩崇拜的看着王云上，继续道：“义父，咱们去练级不？”王云上扫了一眼心若冰霜他们，耸耸肩：“你看还合适吗？你们去吧。”合适？合适？怎么不合适？张子浩连忙道：“误会，大家一切都是误会，都是好同学，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矛盾，一起练练级，一切误会就解开了。是不是刘大校花？我兄弟50呀，跟我们一起练级。”张子浩当起了和事佬，又担心自己性格怪癖的义父不同意，低声凑在王云上旁道：“义父，刘大校花呀，你虽然杀了他3次，但万一他喜欢 SM 呢？你也老大不小了，看看周围，也就你自己没谈过恋爱了。我看好你，我的义父。你如果正常一点，我今天可以陪你练级。”王云上黑着脸对他道：“嘿嘿，好哈。”张子浩点着头，看向其余众人：“我拉个队伍，刚好大家可以跟我老大学学技术。”心若冰霜皱起眉头，他看向了自己的朋友贺笑笑。这一次组队，他是跟着贺笑笑来的。同意同意。贺笑笑突然兴奋的连忙点头。都组队了，都认识了，50就不会杀我了吧？他笑眯眯，满脸开心的说着。心若冰霜第27章小队众人的震撼。你加入了帅哥美女小队。王云上被拉入到了队伍中。鉴于张子浩的孝心，王云上准备今天带他们练练级，明天再单独行动。另外，他也要试验一下自己组队的情况下杀怪收取灵魂的情况。如若说团队中杀的野怪灵魂都属于他自己，那他日后可以多组队练级。目光扫过队伍中另外7人，2名战士，其一张子浩，另一名是一个同班的男生 ID 歌者。刺客除了他之外，还有另一名男生 ID 陈峰。剩下4人全部都是女生，除了牧师笑笑弓箭手心冰如霜外，张子浩的女朋友吴越，法师，一个牧师叫绕指柔。等级中，他与笑笑心若冰霜10级，张子浩与2名男生12级，其余11级。一个普通的小队。云上，我们去哪里练级？原本张子浩他们已经定好了练级地点，不过现在队伍中有一个大佬，自然要听大佬的意见。去死亡小镇吧。王云上开口说道，死亡小镇野怪比较多，适合多人的队伍练级。那里的怪好像最低都14级，不过听你的。张子浩点头，其余一众人自然没有什么意见。10人朝着城外的走去，张子浩也对他介绍了一下小队的成员。来到城门前时，队伍内的几个女生惊叹起东沙海城的巍峨与壮观，叽叽喳喳地聊着。
100米高的城墙散发着厚重的气息，城墙上方更是屹立着直插云霄的魔法塔，抵御空中飞行的怪物。哪怕是见惯了的王云上，每一次看到，心中也是小小震撼。从主城内前往死亡小镇需要3个多小时的路程，不过好在有张子浩与他女朋友2个话痨在，能够一直说不停。两人也属于那种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那种。王云上沉默地跟在一旁。哎，云上同学，念在我们是同学，你又是子浩室友的份上，以后你可千万不能再杀笑笑与刘大校花他们了。没过多久，吴越凑过来主动对王云上开口说道。张子浩也凑过来小声道：云上，刘大校花这种你也下得去手，你不会喜欢男的吧？他说着还捂了捂自己的屁股，一副警惕的神色。王云上给了他一脚，目光扫过笑笑与新兵如霜，耸耸肩笑着说道：当然不会了，别人只要不招惹我，我也不会杀人，这是我的原则。那就行，你可要记住你说的话。笑笑属实被王云上杀怕了，听到他的话，连忙对他大声说道：你们还真以为我是变态杀人魔啊？王云上无语的摇了摇头，自我评价：我很善良。云上啥性格我还能不知道吗？我们4年的室友就差睡一张床了。张子浩也是在一旁附和的点了点头。云上穷的一笔的时候，有时候还买猫粮喂流浪猫呢，善良的很。王云上表示赞同，不过他身躯顿了一下，淡淡道：有人在我们出城的时候便一直跟踪我们。他话音落下，身影瞬间消失。王云上突然的动作令众人微微一惊。什么情况？他们立刻朝着后方看去，看到一名青年位于后方。青年显然注意到王云上的身影消失，露出慌乱的神色。他也立刻进入前行状态，准备快速离去。噗噗噗！但很快，他们看到那刚刚隐身没多久的青年从前行中现身，衣服上沾染着鲜血，倒在地上。你的对手击杀了无敌帅逼！王云上站在他的身旁，捡起掉落的金币与装备。这就是他口中的善良吗？笑笑有些懵了，上一秒还听着那武士说自己心善，下一秒就去杀人了。那他说的不杀自己，还算不算哇？其余众人也是张了张嘴，头皮微微有些发麻。之前在网上有人说武士是杀人狂魔，他们还保持怀疑，现在接连看到陈虎与这陌生玩家被杀，他们不怀疑了。张子浩看到王云上过来，忍不住道：云上，对方是谁？王云上摇了摇头，不知道，跟踪我们5分钟了。你怎么知道是跟踪我们？万一顺路呢？一直沉默的新兵如霜忍不住的说道。王云上耍了一下手中的匕首，道：他是名刺客职业。刺客咋了？笑笑也有些懵。刺客该死吗？好像刺客职业的人确实。他瞥了瞥王云上，不敢再多想。刺客的敏捷比我们高，赶路速度要比我们快。新兵如霜想通一点，回答：还算不蠢。王云上点了点头，评价道。这令新兵如霜脸色一冷。那他万一没有坏心思了？笑笑弱弱的说道：你不是心善吗？哼，如若他没有坏心思，那他也从我这里学到了，不要随意跟踪人。王云上笑着回答：我育人为大善。笑笑，好一个育人为大善。众人无言以对，加快了赶路速度。在3个小时后，来到一个残破的小镇废墟前。入口处那残破被鲜血染红的巨石，显示着这里在很久之前发生过恐怖的事情。这里便是死亡小镇，占地几10公里的范围，里面野怪众多。到了，死亡小镇内的野怪最低14级了，我们要小心了。望着有些阴森是人的死亡小镇入口，战士歌者提醒了一句。其余人点了点头，开始集中起来，朝着里面走去。好，刚进入里面，一只魔物便注意到他们，直接扑了进来。怨恨魔图，普通14级，血量3600，3600，力量110，敏捷85，精神60，体质60，技能怨恨锁链，嗜血一击。围攻！张子浩看到野怪如此不讲武德，连忙大声喝道，拿起大剑准备顶上去。不过他话音刚落，王云上已经冲向手持血腥长鞭的人形魔图。他欺身上前，负600，负600，负700，一连2连3连，第6击怨恨魔图血量清零。不到5秒钟，你的队友50击杀击怨恨魔图，经验加15，金币加7。众人看到这一幕，刚刚抬起的武器愣住了。这14级的野怪5秒钟，尤其是站在后方拉开弓箭的新兵如霜，震惊地看向王云上。之前他们都是被秒杀，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因为双方等级差距可能有些大。但现在14级野怪5秒击杀，这好强，这他还怎么报仇？卧槽，义父，14级的野怪啊，你6几秒了，你这伤害也太夸张了吧！
沉寂一秒，张子浩忍不住的大声叫道：“这是什么技能？连环6击，那野怪连移动都没有移动，这也太恐怖了吧！这就是杀神榜杀神的实力吗？”战士歌者也是头皮发麻。刺客的引流3连，不对，武士同学连了6次，这应该是引流3连的进阶技能。刺客陈锋目光闪烁，猜测着。王云上看向他们，摇了摇头。刚才我没有使用任何技能，仅仅是单纯的技巧。技巧？刺客陈锋愣住了，这是技巧？这流畅的攻击，难道不是技能吗？其余众人也是惊愕地看着他。技巧也不一定比技能弱，万古大陆与现实一样，你们也要琢磨技巧，掌握技巧，这样才能够成为强者。王云上对他们提醒道。第28章，顶级校花有特殊嗜好，技巧能够这么强？吴越感到不可思议地追问。为何不能？怪物攻击你，你进行闪躲，闪躲就是最基础的技巧，攻击自然也有技巧。野怪与人类及其他生物一样，每一次攻击都有迹可循，而我们只要掌握这个痕迹，掌控自己身体进行最佳反应，如此算是技巧的入门，我将之称为化境。在现实内的国际体育圈内，当一名运动员进入到某种无敌的状态中时，被称之为zone，与化境同理。王云上看向他，一一回复，没有什么隐瞒。zone是真实存在的，现实中一些顶级运动员偶然会进入此境界，但事实上这个境界只是技巧的入门而已。现实毕竟是普通世界，而这里属于高武。zone 化境听起来就好屌。张子浩咂舌，如若我们掌握此技巧，也能够像武师同学你这么厉害吗？陈锋目光炽热地问道。王云上看到他神色，笑了笑，想要进入这一个境界哪有这么容易？至于他，自然已经超越了化境，化境之上。化境之上在大夏没有具体的称呼，很多人将之称为巅峰技巧，倒是国际上对于此境界有一个称呼，叫做 Gods Domain， 翻译过来上帝领域。那云上同学怎么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吴越追问。多战斗，多厮杀，多受伤，多感悟，有一个简单暴力的办法是切磋，不死不休的那种。王云上说着，目光着重看了一眼新兵如霜。新兵如霜是一名弓箭手，上一世他在技巧领域内绝对不比他差，甚至可能要比他还要强。射手与刺客是最考验技巧的。一众人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他们都是大夏第一学府的学生，智商方面自然不用说了。王云上的话，他们自然明白。继续吧。王云上说了一声，看向刺客陈锋，命令道：“你去周围找怪，能拉几个就拉几个。”好的，好的。陈锋立刻应道，没有丝毫的意见。开玩笑，大佬的话他能有什么意见？一行人朝死亡小镇内深入，很快便发现2个怨恨魔徒，刺客陈锋又吸引过来一个。王云上走过去，闲庭信步般的将3只野怪斩杀，根本没有张子浩他们出手的机会。这云上，你这可是越4级而战呀，我们9人加在一起也不如你，我们完全拖累你。张子浩在后方看着，忍不住说道：“没事，今天带你们1天。”王云上摇了摇头，明天我就自己行动了。这一幕他已经想到，毕竟他现在的属性比15级野怪都高，但以他跟张子浩的关系，带他们1天不算什么。那我们可要好好感谢武师同学，要不等晚上我们请你吃个饭。”吴越说道。笑笑主动请缨，举起手：“我来请，交给我，我有钱。”说着他看向王云上。王云上无所谓，每天游戏结束他也没事，先升级吧。一众人继续前进，遇到的野怪都被王云上轻松解决。很快众人进入到小镇一个破败的院落内，在院落中足足有10几只怨恨魔徒。你们找个地形，不要同时遭受到3个野怪的围攻，其他的交给我。王云上对他们吩咐，自己一个释放技能无进入里面。我们背靠着墙壁角落，这样只要应对2只野怪。张子浩几人也找好位置。而这个时候王云上已经开杀，他宛若步入无人之境，哪怕是面对一众怨恨魔徒的围攻，也从容自如，轻松的躲避，双手挥动，展现杀戮的舞曲。这也太变态了吧！笑笑看着大杀四方的王云上，忍不住的缩了缩头，手臂碰了碰一旁的新兵如霜：“星姐，我看你就别想着报仇了，这武士太变态了。”新兵如霜看着这一幕，此时心中也有些无力，不过高傲又有些记仇的他，令他非常不甘。被杀了3次呀，3次，一想想就痛，就憋屈生气。被杀的那几天，他大姨妈都不来了，这个仇必须要报。我相信总有一天我能够击败他。新兵如霜目光坚毅地说道：“哈，2位美女，你们别说悄悄话了，杀怪了。不过刘大校花，我提醒你一句，想要击败我老大，恐怕有些遥遥无期了。如果你想要尽快报仇的话，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张子浩转过头，转了转眼珠子，对他们道：“什么办法？”新兵如霜微微皱着眉头看向他：“嘿嘿。”
张子浩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其实我这个办法网上一搜就有，如果你记恨一个男人，报复他最好的办法就是嫁给他，给他生10个孩子，嗨嗨，杀怪杀怪。说到最后，他怕被骂，咳嗽一声，连忙转移话题。是吗？刚转过身的张子浩突然听到这个回应，一个踉跄，差点被身前的怨恨魔徒一鞭子甩在脸上。另外几人也是齐齐的看了一眼新兵如霜，却发现他一副沉思的神色。卧槽，这位学校内公认的冰冷女神不会真有那 SM 的倾向吧？这确实是个好办法。星姐，你搞定了这变态杀人魔，日后谁还敢欺负我？哈哈，笑笑眼珠子也是转了转，在那里突然狂笑了起来。第29章，抢劫犯抢到连环变态杀人魔身上了。正在杀怪的王云上听到笑笑的狂笑声，感觉这女生指定有些毛病，快速的击杀着周围的野怪。王云上也发现，组队的情况下，只要自己是最后击毙野怪的，那么便能够吸收到灵魂。也就是说，野怪被打残只有一丝血，他只要是最后击杀者就可以。在组队的情况下，还有一个好处，组队中经验会平分，这也造就原本王云上击杀50只野怪便能够升级，现在需要击杀几百只。原本他提升1级所吸收的普通灵魂只有8点，但在组队的情况下，因为要猎杀的野怪变多，他所吸收的普通灵魂能提升好几倍。就是说，组队情况下更有利于获取普通灵魂，弊端就是升级慢了好几倍。这么看来也可以，王云上心中暗道，他反而可以故意带人练级，压低等级，获得更多属性点。属性点提升之后再去练级，速度反而会更快，越级战斗会越高，爆率也会越高。当然，王云上也不能够一直这样，等级在万古大陆也异常重要，因为还涉及到一个转职的问题。现在10几级的玩家属于1转职业，30级后要进行2转，等2转之后，玩家每提升1级，4维属性会增加12点，同时会获得20点的自由属性点，也就是升1级提升68点属性。绝杀技，死神连击。王云上带领着他们快速的收割野怪，当看着一只14级怨恨魔图普通 BOSS 的时候，试验起了技能。噗噗噗噗噗，一连串恐怖的伤害闪过，一只普通 BOSS 在他30秒的攻击下倒在地上。经验加77，金币加100，装备加1。王云上微微点头，这死神连击确实可怕。后方哪怕是见识到了王云上的恐怖，但在看到他半分钟击杀一只 BOSS， 也是瞠目结舌。老大这杀怪的速度太变态了，一个普通 BOSS 我们7人一起围攻都杀不掉，却被30秒解决。张子浩感叹着，都说10级之后练级比较困难，但我们这升级速度太快了。吴月忍附和的点头补充道。新兵如霜内心已经有些绝望了，自己正常情况下的复仇是别想了，但不甘呀。看着那神色一直冷静、面容英俊潇洒的王云上，他目光微微闪烁。不报仇是不可能的，我升级了。欢迎的声音从贺笑笑口中传来，王云上的等级也提升了1级。一天的时间即将过去，中午吃了顿饭后，下午一直在练级。依仗着他恐怖的杀怪速度，除了12级的张子浩他们，其余人都提升了1级。咦，前面有一个 BOSS， 好像还是青铜 BOSS。 这时陈峰满脸激动地指向右侧一个小镇破败院落内，惊喜地说道。王云上目光看去，刚好解决掉这个 BOSS 后，疲惫值应该差不多了。好，干掉这个 BOSS 圆满结束。张子浩他们也是高兴地说道。一众人靠近，跃跃欲试。天神哥，这里有一只 BOSS， 还是青铜级别的，哈哈，我们运气真好。嗖！就在王云上他们准备战斗的时候，后方突然传来惊喜的声音。与此同时，一根箭矢落在他们前方的位置。众人微微一愣，立刻转头看去。视线中10几名玩家目光炽热地盯着前方院落中的青铜 BOSS， 其中一名弓箭手放下手中弓箭，满脸微笑地看向他们众人，微微昂起头。诸位，这个 BOSS 是我们的。哎，胡子，不要这么粗鲁。为首的中年挥了挥手，目光扫过王云上一众人。你们能够在这死亡小镇练级，看来是有些实力的。我是神灵公会的副会长，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神灵公会？神灵公会？没兴趣，这青铜 BOSS 是我们先发现的。张子浩看向他们，面色不善的回应。哈哈，你们先发现的？ BOSS 本就是无主之物，难道你们先发现就是你们的？我还说这 BOSS 是我养大的呢。那名手持弓箭的青年满脸嘲讽的看着他们，还真是搞笑，还他们先发现的？不是谁强就属于谁吗？10秒钟内立刻滚，否则我们顺手把你们也刷了。其余一众人也是倨傲的看着他们。你们的意思是活着的人才有资格杀 BOSS 啊？王云上看着他们，转动了一下手中的匕首，缓缓的走过去。哦，小兔崽子是想找死？
中央的天神哥目光落在王云上身上，动了动手中的长刀。嗡！王云上没有多言，直接进入无的状态，快速的朝着他们冲去。哈哈，这小逼崽子给我们送钱来了！天神哥，既然对方不知好歹，那就全部干掉！青年弓箭手大笑一声，脸上露出兴奋之色。一个小小的刺客也敢在老子面前卖弄？鹰眼！他手中的箭矢绽放出光芒，朝着前方射出，箭矢所过会现照所有隐形单位。躲避了。不过他这一箭矢并未发现王云上的身影，这令他微微一愣。胡子，你这预判不行啊！位于后方的牧师笑着说道，挥动手中的法杖，轻喝一声，光照。光照，牧师的范围性技能显现自身周围隐形单位，范围精神力 x 0.1米。咦，也没有，那小子不会虚张声势逃走了吧？牧师一愣，错愕道：噗噗！但下一秒，他脖梗一痛，瞳孔瞪大，脸上露出不可思议之色，生命值迅速的清零。你的队友神灵峰哥被武士击杀，你的小队遭受到武士袭击。突然的提示令站在中央的天神哥脸色瞬间大变，他们连忙的看去。噗噗噗噗！你的队友神灵无心被武士击杀，不到2秒，他们队伍中的一名法师也已经倒下。50，那个该死的刺客是50！天神哥看到这个 ID， 脸色巨变，紧随着满脸怒火。该死的50，老子弄死你！控制技能，干掉他！重击！战吼！手持盾牌的战士目光一凝，直接持盾冲去。重击与战吼2个技能同时施展。战吼，普通技能，也是控制类技能，控制时间视目标精神而定，精神越低者，眩晕时间越长。王云上对于这个技能自然了解，此技能不属于硬控，以自身的精神力完全可以无视。死神连击！他没有吝啬技能，一道道攻击落在这名肉盾战士上，3秒钟6击，清空他的生命值。随即杀向第4个。后方，张子浩他们一众人看着这瞬间爆发的厮杀，嘴角抽了抽。哎，你们说这算不算是抢劫犯抢劫到了连环变态无敌杀人魔身上？笑笑看着前方一片倒的屠戮，悠悠的吐道。其余一众人默默点头，这属实是了。第30章，校园内的轰动。你团灭了神灵小队。不到3分钟的时间，王云上结束了战斗，捡起地上的金币与装备，看着被自己斩杀人的 ID， 印象颇深。神灵公会他记得非常清楚，发展到后期，当时在南沙海城排名第2。在南沙海城有一个顶级公会风华公会，神灵公会排到第2。他记得在游戏初期，这个神灵公会是南沙海城最大的公会，其幕后老板有3个，皆是国内大地产商创始人，其形势非常霸道，公然占领很多玩家们练级的区域以及副本。后来与风华公会发生一场大战，此战风华公会取胜，一跃成为南沙海城最强公会。不过杀了神灵小队，他并未在意。新兵如霜，还是日后风华公会的副会长呢，还不是被他弄了3次。云上，你这也太猛了。张子浩看到他走来，微微感叹道。王云上笑了笑，我不主动招惹别人，但招惹我的人，我只能送他前往复活点。好了，有些饿了，快点搞定这只青铜 BOSS 吧。他说着挥了挥手，赶在疲惫值极限的时候将前方 BOSS 解决掉。一众人立刻应道，开始围攻 BOSS。14级的青铜 BOSS 对于王云上来说还不够看，更何况还有着7名队友在，很快粗暴的将之干掉。呼！退出游戏，王云上从床上坐起，拿起身旁的手机，发现上面有不少私信。他打开看了看，一个个同班的同学询问他是不是真是50，还有同学表示非常震惊的，请他练级的。王云上看到这些信息，皱了皱眉头，也没有在意太多。不过当他看到其中一个陌生信息的时候，眯了眯眼睛。他妈的王云上，你他娘的竟然敢杀老子！你立刻给老子滚过来跪下道歉，否则老子弄死你！看着这个陌生信息，他挑了挑眉头，很快有了猜测。他直接回复：狗叫！我去，云上老大，你的信息被咱们学校论坛爆出来了，连照片都爆出来了，你在学校出名了。一侧的位置突然传来张子浩惊呼的声音。是吗？王云上登上学校论坛，打开后果然发现自己的所有信息都被曝光，而且在论坛上的标题直接说他是变态杀人魔，是个垃圾。很明显，在学校内知道他身份的只有那几个，有恩怨只有那3个男生，应该是陈虎他们爆出来的，绝对是了。张子浩确定道，沉着脸，那陈虎还真是无耻，竟然公开辱骂你。云上，我建议你在万古大陆内再干他们几次。陈虎你了解吗？王云上问了一句，对于这个名字他印象不深，上一世也没有交集，不是很了解，只知道是一个非常有钱的富二代。
张子浩摇了摇头，他家庭条件一般，不是那个圈子的人。叮！这时王云上手机响起，他打开看了看，发现是那陌生号码的回复。好，王云上，你等死吧，你给老子等死吧！王云上笑了，直接回复了一句：快来，别只会狗叫。对于这种事情，他还没有怂过。老大，现在论坛内有不少人喷你，小弟我能问一句，你跟刘坤的事情吗？我可不相信你能做出那样的事。张子浩看着手机，迟疑了一下问道。我与刘坤他们组队打 BOSS， 结果他们将我踢了，想要爆我装备和独吞 BOSS。 王云上不在意地回答道。我就知道。张子浩一副了然的神色，他了解王云上，所以不相信是王云上抢 BOSS 杀人。不过他不解地说道，那老大你怎么不在网上解释？现在很多网友都不明真相的跟风。王云上耸耸肩，无所谓。他确实无所谓，如若有人相信刘坤的一面之词针对他，这种无脑的人他杀了便是，有多少杀多少，刚好给他增加属性了。王云上清楚的知道，以后这个世界属于强者，这怎么能无所谓？操，那败类刘坤依仗着自己粉丝多，竟然捏造事实，妈的，气死老子了！张子浩却满脸愤怒，我看学校内还有一些女生跟风，我去发个帖子帮你洗脱冤屈。王云上跳下床，拍了拍他的肩膀，不要在意，当你足够强时，没有人敢说你一句不是。时代变了，时代再变也不能蒙受这冤屈啊！张子浩满脸愤怒，好似受害者是他自己一般。老大，你先稍微打扮一下，我发下帖子，等下咱们去跟刘大校花他们一起吃饭。说到刘大校花，他露出微笑。对了，老大，我告诉你，刘大校花有受虐体质，我觉得你和他有戏，嘿嘿。王云上一愣，随即无语的摇头。曹塔 X 的王云上，一个他妈的穷屌丝竟然敢杀老子，我要宰了他！此时此刻，一间豪华别墅的大厅内，陈虎看到手机上的回复，满脸狰狞地坐在沙发上怒骂着，目光血红。旁边的位置同样坐着2名脸色难看的青年。学校论坛内王云上是50的信息自然是他们爆出来的，不过他们并没有爆出自己被杀被关禁闭的事情，毕竟太丢人了。冷静点，咆哮只是无能男人的行为。对面的位置，一名光头中年手中夹着一根雪茄，皱着眉头看着自己狂怒的儿子。他微微眯着眼睛抽了一口雪茄，缓缓说道，别只知道嘴上叫唤杀人，要付出实际行动。实际行动？陈虎身躯一顿，连忙看向自己父亲，爸，你有办法？杀人需要什么办法？直接杀了便是。陈洪山笑眯眯地说着，那脸上的肉挤在一起，宛若一尊弥勒佛。不过其眼中的阴险狠毒，却如毒蛇。杀！身旁的2名青年一个机灵，眼中闪过一丝畏惧。陈叔叔啊，那家伙可是50，他实力很强，就是因为他是50才杀他。陈洪山淡淡的说道，一个普通的大学生能够突然崛起，要说身上没有宝物，我是不相信。正好将之杀了。爸，想要杀他很难吧？陈虎也是惊愕的看着自己父亲。现在万古大陆与现实实力同步，他刚开说要杀50，确实仅仅是狂怒下的口嗨，他自己当然也想要杀了50，但他可不是傻子。万古大陆与现实实力同步，想要杀50太难了，甚至可能会被反杀。呵呵，儿子，多动动脑子，你也知道这是现实。陈洪山看着自己儿子，拿起身旁的手机，将那50的信息发过来。另外，你能确定那家伙现在的位置吗？爸，你是要动武器？陈虎也想到一点，脸上露出激动的神色，立刻走到父亲身旁。爸，那家伙现在就在学校内，我在学校有很多人，可以帮我盯着他。行，确定好位置，我先让人过去等候。陈洪山笑眯眯地说道。吴叔，您真厉害。一旁的2名青年显然了解一些事情，脸上也是露出兴奋之色。陈洪山笑了笑，轻轻敲了敲椅子，拨通一个电话。自己儿子的事情，原本他是想靠他自己解决的，不过当得知50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心中有了想法。他知道一个信息，现如今在现实中杀人，会将其在万古大陆内的所有物品都爆出来。将如今万古大陆如雷贯耳，杀神榜第1的50杀了，会爆出什么好东西呢？呵呵。第31章，现实中的杀戮。好了，帖子已经发到学校论坛内了，老大，去跟校花吃饭。大夏第一学府男生宿舍内，张子浩在学校论坛内发完帖子后，便立刻催促：你已经有女朋友了，跟校花吃饭还这么兴奋吗？王云上摇了摇头，嘿嘿，我是有女朋友了，就算是没有女朋友，对校花也不敢有什么想法，但我替老大你激动呀。张子浩笑着，50大佬呀，配校花绰绰有余。别乱牵线了，走吧。张云上不想跟他多说，他能够说个不停。冲！2人朝着外面走去，刚走出宿舍大门，周围便有学生将王云上认出。卧槽，
那是大四学长王云上，50大佬。是他，我滴乖乖，没想到50竟然是咱们学校的。我们要不要去要个合影去？算了吧，50可是凶残的很，手上沾满鲜血，我不敢。他们惊呼着，打量着，议论着。王云上听着周围的议论，微微皱起眉头，看来自己该离开学校，去外面找个地方居住了。老大，你现在在咱们学校可算是彻底出名了。张子浩在一旁满脸羡慕地说着。名声有什么用？王云上对于这种名声并不在意，甚至感觉有些麻烦。当然有用，老大，你可以在万古大陆建立一个工会。张子浩向往地说道，有众多人追随，那多帅啊！太麻烦。王云上对于管理工会非常排斥，这一世就让他的那些神仆们创立工会吧，反正也都一样。如若一众神仆发展顺利的话，他们一众至少能够创造出2个顶级工会，甚至更多。到时候自己作为实际掌控者，岂不是更爽？两人边走边聊着，而在不远处的一个位置，一名青年看到王云上的身影，立刻拿出手机发送了一个信息。大夏第一学府的校园很大，他们10分钟后才来到正门。今天贺笑笑要请客，订的一家5星级酒店，听说那家5星级酒店还推出了神郎套餐，是12级召唤师召唤出来的。听我女朋友说，贺笑笑是富婆，非常有钱的富二代。两人走出学校，张子浩拿出手机看了一下距离，2公里的距离，我们走着去吧。王云上点了点头，2公里的距离对于如今的他们来说非常近。当两人走到半路的时候，王云上突然有所感应，他眉头紧锁，神色有些不好看。子浩，你先过去，我等会去找你们。王云上对他说道。怎么了老大？张子浩错愕地看向他。没什么事，有一个朋友发来紧急信息，我要跟他见一面，处理快的话我能够赶过去，你们先吃。王云上随便找了一个理由，对他挥了挥手。哎，好吧。张子浩看他直接离去，满脸无奈。那你快点，手机联系。王云上对他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双手插兜的朝着一个巷口内走去。咦，老大，我们有可能被发现了。50米处，5个背着书包的平头青年看到王云上突然与旁边的人分开，朝着另一处走去。一名警惕的青年微微眯起眼睛，开口说道：差不多，真不愧是50，警惕性就是高。中央叼着香烟，脸上带着刀疤的青年目光闪烁，不知道他是要逃还是要与我们碰一碰。呵呵，不管如何，干掉他。一人活动了一下身躯，脸上露出渗人的微笑。一行5人径直地走去。王云上进入巷口，看到周围依旧有人，回忆了一下学校周围的地形，继续朝着里面走去。身后5个身影紧随着，看到他继续朝着里面走着，微微挑了挑眉头。小心被偷袭，如若他前行，我们也进行前行，只要他现身，直接干掉。为首的刀疤青年直接吩咐道，离开这条巷口便直接动手。另外4人点了点头，身上缓缓浮现出装备。5人皆为刺客职业，不过他们并未拿出匕首，反而将背后的包拿在身前，双手放在里面。看到王云上转入另一个巷口，他们也是加快了速度。当他们刚刚拐入巷口，便看到前方10米处一个身影看着他们。王云上静静地站在那里，一把匕首在手中不断地旋转着，看着5名青年，心情不悦地问道：是谁派你们来的？哼，不愧是50，还真是艺高人胆大。刀疤青年看到王云上竟然在等待他们，咧开嘴冷笑着。知道我的名字，还敢来伏杀我？王云上淡淡的说着，目光落在他们怀中的书包上。哈，真是自信又猖狂，但是你太愚蠢了，这里可不是万古大陆。刀疤青年大笑一声，猛然直接掏出包内的枪械，对准王云上，给我干死他！哈哈，去死吧！刀疤青年怕意外发生，没有太多废话。另外4人同样瞬间掏出冲锋枪，上面还带着消音器。他们没有丝毫犹豫地扣动扳机，朝着王云上扫视而去。这就是他们的底牌，枪械。现如今10几级玩家的实力完全抵挡不了枪械的扫视。以前的时候，想要将枪械弄到大夏非常困难，但现在容易多了。在枪械面前，管你什么50还是子时，统统变成死尸。王云上看到枪械的瞬间，也是目光一冷，真狂呀，竟然敢在现实中杀自己。是刘坤派来的，还是……不过此时也不容他多想，他心神一动，技能无，身影消失，瞬间朝着5人冲去。噗噗噗，噗噗噗，5把冲锋枪在狭窄的小巷内扫射，完全覆盖周围的空间。这在刀疤他们5人看来，50必死无疑。他们脸上露出兴奋与狰狞之色，想要看到鼎鼎有名的50被他们打成筛子。然而令他们心越来越沉的是，那进入隐身中的王云上并没有被打现身，这令他们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怎么回事？以目前万古大陆玩家的实力，
哪怕是肉盾战士也挡不住枪械扫射的。刀疤青年脸色大变，而这个时候，王云上已经来到了他们一侧，噗，一把匕首直接穿透一人的脖子。第32章，惹我者死。嗨嗨！狭窄的巷口内，一名手持冲锋枪的青年瞪大着眼睛，捂着自己的脖子，脸上充满了惊恐与绝望。噗噗！王云上手中的匕首接连的插入。不好！一侧的青年注意到同伴的死亡，脸色巨变，立刻调转枪头，对准王云上。砰！但下一秒，王云上手中的匕首已经落在他的头部。技能眩晕。青年头脑一懵，瞳孔中充满了绝望，一把匕首在视线中越来越大。该死的，给我死！一切发生在瞬息之间。刀疤青年看到2个同伴接连死亡，瞳孔一缩，惊怒地朝着王云上的方向扫射。闪烁！王云上瞬间消失，来到后方第3名青年的身后。那名青年刚刚转身，朝着王云上上一刻的位置扫射，身躯僵住，充满了恐惧。背刺！对准另一名青年，同样是一个技能，伴随着接连的匕首击中要害。不！青年发出不甘的咆哮声。瞬间5人死去4人。怎么可能？中央的刀疤青年瞬间汗流浃背，他不明白王云上为何能躲避枪械的扫射，也不明白他为何能瞬间从左侧瞬移到右侧。有这么变态与恐怖的技能吗？他惶恐地转身朝着右侧射击而去。灵魂恐吓！王云上再次施展一个技能，刀疤青年宛若碰到大恐怖，身躯僵在那里。王云上伸手将他手中的枪械拿过来，对准刀疤青年的双腿便是一顿扫视。啊呀！不要杀我！求求你不要杀我！刀疤青年从恐吓中回过神来，感受着双腿的剧痛，他惊恐地喊道。双腿的枪伤令他倒在地上，举起双手，害怕地求饶。王云上冷漠地俯视着他，一双脚踩在他的腿上。谁让你来杀我的？说！你若是不杀我，我就告诉你。刀疤强忍着双腿的剧痛，额头满是冷汗地说道。好。王云上平静地点了点头。我怎么才能够相信你？刀疤咬着牙，颤抖地看着他。我50，说放你自然放你。王云上回答，右脚用力。我耐心是有限的。好，我说，是我老板陈红山，我老板陈红山。至于为什么要杀你，我也不知道。50大佬，我们也只是拿钱办事，只要您放了我，我愿意给您卖命，听您的话。刀疤满脸惶恐，连忙说出实情。现在他只能相信50说话算话。陈红山，他的儿子陈虎。王云上微微眯起眼睛看着他。是。刀疤连忙应道。好。王云上点了点头，拿起手中的枪械对准他的头部。不，你不能杀我，你说过不杀我的。刀疤看到这一幕，满脸惶恐的大声嘶吼。我叫王云上。他平静的回答。砰！一声枪响在他愤怒与不甘中结束了性命。王云上看着地上的5具尸体，看着他们身旁爆出来的金币和装备，微微摇头。上一世的他在现实中并未杀过人。大夏对于现实暴力的管控非常严格，哪怕是故意伤人都有可能被判死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人人都拥有武力的情况下，必须要用铁血手段。就如 M 国一般，遇到持枪者，一旦不趴下投降，就会被直接扫射。现在万古大陆的这种情况比国外还要严重，但他没想到自己这一世竟然如此早的便在现实中杀人了。他没有丝毫的不适，这一世不管是谁，只要招惹他，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敢在现实中伏杀他，他自然也在现实中将之灭掉。陈红山，陈虎。王云上眼中闪烁着冷厉的杀意，他捡起地上的装备与金币，拿出刀疤男的手机，拨通了报警电话，说下这里有死人，在手机上留下一道信息后转身离去。陈红山，陈虎。王云上口中低喃着，发出的声音宛若恶魔低语。在他的脑海中出现一个位置。走出狭窄的巷口，王云上打了一辆车，朝着一个别墅区驶去。守护者大哥，这边有5具尸体，太可怕了。当王云上离开没有10分钟，10几名全副武装的身影赶来。现如今处理事故的人员已经不是以往的警员，而是一个新的部门，他们叫秩序守护者。15名秩序守护者身上装备佩戴整齐，腰间挎着步枪，看到被路人围着的区域立刻赶过去。让开！15人进入里面，看到地上的5具尸体以及枪械后，脸色微变。作为新纪元开启，代替警员的秩序守护者们，在最近几天，他们每天都能够接到各种案件，仇杀、情杀、情绪失控攻击人等等，暴力事件是以往的几10倍。但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死亡的5人身旁还有着枪械，周围也全部都是射击留下来的痕迹。
为首的中年队长走过去，目光打量着地上的尸体，皱起眉头，全部都是以匕首击中要害，出手者应该是名刺客。刘队，死亡的5人我们在数据库查找到，是逃亡国外的通缉犯。一侧，一名拥有着修长而紧致双腿，臀部线条流畅，充满张力，一头齐肩短发，面容精致的女子，手中拿着一个手机，对着死亡的5人拍下照片，查到数据，开口汇报。从现场的痕迹来看，好像是这5人被反杀。一名秩序守护者打量着周围，猜测道：“5人拿了5把 MP18 冲锋枪，这种情况下能被反杀？根据实验，现在可没有人能够做到抵挡、躲避子弹。”旁边一名同伴神色惊疑：“查一下监控就知道。”刘队扫视了一眼周围，发现有一个监控设备，开口说道。那名短发女子点了点头，注意到一具尸体上放着的手机有些不正常，立刻将之拿起，打开之后微微一惊，在手机的页面上显示着一行字：“陈红山、陈虎派人来杀我，现在你们可以去给他们收尸。”那名女守护者震惊的起身，将手机递给队长：“队长，你看，好狂，让我们去收尸。”在金府竟然如此张狂，这是对我们的挑衅吗？刘队看到上面的文字，神色一冷。女子拿出自己的手机搜查了一下，汇报道：“在金府符合这2个名字的，只有居住在天府山庄的陈红山父子。”立刻赶过去，小雅，你调一下周围的监控，我倒是想要看看是谁这么狂妄，竟然敢如嚣张。中年队长满脸怒气地说道。是。女子立刻应道。第33章，惊吓一身冷汗的秩序守护者。刘队，查出来了。秩序守护者的车辆快速朝着天府山庄别墅区驶去，为首车上，尤雅看着身前平板上的监控信息，看到自己在数据库内查到的资料，脸上露出惊异的神色。根据监控显示画面，5名死者在死前跟踪一个叫王云上的大学生，而我同时查到这个王云上不简单。刘队看向，挑了挑眉头，怎么不简单？难道是背景不凡？不是，王云上，金府大学大4学生，父母早亡，学习成绩优异，最重要的是他在万古大陆叫做50。尤雅摇了摇头，将资料递给队长。50？刘队微微一愣，这个名字他自然听说，甚至在当时他都在猜测，那50现实中应该是一名恐怖的杀手。是的，其身份已经在金府大学论坛内曝光出来，千真万确。尤雅点了点头，他的身份曝光者便是陈虎，并且在其发表的帖子中对于50进行了辱骂，双方应该是有矛盾。另外，陈红山的背景有些不干净，在东南亚一些国家从事不法商业。刘队微微点头，那50发现有人想要杀他，便将其反杀，然后立刻就去杀陈红山、陈虎父子。有没有刚才战斗的画面？应该是的，战斗画面没有，但那50能够反杀5名持枪的杀手，绝不简单。尤雅点了点头，刘队，这件事情如何处理？先去看看吧。刘队皱起眉头，涉及到万古大陆内一个顶级的刺客，再加上其被动反击，只不过那50还是太嚣张了一点，竟然让他们去收尸。加快速度，车辆加快，20分钟后，他们进入天府山庄别墅区内。杀人了，杀人了！当他们刚刚赶到别墅门前的时候，3名40多岁的保姆从里面慌张地跑出来，口中惊呼着：“尤雅看到，立刻走上前：“几位阿姨，不要惊慌，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守护者同志。太好了，太好了！几位守护者同志，您快进去，我们的老板被人杀了。3名保姆看到他们一众，满脸惊恐的连忙说道。15名守护者目光一凝，扫视了周围一圈，朝着里面赶去。当他们进入里面后，立刻看到沙发上躺着4具尸体，他们瞳孔瞪得很大，充满了惊恐的神色。多了2人，小雅，确定一下身份。刘队看到，沉声说道。尤雅点了点头，立刻搜查起来，全部击中要害，4人根本没有反抗之力，干净利索的像一名顶级的杀手。这50真不愧是杀神榜上唯一的杀神。一名守护者查探起尸体的情况，确定道。旁边一位守护者一边打量一边惊叹，反杀5名持枪袭击他的人，又快速击杀者4人，50盛名之下无虚事啊。这2个青年是陈虎的狗腿子。尤雅很快查到另外2名死者的信息，将手机递给队长，这是他们的资料。刘队接过来看了看，虽然此事件是陈红山先派人去杀50，他是被动，但那50反杀5人后又前来袭杀陈红山他们，还给我们留下信息，行事非常肆无忌惮了，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一位光头守护者皱着眉头说着，看向中年刘队，怎么处理他？如若是按照之前的律法，要制裁那50。旁边也有一名守护者开口，目光落在队长身上，由队长决定。特殊时期，特殊对待。刘队犹豫了一下，开口说道：3名无辜的保姆，他没有杀，也没有主动破坏规矩，罪行可免。但
这50能够在万古大陆杀几百人，确实是杀，属于不稳定之人。要去敲打他，然后列入重点关注人物。小雅，查一下他的通讯方式，将他叫到我们部门。尤雅点了点头，通讯方式我之前已经查到，要我现在通知他吗？通知吧。刘队点了点头。刘队，不用打电话，我在这里已经等你们10分钟了，有话你可以直说。突兀的一个声音在房间内响起，令场中刘队一众人瞬间汗毛竖起，瞳孔一缩，如临大敌的朝着声音来源处看去，不知道要怎么敲打我。别墅客厅的阴暗角落内，王云上坐在一张椅子上，手中拿着一杯红酒，满脸微笑的看着他们。他在这里确实已经等待10分钟了。陈洪山、陈虎派人来杀他，他不可能放过他们的。陈洪山、陈虎他们必须要死。事实上，这几人在他面前丝毫没有反抗之力。他赶来后不到10秒钟便将4人全部宰掉，甚至陈洪山、陈虎他们到死都不知道死在谁的手中。接下来他便等秩序守护者们的到来。至于为何要等他们，自然是要等一个结果。他要知道，当秩序守护者得知他杀人后，是逮捕自己，亦或者其他。50，哗哗哗！刘队目光死死盯着拿着红酒、满脸微笑的王云上，脸上充满了警惕与凝重。其余一众秩序守护者连忙的拿起枪械，对准王云上。此刻，他们心头满是震撼。他们进入房间内已经几分钟，他们确定房间内根本没有其他人，但现在50就坐在那里，这令他们心有余悸。如果……王云上看着一个个枪口对准自己，笑着摇了摇头，身影瞬间消失不见。不要这么紧张，我可是大夏好公民。王云上的身影瞬间出现在刘队的身旁，倚靠在沙发上，笑着说道：“你！”一众守护者们脸色大骇，连忙的转移枪口。刘队连忙的挥了挥手，让他们放下枪械，背后一阵发毛。他毫不怀疑，刚刚如若王云上对自己出手，自己已经死了。这神出鬼没的手段令他心中有些惊恐。枪械好像对他的作用不是很大。刘队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目光灼灼的看着王云上，缓缓吐道：“我能相信你吗？人不害我，我绝不害人。”王云上看着他，认真的回答，抿了一口手中红酒，补充了一句：“我是大夏人。”好，如若你伤及无辜，哪怕是拼了命，我也会让你付出代价。刘队对他重重的说道。王云上笑着点了点头，随即挥了挥手，朝着外面走去。放心，我是有原则的人，呵呵，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第34章美女守护者的脑补。天府山庄别墅区内，一众秩序守护者看着王云上风轻云淡的朝着外面走去，神色微微变幻。刘队微微皱起眉头，没有阻拦，朝着身旁的尤雅示意了一下，去送一下他。尤雅点了点头，明白队长的意思。队长，你说，如若我们说要制裁那50，他会不会对我们出手？看着王云上消失的身影，一名秩序守护者忍不住的说道。刘队没有回答，不过旁边的一名秩序守护者沉声道：“他在角落内等我们，恐怕也在等这么一个答案。如果答案不是他想要的，恐怕我现在就想要知道，如若我们对上他，有几成的胜算。”他话没有说得太清楚，但在场的所有人都明白，在刚刚那50现身的时候，他们背后都湿透了。恐怕刚才一旦他们决定逮捕50，那将要爆发一场恶战了。我们必须要提升实力，现在的玩家才10几级，枪械应对起来都有些吃力了。若是等到20-30级，枪械基本无用，只有以强大的实力压制。刘队揉了揉自己的眉头，尤其是像50这种玩家，如若是在现实中作乱，太可怕了。刘队清楚，刚才真若是打起来，他们的胜算1成不到。庆幸的，这50还有底线，没有主动破坏规则。若有一些像50这么强大，又滥杀无辜的人出现，那一切就可怕了。到时候连他们秩序守护者都没有丝毫办法。一众秩序守护者们认同的点了点头。本以为枪械对于目前的玩家来说非常有用，但见识到那50的恐怖，他们感到紧迫了。刘队，对于那50，我们如何对待？一名秩序守护者问道。单独派尤雅重点关注他。刘队心中已有决定，开口道。其余一众人点了点头。50同学，这里可不好打车，我送你回去吧。别墅的门口处，尤雅看着王云上，对他说道。怎么，还要监视我吗？你就不怕我对你动手？王云上看向跟过来的女子，挑了挑眉头。他对于秩序守护者们的处理还是非常满意的。王云上心里也不想跟自己的国家闹翻。还是那句话，他是大夏人，身上流淌的也是大夏的鲜血，他很喜欢自己的家乡。你没有主动破坏规则，代表你并不是一个坏人。尤雅不在意的笑了笑。我看了你的资料，也觉得你不是一个坏人。他说着，打开一旁的车门，朝着他示意，上车吧，小帅哥。王云上笑了笑，走上去，多谢了。不用。
尤雅来到驾驶座上，拉上安全带，看向他，金府大学。王云上点头，拿出手机给张子浩发了一个信息，脸上露出思索之色。尤雅驾驶着车辆，感受着身旁安静的王云上，忍不住时不时瞥两眼，心中也是好奇。从他查到的资料来看，这位金府的大学生绝对是一个三好学生，从小在孤儿院长大，依靠着自己的能力考上了大夏第一学府，在上学期间勤工俭学，在班级内也是学霸级别的存在，除了不善言语，朋友很少外，从未有不良嗜好与行为。然而这样的大学生竟然成为了杀神榜上唯一的杀神，真是令他好奇不已。是因为其小时候的凄惨儿童生活，常年累月下令其在万古大陆内爆发，到如今在现实中连杀9人。根据他之前学习的心理学来分析，如若他这种情况不加以引导，恐怕日后真会成为恐怖的变态杀人魔，对生命失去了敬畏。自己要告诉队长，趁着他还未彻底入魔前，引导他。尤雅心中思考着，目光又忍不住地看了王云上一眼，挺帅的小家伙，可不能误入歧途了。王云上坐在副驾驶座上，想着一些事情，感受着身旁这位女守护者时不时的目光，也看向他，打量了起来。这一认真看，他露出意外之色。之前因为其穿着宽松的格斗服装，看不出什么，现在驾驶汽车的他别具一番风情，勒紧的安全带将其身材完全的勾勒出来，远超普通女生的规模。她的面容让人惊艳，白皙的肌肤如同初雪般纯净，眼眸深邃而明亮，鼻梁高挺，嘴唇红润。你在看什么？尤雅看到王云上一直肆无忌惮地打量着她的身材，眉头微皱。看你。王云上淡淡地回答道。你。尤雅没想到他丝毫不加以掩饰，转头看向他，看我做什么？是你先看我的，我也只是看一几眼罢了。你看我一眼，我要10倍奉还，这是我的原则。尤雅沉默了下来，有些搞不懂这家伙的脑回路。不过他脸上露出一丝担忧之色，心中暗道，果然童年的不幸令其在获得强大力量后，心性发生了一些改变，如若不加以指引，绝对走上歧路。哎，也是一个可怜的孩子，儿时的阴影造就了现在的他。你想看的话就看吧，我让你看，但你这种行为是不好的，最好不要这么做。尤雅决定引导他改邪归正，对他认真的说道。这句话将王云上搞不会了，他无语的转过头，可惜他不会读心术，如若知道这位绝美的秩序守护者在想什么，一定非常懵逼。还有救！尤雅看到王云上转过头，露出一丝微笑，心思活络起来，也许自己可以教导他，让他成为对社会对大夏有用的人。在前面停车吧。车辆来到张子浩他们吃饭地方的不远处，王云上开口道，加个联系方式吧。尤雅看向他说道，你不是有我的联系方式吗？尤雅停车，王云上直接打开车门走了下来。尤雅听到他的回应笑了笑，拿出手机给他发了一个信息。王云上看到手机上的信息，我叫尤雅。他挥了挥手，朝着前方的饭店走去。老大，你终于来了，快，这边坐。来到餐厅内，张子浩他们已经吃了1个多小时，看到他进来，连忙说道，抱歉来晚了，一些事情耽误了。王云上为自己的迟到说了声抱歉，他走过去，看到空位旁左侧是张子浩，右侧的位置则是一个看起来清冷的身影。他只能看到其侧颜精致如画，皮肤白皙如雪，透出一种清冷的光泽，不沾染一丝尘世烟火，眼睫毛长而密，如同蝴蝶的翅膀，异常好看，与刚才那位叫尤雅的女守护者是完全不同的2种风味。第35章，与顶级校花做邻居。星月酒店内，笑笑新兵如霜，一众人的目光也落在王云上身上。一身简单的黑白服饰，1.8米的身高，略显一丝的消瘦，但身上的英俊如刀削般棱角分明的脸庞，令其多了一丝冷酷。其面相总体看起来显小，微分的碎发令他如刚上大学的清澈大学生。因为与万古大陆内的穿着不同，任何也想不到，眼前这个青年是杀了几百人的杀神。老大，这还用再介绍一遍吗？张子浩对他笑着说道。王云上摇了摇头，不用了，都认识。呵呵，好，那你先吃点。张子浩说着，周围其他人还略感陌生，没有主动搭话。对了，我手中有复活币，你们有人买吗？王云上点了点头，确实饿了，吃了几口，目光扫向一旁的新兵如霜与笑笑2人。在座的只有他们2人是富二代。笑笑微微一愣，紧随着无语的看向他，杀了我们3次，又来卖我们复活币，哪有你这样的？真是不懂得怜香惜玉。王云上笑了笑，没有在意他的埋怨，日后的金钱会越来越贬值，甚至会被金币代替，我建议你们将钱换成黄金或者万古大陆内的资产。老大，你要卖复活币啊？现在市场上有收的，500万一个，而且还是有价无市，除了老大你开启杀神榜获得5个外，还没有听说有人获得复活币。张子浩目光有些火热的说道。现如今价格最高的
就是复活币了，但奈何还未听说获取复活币的方法，甚至如若不是50开启杀神榜时奖励了5个，玩家们都以为不会有复活币这种道具呢。特殊隐藏任务以及击杀白银及以上 BOSS 都能获得复活币。王云上没有隐瞒的直接说道：“500万一个，要吗？你有多少？”新兵如霜直接问道。11个。王云上回答。我要3个。笑笑立刻伸手道。王云上点头，目光落在新兵如霜身上。剩余的我都要了。新兵如霜没有犹豫。王云上看着他精致的正脸，心中不禁感叹，世界上有的人，上帝不仅给他打开了门，还将窗户都开了。他知道新兵如霜家里很有钱，但也没想到4000万说拿就拿。没问题。王云上点了点头，直接将复活币拿了出来，递给他们，又拿出一件弓箭手能够使用的黑铁衣服，先给你们，额外送你一件黑铁衣服，想请你们帮一个小忙。哇，直接给我们，就不怕我们拿着跑路？这可是几千万的东西。笑笑欣喜的惊呼一声，立刻接过来。10条命又满了。王云上笑了笑，怕你们跑路？你们只要不怕死，就跑呗。什么事情？新兵如霜看向他问道。我想要买一个房子，尽快住进去，最好是别墅，有足够的空间。王云上直接道。在学校内的出名以及今天发生的事情，令王云上决定尽早的搬离学校。这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安全考虑，最主要的是麻烦。我家隔壁有一栋别墅，基本上都装修好了，收拾一下就可以住，你可以买下来。新兵如霜思索了一下，说道。别墅怎么样？卖吗？王云上看向他。新兵如霜点了点头，想到这个房子的用处，脸颊闪过一丝红晕。卖的，我不住那里。王云上愣了一下。我不住那里？好家伙，他毫不怀疑这位校花在装逼。啊，欣姐，你隔壁那套不是你爸妈给你买来说是当婚房的吗？价值2个多亿啊。一旁的笑笑突然说道。卧槽，2个多亿，好家伙。张子浩眼睛一瞪，立刻看向王云上。老大，我建议你入赘得了。我建议你赶紧闭嘴。王云上随手将一个一粒花生甩入他的口中，看向新兵如霜。可以，欠的钱我用其他东西补你。他微微头疼，原本以为自己卖了复活币就有钱了，结果现在非但没钱，反而欠更多了。不过想想他手中的5000多万，在金府也就只能买一个偏远的普通别墅。2个多亿的别墅属于核心地段，在金府也属于顶级了。贵，自然有贵的道理。以他如今的实力，想要再弄个1、2亿，很简单。可以。新兵如霜收敛了一下心神，点了点头。这令张子浩极度的在那里狂叫了起来。接下来一众人简单的聊了一会儿后，便各自回去。如今的社会，外面有些不安全，夜里更不安全，经常有争斗发生，晚上出门的人都少了很多。王云上回到宿舍，没有理会在一旁不断教他追女孩子技巧的张子浩。笑话，他需要追女生？上一世王云上便独自一人好几年，没有谈过任何一个女朋友。也可能是心中无女人拔刀自然神，令他成为顶级的刺客。女人只会影响他的拔刀速度罢了，没有女人也不是过得好好的。至于怎么过来的，你们想知道吗？你们不想，因为你们也是这么过来的。哦，一夜的时间很快的过去，王云上早晨与张子浩一起去吃早餐，在食堂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真没想到50大佬竟然是咱们学校的，还是咱们学长。你们看，学长挺帅的。你们说网上谁的话可信？是刘坤的，还是50大佬室友的？我当然相信50大佬，毕竟是咱们校友，娱乐圈能有什么好人吗？怎么没有好人了？刘坤哥个人就很好，经常给贫困地区捐款。你怎么知道50是好人的？好人能杀这么多人吗？哼，有些人更知人知面不知心，斯文败类还少吗？周围一些议论的声音传入王云上的耳中，他听到一些话，目光闪烁。看，这就是他没有在网络上解释的原因。哪怕他与刘坤之间纷争的真相被爆出来，也会有很多脑残粉说他的不是，可能到时候会说他残忍，杀哥哥一次不就行了？为什么一直追杀？你一定是心理变态，哥哥都认错了，你还杀等等。总之，脑残总会找各种原因，对于这种人无需解释太多的，杀就是了。希望那刘坤尽快出新手村。他目光冷冽，杀人可是最快提升实力的方式。第36章九死一生的任务，除魔使的地位。万古大陆死亡小镇内，王云上吃完饭后便立刻登上了游戏。当他上线的时候，新兵如霜笑笑他们也很巧的刚到来。王云上看向新兵如霜，我今天带你做一个任务，先还你一些账。新兵如霜诧异的看向他，什么任务？去了再说。王云上没有现在回答，你以最快的速度先回到城内东门处，
然后传送到南海学院，在传送点等我。好。新兵如霜点了点头，他已经见识到了王云上恐怖的实力，没有太多犹豫，同意了下来。哎，50，你就不能把我也带上吗？一旁的笑笑看到这一幕，忍不住的说道。王云上摇了摇头，这个任务我带不了太多人，一个人已经是极限了。我在新手村做了一个任务，获得了一个回城卷轴，我可以直接回去。新兵如霜对他说道，又看向自己姐妹笑笑，我跟他完成任务后再来找你。我也能够直接回城，那就5分钟后见。王云上点头，身形一动，瞬间消失。传送平凡戒指所附带的技能，王云上将坐标点建立在了转职大殿那里。哎，星姐，他这样就将你拐走了？卧槽，我昨天还以为老大不会泡妞，一直教他呢，现在……新兵如霜听到周围几人的话，脸色也是一红，拿出道具直接回城。与此同时，来到转职大殿前方的王云上走到传送阵前，传送到了南海学院。在上一世，南海学院有一个非常有名、奖励非常离谱，但死亡率也非常高的一个任务。任务的第一环不是太难，限时击杀15级野怪，收集一种材料。第一环的任务奖励是一件青铜武器。真正难的是任务第二环，第二环有3个关卡，通过第一个关卡便能够获得一件白银武器，亦或者2个职业技能。通过第2个关卡，黄金武器与稀有技能可以2选1。第3个关卡可以直接获得一件绝杀技或暗金武器。奖励丰厚到恐怖，但自然的危险性也离谱到家。外界将其任务称为九死一生任务。九死一生不是说的10个人去有一个能成功，而是对于一个人来说九死一生。上一世有一个刺客通过了第3个关卡，获得一件强大的绝杀技，还是远程技能。王云上在来到南海沙城的时候，便已经决定要将此技能搞到手。刚好这个任务没有限制人数，他可以带上新兵如霜。他不是一个喜欢欠人情的人，带他做这个任务，顺便抵扣一下自己的欠款。走出南海学院这边的传送处，王云上一眼便看到背着弓箭、亭亭玉立站在那里的新兵如霜。姣好的身材，清冷的面容，总给人一种想要看他幸福后的神色是怎样。在其身旁还有一个青年在搭讪，不过其冷漠的完全没有理会。走吧，跟我来。王云上走过去对他喊道。新兵如霜捋了一下头发，点了点头，跟在他身后朝着前方走去。操，装什么清纯，还不是有男人了？这令搭讪的男生脸色一黑，恨恨地看了一眼王云上，尴尬地朝着一旁走去。旁边不远处，他一众队友看到，忍不住地对他调侃起来。王云上完全没有将青年放在眼中，带着新兵如霜很快来到南海学院校门口旁的一个房间内。新月帝国40个主城，每个主城都有一个顶级的学院，当然这学院是万古大陆土著天骄们学习的地方。整个房间很大，里面围满了玩家，很多玩家都在交第1环的任务，也有玩家来领取任务。这个任务我在网上看到过。新兵如霜看着一旁的任务提示，开口道。在房间内一侧的位置有一个非常醒目的提示，此任务奖励丰厚，但九死一生。即使有非常醒目的提示，也依旧挡不住众多玩家的趋之若鹜。要知道，如今装备排行榜上，白银装备排第1，而且榜上的白银装备不到10件。现在任务第2环第1关便能够获得一件白银武器，这怎么能不令人心动？现实中有人为了几十万都能够铤而走险，而万古大陆最多死一次，很多人都是能够接受的。毕竟富贵险中求，想要获得好的装备武器，怎么可能不冒风险？我们就做这个任务。王云上了解这个任务的一些内容，哪怕对他来说也没有100%的把握。任务已经暂时发放，想要领取第1环任务的，明日再来。进行第2环任务的降临者，尽快交任务，还有15分钟第2环任务开启。当王云上他们来到前方时，一名老者的声音响彻房间。卧槽，我来接第1环任务的，今天竟然结束了，害老子白跑一趟。大爷，通融一下呗，我们来都来了。几名青年忍不住地说道。老者手臂一挥，那几名说话的青年顿感一股恐怖的力量，直接将他们推出门。这令他们满脸无奈，心中暗暗问候。今天接不了任务了。新兵如霜看到这一幕，皱起眉头说道。我试试吧。王云上感觉自己运气有些差，不过他还是走过去对老者道。老人家，我想要领任务。哎，菜鸟，滚开滚开，聋子吗？没听到人家老人家说了吗？要接任务明天过来，别打扰我们交第1环的任务。未等老者说话，刚才那名搭讪新兵如霜的青年注意到是他们，眼前一亮，立刻走过去嘲讽地说道。王云上听到这句话，转头看去，上下打量了一下他，也看到他的 ID 神灵飞虎。记住了。看什么看，赶紧滚开。飞虎微微昂着头对王云上嘲讽地说着，随即又看向一旁的新兵如霜。
美女，你加我个好友，想要升级做任务我带你，我已经13级，可不是一些垃圾菜鸟能够比的。新兵如霜扫了他一眼，眼中闪过一丝厌恶，理都没有理他，看向王云上，思索着要不喊他明天再来做这个任务。自然可以，尊敬的除魔使大人。不过这时站在前方的老者看到王云上身上佩戴的除魔使勋章后，脸上立刻露出尊敬的神色，连忙道：除魔使大人，第1环的任务您可以不用做，您可以直接进行第2环任务，为感谢除魔使大人接我们任务，这是第1环任务奖励，请您笑纳。多谢了。王云上没有太过的惊讶，感谢一句，继续说道：我还有一个队友要一起。没问题大人。老者满脸笑呵呵，目光扫了一眼新兵如霜，随手拿出2双刺客与弓箭手都能够穿的青铜级别鞋子。多谢。王云上再次感谢，接过来将1双青铜级别鞋子递给有些目瞪口呆的新兵如霜。卧槽，我们辛辛苦苦用了3天才完成第1环的任务，结果他什么都不做就能够直接拿到任务奖励，这还有没有天理了？神灵飞虎看到这一幕也是目瞪口呆，大声的说道：老头，你有没有搞错？老者听到他的话，神色瞬间冷了下来，完全没有刚才的慈眉善目，冰冷的目光看向他，闭嘴，再说一句废话，判你任务失败。神灵飞虎脸色变幻，憋屈无比。我尼玛，这找谁说理去？小丑！王云上看了他一眼，不屑地摇了摇头。有没有人看哇？有看的宝贝，投个免费的用爱发电，可怜可怜孩子吧。哭了。第37章，先杀人，再过关。卧槽，兄弟你有挂吧？是不是开了？这也太离谱了，不做任务直接奖励青铜装备，直接从任务的第2环开始。除魔使大人，这除魔使是什么身份？好牛逼！怎么看不到他的 ID？ 他是玩家，不会是土著吧？南海学院旁边的任务大厅内，周围一些玩家看到这一幕，也是目瞪口呆的惊呼。因为频繁戒指遮掩了王云上的信息，还有人猜测他是土著。王云上脸色平淡，不得不说，这除魔使的身份是真装逼。一旁的位置，那神灵飞虎因为小丑2字，脸色通红，紧紧地握着拳头，目光阴狠地盯着他。走吧。王云上根本不鸟他，看向身旁的新兵如霜。新兵如霜正呆呆地看着他，脸颊微红，连忙低头跟在身后。一旁的位置有一个传送阵，他们踏入之后，立刻来到一个古朴的深宫大殿内。浓厚的历史尘埃气息传来，他们所在的位置是一个庞大类似于祭坛的位置。位于前方几百米处有一个巨大无比的石门，石门上面刻画着不知名的文字。在那石门的2侧是一排排深邃的黑洞，黑洞深不可测，不知延伸到何处。好多人。新兵如霜看着周围的玩家，脸上露出无比惊讶的神色。在他们的周围已经聚集了足足1-2千名的玩家，玩家的等级普遍比较高，没有低于13级的。王云上与新兵如霜算是个例了。上一世王云上因为加入了学校内那些富2代成立的工会，一直在野外打怪赚取金币，再加上这个任务的死亡率高的可怕，他便没有接这个任务。据他了解，这个任务是要用玩家们的命来填过去的。在第1关内，这2-3千人能够活下来1/10就算是不错了。对于能活着的玩家们来说，用1条命换2个技能或者1件白银级别武器，可能也值得。但这在王云上来看，完全不值。这啥任务，竟然要这么多人竞争？不知道啊，距离任务开启还有10分钟呢。周围一些玩家也是忍不住的议论着。王云上站在那里，静静的等待，新兵如霜安静的站在身旁。不过这时他感应到一道仇恨的目光，王云上不用看便知道是神灵公会的众人。走吧飞虎，先跟咱们公会内的其他人会合，你要是想要教训那小子，以后有的是时间。后方的位置，一名青年笑着拍了拍神灵飞虎的肩膀。查不到那小子的信息，应该用道具隐藏了，记住他的长相，以后我必干他。神灵飞虎冷声说道。放心吧，我们兄弟几个帮你。旁边几人满脸义气，他们朝着另一处走去。嗡！10分钟的时间很快，一声沉闷的声响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紧随着，他们便看到位于中央的位置有20几道身影被传送了过来。20几名青年男女，看起来都是17、18岁的年纪。他们全身上下穿着华丽至极的装备，一些魔法师手中的法杖更是绽放着耀眼的光芒，一看便不是凡品。卧槽，这是万古大陆的土著，这一身装备简直瞎了我的狗眼！我一眼扫过去，最低都是黄金级别的。我们的任务跟他们有关。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这20几名土著身上。王云上也是目光扫过，这群人应该是南海学院的天之骄子，并且很多应该都拥有着不凡的背景。诸位，从现在开始，你们的任务已经开启。20几名土著中，一名手持长枪的战士青年走出来，
环顾四周，开口道：“看到前方石门左右两侧的黑洞没？在黑洞内有着一个个宝箱，你们要做的是打开宝箱，在宝箱内存在的有可能是魔物，16级黄金级别的魔物，也有可能是一把金色的钥匙。你们要做的是找到钥匙。100个洞口，每个洞口有4个宝箱，并不是每一个洞口都有钥匙，一共有10把钥匙，所以你们需要打开洞口内的所有宝箱。”什么？长枪青年的话刚落下，一名玩家便忍不住的惊呼一声：“我们要对付16级的黄金 BOSS， 这怎么打？这种 BOSS 一击我们就完蛋了呀！”是呀，周围有人附和，有些猛。16级黄金 BOSS， 这岂是他们能够对付的？这不是送死吗？肃静，我们这里有一件回光石，只要你们将回光石扔到魔物跳动的心脏上，便能够将它重新封印到箱子内。在周围玩家还想要说什么的时候，长枪青年直接打断：“所有人一人领一件回光石，必须集齐10把钥匙，你们才算是能够过第一关。每一个洞口进入22人，具体如何分配，你们自行安排。”长枪青年说着，手臂一挥，身前浮现一大堆散发着光芒拳头大小的石头。每一个洞口26人，走走。一众玩家开始行动了起来，纷纷去领回光石。走吧。王云上朝着新兵如霜示意，两人领到回光石后，径直朝着前方黑洞处走去。一个黑洞进22人，王云上并没有等人或者组队，以他现在的实力，哪怕是杀16级黄金 BOSS 都没有问题。他直接选择最近的一个洞口走了进去。咦，兄弟们，跟我来，我们也去这个洞口。后方的位置，神灵飞虎注意到前方2个身影，眼前一亮，立刻对周围众人说道：“飞虎，任务要紧。”一名中年淡淡的提醒道：“好的，队长，我知道分寸，那我就暂且放他一马。”神灵飞虎听到队长的话，脸上闪过一丝不甘，不过还是笑着回应。一行20人朝着洞口内走去，洞内并不黑暗，而是有着特殊的宝石照亮。王云上他们朝着里面走去，很快注意到身后有人也进来。新兵如霜朝着后方扫了一眼，微微皱起眉头，那个讨人厌的家伙和他队友也进来了。来了刚好。王云上笑了笑，等会你继续往前走，别见身上血了。新兵如霜听到他的话一愣，无语的看向他：“你要杀了他们？那神灵飞虎骂我了，我去宰了他。”王云上道，又补充了一句：“如果他的队友反抗，我只能自卫了。”新兵如霜更加无语了，没有说话。两人走了几百米后，身后的神灵飞虎众人与他们拉近了距离。啧啧，怪不得飞虎你去搭讪，那女人只看背影，都让我食梗了。后方神灵小队一众20人，一名青年看着新兵如霜的身影，忍不住的淫笑道：“操，我的眼光能差了？”神灵飞虎笑骂着回答：“老子一定要找机会弄到这女人，然后在那小子面前嘿嘿嘿。”警惕！不过这时，中央的中年队长皱了一下眉头，前方那小子隐身了。隐身？哼，队长您多虑了，那小子还敢来找飞虎的麻烦吗？更何况飞虎仅仅骂那小子几句罢了，给他10个狗胆也不敢招惹我们。一名青年不在意的笑着说道。噗！但下一秒钟，他身躯一颤，抬起手想要捂住脖梗，露出惶恐之色。噗噗！血亮清灵。王云上也现身，原本他想要先杀神灵飞虎的，奈何这家伙多嘴。第38章，你们队伍牺牲的人有些多，你的小队遭受到50的攻击，你的队友神灵飞虎被50击杀。草草！当这一个提示声响起的瞬间，神灵公会众人瞬间一猛后，口中爆出粗口。就在刚刚，他们还在说以任务为主，还不让神灵飞虎去杀那小子，却没想到那小子竟然敢主动袭击他们。然而最令他们惊怒的是，那小子竟然是50！你的队友神灵猴子被50击杀。在他们惊怒的时候，又有一名同伴被王云上斩杀。如今11级的他，属性比17级玩家还要高，加上他作为刺客的高爆发，最多3下便能够秒掉一人。防御控制！为首的中年队长一阵惊怒，他可是知道他们副会长便被这50击杀过，而且还是一人击杀副会长一个小队，50的实力绝对恐怖，所以他第一时间让队友们防御，以控制技能控住50，只要将其控住，一个刺客他有把握将其击杀。一名走肉盾流的战士反应了过来，他手中拿着一个盾牌，朝着王云上冲撞而去，同时战吼技能施展。王云上冷笑一声，以他的属性，除非是硬控，否则都困不住他。死神连击直接施展，砰砰砰，5击，肉盾战士死亡。就是这个时候，化火为牢，哪怕你是50也得死。中年队长看到队内肉盾战士被击杀，神色未变，冷静地施展出一个控制技能，化火为牢，火焰化为牢笼，将目标困住，并造成150%的魔法伤害。法师的稀有技能，为了获得这个技能，他甚至丢掉了一条命。干掉他！中年队长咬牙命令道。他知道50很强，
但一个刺客只要被控制住，再强也能杀。王云上微微摇头，瞬间从原地消失，来到中年队长的一侧，手中的匕首没入他的瞳孔中。脆皮的法师，一招秒！该死，队长，不好，50，你这是与我们神灵公会为敌！其余一众神灵公会的玩家怒吼道，尤其是神灵飞虎，脸色异常的难堪。死吧！王云上冲过去，开始快速屠杀。拥有着无命运脱身、杀气豁免3个解控技能，一个灵魂恐吓控制技能的他，一个闪烁瞬移技能，这神灵公会一众人对他来说完全是待宰的羔羊。哪怕这一行20人都是神灵公会的精英核心成员。不到3分钟，王云上捡起地上的金币与装备，笑呵呵地朝着新兵如霜走去。爆的金币和装备又多，还能够增加属性，比杀怪合适多了。现在玩家升1级一共才加34点属性，他杀20个人堪比升大半级属性了。新兵如霜看到他归来，没有丝毫意外，两人继续朝着里面走去。前面有一个宝箱。很快一个宝箱出现在视线内，新兵如霜道，要不要我去打开？不，我来。王云上摇头，径直地走过去。他知道一旦打开宝箱，里面若是有魔物 BOSS， 那开启的一瞬间便会遭受到攻击。以新兵如霜现在的实力，必死无疑。咔咔！当宝箱被打开的瞬间，一个幽魂形态人形的魔物瞬间冲出，朝着王云上袭击而去。他目光一凝，手中的匕首直接与魔物碰撞在一起。负88，幽影魔核，黄金 BOSS， 16级，血量9922100000。离谱，我一击落在他身上怎么这么低？不过其血量好像不是太高。王云上看到自己的伤害，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死神连击！王云上欺身上前，一道道攻击不断地落在幽影魔核身上。嗖！负8，一侧的位置，新兵如霜的箭矢射在幽影魔核身上，令他懵住。他回过神来，立刻拿出回光石，锁定幽影魔核中心绽放着血色光芒的位置。不要攻击他，我试试能不能将这 BOSS 宰了。王云上立刻阻止新兵如霜。黄金 BOSS 在万古大陆具有唯一性，一旦被杀便会彻底消失，所以想要碰到黄金 BOSS 也没有那么容易。如若能够将之击毙，应该会有不小的收获。再不济也会爆出复活币。噗！一个不小心，王云上的被他击中，杀气附体的屏障被一击消散。血域！王云上在死神连击的过程中，左手匕首使出技能，令其眩晕。幽影魔核身躯绽放黑芒，眩晕效果立刻失效。灵魂恐吓！他再次施展控制技能，这一次幽影魔核没有解开控制。负120，负140，负160。死神连击的伤害越叠加越恐怖。嗖！不过当王云上干掉其40%血量的时候，其身影一动，直接没入宝箱内。砰！宝箱直接关闭。王云上还能逃回去？日乐够，白打了5分钟。他脸色一黑，朝着新兵如霜示意：“走吧，继续去里面。”变态！一旁的新兵如霜忍不住的小声嘀咕道：“他刚才可是见识到了自己一击落在这 BOSS 上，只干掉其8点伤害，而王云上能够将 BOSS 杀到逃回去。幸亏他已经放弃了走正规的复仇之路。”两人深入里面几百米，很快又碰到一个宝箱，打开后依旧是魔物。王云上又试了一次，发现依旧和之前一样，一旦其血量掉落40%，便直接逃走，拦都拦不住。10分钟后，他们来到第3个箱子前，他打开后没有魔物，而是一把金色的钥匙。咦，运气不错，找到一把钥匙。王云上将之拿起来，对新兵如霜示意一下：“我们的运气真好。”新兵如霜也是露出欣喜。两人继续深入，找到第4个宝箱，将其打开后是一只魔物。这一次王云上没有与他纠缠，轻松地用回光石将之封印。回去吧。王云上挥了挥手，两人朝着外面走去。当他们出来的时候，周围洞口并未有玩家的身影。哪怕是王云上耽误了一些时间，这速度也不是其他玩家能够比的。找到一把钥匙，王云上看到一众南海学院的学生在巨大的古老石门前等候，将钥匙扔给长枪青年。好快的速度，运气也不错。长枪青年接到钥匙，露出惊喜之色，扫过王云上两人。可惜的是，你们这一队牺牲的太多了。是的，牺牲的人有些多。王云上点了点头，露出微笑。第39章，第2关，20个黄金 BOSS。妈的，这也太难了！我们20多人进去，只有我一个人活着出来。该死的，16级的黄金 BOSS 真不是人能够打的，一招秒我们3人。随着时间，两侧的洞口内一个个人影走出来，他们一个个脸色有些不好看。每一个洞口内出来的人都不超过4人，甚至有的洞口只有1人走出来。有人获得了钥匙，大部分人都未获取。
也有人心情不错，因为通过第一关便有不菲的奖励了。不过10把钥匙也顺利的集齐，2000多人的任务，第一关就只剩200多人了。这新兵如霜看着存活下来的人，脸上也是震惊，这死亡率太高了，而且这还只是第一关。他觉得如若没有王云上，他第一关可能都过不去。轰轰轰！在众人议论的时候，前方长枪青年已经将10个钥匙插入古老的石门上。那巨大的石门缓缓地打开，一个巨大的地下宫殿出现在视线中。位于宫殿的两侧是2排的石雕像，每一个石雕像有3米大小，它们形态各异，有手持狼牙棒，如牛头人；有双头怪，如巨大变异人；也有的如变异鳄鱼，拥有着长长的尾巴。整个宫殿散发着一种恐怖的气息。一众南海学院的天骄踏过宫殿，站在进入大殿下方的阶梯前。前方是第2关卡，当走下阶梯后，周围的雕像会化为 BOSS， 同样为黄金 BOSS， 等级在15级。长枪青年继续开口说道：“一共有20个 BOSS， 你们需要将这20个 BOSS 全部击杀。先别急，我知道以你们的实力根本做不到。”长枪青年看到有急不可耐的玩家想要开口，直接打断：“我们会给你们提供一种药剂，服用后你们的属性能够提升 70% 左右，技能冷却也会提升 30%， 实现20分钟。现在所有人前来领取，1人1颗。”长枪青年拿出一粒粒药剂，朝着所有人示意：“我去，还有这种药剂，这要是能够嗑药练级，那就好了。”一名玩家微笑地走过去，当他拿到药剂后，立刻又惊呼一声：“卧槽，这后遗症是不是太严重了？药效后1天属性降低 90%， 是要3分毒。”长枪青年淡淡一笑。一众玩家虽然无语，但想要过任务必须服用，毕竟接下来要面对20个黄金 BOSS。 王云上也拿过药剂，看到上面的属性后也是挑了挑眉头。可提升自身 70% 左右的属性，近乎翻倍，后遗症如那青年所说。若是13级的玩家服用此药剂，属性堪比20级玩家，再加上 30% 的技能冷却，已经很强了。好了，开始战斗吧，我们这里也会用道具，再给你们加持状态。长枪青年手中拿着2个白色的卷轴，对着众人道：“这一关内，你们个人或小队对于魔物造成伤害的多少，直接关系到你们第3关的任务。走！这一关我们必须团结协作，法师、牧师、弓箭手在后，战士、召唤师的宠物顶上，刺客游斗。”立刻有玩家大声地组织道。其余一众玩家们也是点了点头，知道要全力协作。270多名玩家走下台阶，两侧的恶魔雕塑开始复苏，他们连忙的服用药剂。王云上看了一眼手中的药剂，目光闪烁，他假装放入口中，将之收了起来。对付15级的黄金 BOSS 他还不需要，而且对于这个任务，他隐隐有些其他的想法。吼吼吼！嗷嗷！一瞬间，咆哮的声音响起，恐怖的魔气朝着他们冲击而来。肉盾战士与宠物顶上，牧师注意治疗。刚才那名指挥的中年大声喝道。长枪青年立刻撕开手中的卷轴，光辉洒在所有人身上。王云上发现自己多了一个增益 buff， 恢复力提升 300%， 敏捷增加 50%， 很变态的效果。有这种增幅，击杀黄金 BOSS 应该问题不大。你在我后方，小心点。王云上对新兵如霜提醒了一句。新兵如霜点了点头，放心，我服用了药剂，不会拖你后腿。王云上笑了笑，点头朝着前方的魔怪杀去。因为未服用药剂，王云上的速度比其他刺客要慢一些。当他来到一个双头魔物身前时，一道道攻击落在上面，负788，负666，同时黄金 BOSS 的血量也显现，5万，负1100，负888。你这刺客的攻击有些低啊，也太菜了，等下可别拖我们后腿。这时，同样攻击双头魔物的战士看到王云上的伤害，又看向自己的伤害，忍不住地说道。王云上没有理会他，躲避双头魔怪的袭击，负777、756、674，一连串3个伤害打出，令那名战士微微一愣，他有些不爽，同样立刻朝着双头魔怪袭击而去。砰！负888。然而一个伤害出现在他的头顶，令其脸色大变。给我治疗，控住技能，锁定 BOSS。 他连忙大声对身后的队友吼道。以他现在的血量，受不了双头魔怪的3次攻击。嗡！一道治疗落在他的身上，令他血量恢复200。周围也有箭矢落在双头魔怪的身上，但双头魔物被激怒，一个头颅喷吐出恐怖的火焰，朝着周围笼罩而去。该死的啊！那名战士遭受双头魔物技能的攻击，又被另一个头颅射出的魔焰击中，血量瞬间清零，不甘心的死去。王云上一个闪烁，轻松的躲避，露出一丝冷笑。他有技能打断刚才双头魔物的技能，但没必要。7身上前，王云上瞬间施展出死神连击，
一道道伤害快速的叠加。嗖嗖嗖，后方的位置，新兵如霜，无压力的输出着。啊呀，不好，有隐身的魔物！就在这时，后方传来惨叫的声音。王云上扫视了一眼，发现竟然有5只 BOSS 瞬间来到了后方一众远程职业的位置。顷刻间，有20几名远程职业被杀，这令完整的阵型瞬间崩溃了起来。王云上扫了一眼新兵如霜，发现他没有事后，便继续攻击其身前的魔物。周围有人组织袭击偷袭的魔物，混乱的场面也逐渐恢复，但也有越来越多玩家被杀。死神连击！噗噗噗！游斗了2分钟，王云上再次施展绝杀技，一个个高昂无比的伤害爆出来。已经被打了 80% 的双头魔物，生命很快清零，化为一道魔烟，再次变成一个雕像。兄弟，你好强！周围跟着他一起围攻双头魔物的几名玩家，有些震惊地看向王云上。他耸耸肩，一言不发，朝着第2只魔物袭击而去。哎呀，哥哥救我！哥哥救我！后方的位置，一名身材妖娆火爆的女召唤看到一个恐怖的魔物朝着自己袭击而来，脸色一变，她连忙朝着身后扑去，直接抱住后方南海学院一名青年法师。那名万古大陆的天骄感受着柔软的身躯，微微昂头，姑娘不用怕，圣念击退。他挥动法杖，立刻朝着前方的魔物攻击而去。一些玩家看到这一幕，微微一愣，这也行？第40章，嚣张的安德鲁伯爵之子。战斗的场面越来越惨烈，不断的有玩家死去，也有黄金 BOSS 在围攻下被击杀。场中比较醒目的是，有10几名玩家跟在一名刺客的周围，以那位刺客为主心骨，不断的围攻击杀着一只黄金 BOSS， 一只魔怪 BOSS 也在他们的攻击下倒下。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众人药效即将消散的时候，最后的一只魔物 BOSS 倒在王云上的身下。操，终于干掉这20个黄金 BOSS 了，太难了！这位刺客大佬走位太强了，全靠这位大佬了。大佬，能加个好友吗？场中所有的黄金 BOSS 被清理，聚集在王云上周围的10几个玩家崇拜地看着他。在刚刚战斗的过程中，他们可是见识到了其恐怖之处。那飘逸的身法，对于时机的精准把握，出神入化的双臂攻击，令他们折服。那个降临者的技巧好强啊！哪怕是位于后方的位置，一众南海学院天骄们的中心处，一名女生忍不住地惊叹道。周围的同伴也是认同地点了点头。如此强大的降临者，我还是第一次见。场中，王云上对着周围一众人惊叹，淡淡的点了点头，略显冷酷的走到新兵如霜身旁。新兵如霜看了看他，感受着周围聚集过来的目光，忍不住露出一丝自豪之色，朝着他身旁靠近了一些。恭喜诸位通过了第2关，任务结束后，你们可以领取一本稀有职业技能书，亦或者是一件黄金级别的武器。长枪青年满脸微笑的对众人说道：跟我们来，第3关不用战斗，而是考验运气，你们也不用担心。长枪青年说完，南海学院一众天骄们朝着前方走去。他的这句话也令场中仅存的30名玩家们松了一口气。现如今，他们的属性减少了 90%， 随便来一个小怪都能够将他们杀死。王云上他们跟在后面走了10几分钟，来到地宫尽头，下方是一望无尽的深渊，而在前方有着一个个平台悬浮在空中，平台3平方米左右，分为2排，一直延伸到对岸处。第3关到了，接下来你们的任务是通过前方的平台。你们前方有2个平台可以选择，这2个平台，一个平台代表着生，一个平台代表着死，一人需要前进6个平台，而走到尽头，一共有120个平台。长枪青年继续朝着所有人说道：走完120个平台，代表你们完成此次的任务。绝杀技与暗金装备2选1，提前说一下，排过雷的平台不算。每前进一次有1/2的生还率，要前进6个平台。卧槽，这生还的概率是多少？有没有数学生算一下？我是数学大佬，生还率是2的6次方，也就是64%的概率存活。我去，这不是纯纯送死吗？我们有30个人，也就是说，越靠后就越有机会通关。一众玩家们议论着，脸色有些不好看。王云上看着，神色没有变化。他知道第3关的关卡，所以在第2关的时候，他没有隐藏实力，将伤害拉到最高。当然，其他玩家不知道的是，他没有嗑药。要是知道他没嗑药，估计会懵。在第2关造成伤害越高者，就可以排在最后面探路。新兵如霜因为与他组队，他们2人的伤害平均下来依旧属于最高，所以新兵如霜也能够排到最后。任务的第3关，一是靠上一关的表现，2是靠运气。我将根据第2关诸位的表现来决定上台人的前后顺序。长枪青年说着，指向一名弓箭手女玩家：你是第1个。啊！那名在上一关有些浑水摸鱼的女玩家看到指向自己，脸色一垮，无奈下只能第1个。她看向前方2个平台，朝着其中一个平台跳去。轰！
当他落下去的瞬间，一道火焰瞬间将之笼罩，其连惨叫声都没有，便直接化为灰烬。卧槽，这娘们运气也太差了，不知道给我们多排几个雷啊！这一幕令所有人玩家脸色一变，有玩家忍不住的骂骂咧咧道。长枪青年与他身后一众学院天骄也是皱起眉头。你们这个小队依次上去。长枪青年又指向一个5人小队，这令那5人脸色一变。在上一关，他们5人一直都在防御，就是想要苟过去。现在他们无奈叹息一声，因为有前面那个女玩家排雷一个，第2个上去的青年跳到另一个平台上，随即又跳到前方一个平台上，他运气还可以，没有死。第3个平台又是顺利过去，但在第4个上，他运气就没有这么好了，瞬间死亡。下一人则是继续，但这家伙运气很差，在第2个平台上就死了。这个小队5人没有人能走完6个台阶，运气最好的就是第1人。不过5人也排了22个人平台，加上第1个女生，一共排了23个平台，也就是说还有97个平台，而他们还剩24人。你下一个。长枪青年指向一名身材妖娆无比的女召唤师。啊！妖娆的女召唤师脸色一变，紧随着摇曳着身姿，非常风骚地走到一名手持法杖的南海学院天骄旁，挎着他的手臂，眼泪汪汪道：彼得哥哥，你能不能帮帮我和我的2位队友？我不想这么快上台探路。手持黄金法杖，面相还算英俊的安德鲁伯爵之子心中一荡，脸上露出倨傲的神色。小事，夭夭，哪2位是你队友？谢谢哥哥，哥哥真好，我叫晴儿。哥哥好，我叫楠楠。后方立刻有2名女生满脸惊喜地走上前，满脸微笑的甜甜喊道：好！彼得脸上露出傲然之色，手臂一挥，放心吧，你们是夭夭的朋友，我会罩着你们。他说着，目光看向长枪青年，吴兄，给我个面子。长枪青年听到他的话一愣，立刻点了点头，略带一丝讨好的说道：没问题，彼得学长，下一个你。这一幕令南海学院一些天骄微微皱起眉头，不过他们也没有开口说话。卧槽，这也行，我尼玛，这也可以！被指到的青年懵了，连忙叫道：我说，你们这群家伙，天理何在，公平呢？是啊，这也太不公平了，不是按照第2关的伤害来排前后的吗？周围也有一些玩家不满地说道：如若有人保你，你也可以排后面，这是我们天骄弟子的权利。长枪青年淡淡地说道。尼玛！那名青年玩家愤愤不平，随即看向一众南海学院的天骄们，忍不住地说道：诸位美女，有保我一下的吗？我会好好伺候诸位美女，可以吗？我很大的，我现实是 rap， 口才很好。他大声地说着，不过南海学院一众天骄中的女子眉头紧皱，眼中充满了冷漠和厌恶。快过去！长枪青年冷声催促。干，老子不玩了！那名青年有些生气地说道：我第3关不过了，我要退出任务。可以，退出任务将没有任何奖励。未等长枪青年说话，安德鲁伯爵之子点头，淡淡地说道：另外，你想要安全回去，要到达对面，只有那里有传送阵可以回去。该死！那名青年听到，脸色瞬间黑了下来。他有些不甘，不过也没再纠缠。他也知道，没有那夭夭3人，他排的也是比较靠前，也知道没有必要再闹下去，转身朝着平台上走去。这名青年运气倒是不错，连续过了5个平台，在他兴奋地跳到第6个平台后，运气之神没再眷顾他。后面玩家的继续，有女玩家看到那叫夭夭的骚操作，想要勾引长枪青年，结果被冷漠对待。接连几个玩家试着讨好南海学院的一众天骄，都没有得逞，这令他们无奈。真的太感谢哥哥了。夭夭看着这一幕，脸上露出得意与兴奋，身躯贴着安德鲁伯爵之子，不断感谢，这令其虚荣心得到了巨大的满足，嘴角翘起，对夭夭保证道：夭夭你放心，我会尽量让你过这一关。一旁的位置，王云上看着这一幕，也是微微皱起眉头。在万古大陆，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就像王云上身为除魔使拥有特权，其他玩家也可以利用一些优势获得特权，但若是触及到他的利益，那可就不行了。安德鲁伯爵有些熟悉，他心中思索，突然想到上一世的一个任务。随着一个个玩家登台，被排雷的平台越来越多，而死去的玩家也越来越多，等到了只剩6个玩家的时候，依旧没人运气好到爆棚。该死的，我应该排倒数第3的。第25名玩家登场，他脸色有些难看的低声说着，有些不甘，但看着被那全身黄金套装法师星月帝国伯爵之子罩着的夭夭几人，也是无奈。他恨恨地扫了一眼叫做夭夭的女子，朝着台上走去。此刻仅剩下15个平台没有过去了。这名玩家运气很差，仅仅排了一个平台就死掉了。除去他死掉的平台，还剩13个未知平台。冰如霜看到这一幕，
无奈叹息一声：“我先去吧。”他主动上前，王云上伸手阻止住他，看向长枪青年与安德鲁伯爵之子，平静地说道：“根据上一关规矩，我们的伤害是最高，应当排在最后。我作为除魔使，不当遭受不公平待遇。”王云上的突然开口，令安德鲁伯爵之子与长枪青年微微一愣。安德鲁伯爵之子注意到王云上身上的除魔使勋章，也是微微诧异。不过其竟然敢挑战自己的权威，他冷声道：“除魔使又如何？我还是安德鲁家族未来伯爵之位继承人呢，让你先上台就先上台，我管你什么伯爵之子，我现在就要一个公平。”王云上微微眯起眼睛，语气森然：“哼，公平？本伯爵之子得话就是公平，你一个降临者，以为运气好混到一个除魔使的勋章，就以为能够挑战我们的权威吗？”安德鲁伯爵之子狂笑一声，傲然地盯着他：“若是还想要获得任务奖励，我现在命令你上台。”王云上看着他笑了。第41章，伯爵之子照杀不误。这一世的王云上有一个原则，那便是不受任何的欺辱，无论对方是谁。凡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误我、骗我者，我全杀之。顶流刘坤是这样，富二代是这样。至于所谓的安德鲁伯爵之子，未来的安德鲁伯爵爵位的继承者，又如何？当安德鲁伯爵之子话音落下的瞬间，王云上轻轻一笑后便瞬间消失。闪烁，他身躯瞬间来到安德鲁伯爵之子的一侧，两双匕首没有丝毫犹豫，朝着其脖颈上袭击而去。砰砰，负1000，负800。然而那安德鲁伯爵之子虽然没有反应过来，虽然没有想到王云上竟然敢袭击他，而且还有力量袭击他，但他身上的黄金套装护体技能主动施展，黄金荣耀，全身黄金装备套装的主动防御技能，在周身形成一个拥有着自身防御级别10000血量的防御罩。魔影，王云上看到这一幕并未意外，一个虚影浮现在其右侧。砰砰，负1000，负800，负800，负640。他与虚影瞬间又打出4道攻击，足足打掉黄金荣耀5040的血量。这一刻，安德鲁伯爵之子也反应了过来，他脸上露出不可置信的惊怒，狰狞的吼道：“该死的降临者，你找死！抗拒火环！抗拒火环！”将目标击退并造成170%的伤害，击退距离为自身精神力 x 0.1米。命运脱身。王云上看到他的袭击，身形虚幻。命运脱身，稀有虚幻身躯1秒，1秒内无视任何攻击。被刺，负1400，负1120。王云上与还未消失的虚影再次在其身上爆出2道惊人的伤害。他身上黄金荣耀的血量只有2000多。混账！安德鲁伯爵之子看到自己攻击竟然无效，看到自己黄金荣耀血量骤降，惊怒的狂吼，看向一侧：“快帮我干掉他！”同时他身影进行闪烁，瞬间来到10几米外。作为伯爵之子，他稀有技能自然不少。王云上目光冰冷地锁定安德鲁伯爵之子，灵魂恐吓。而这个时候，周围的位置，无论是夭夭他们3名女生，还是一众南海学院的天骄们，都懵了。他们无论如何都没想到，眼前这个降临者竟然敢袭击安德鲁伯爵之子。这个降临者不是服用燃血药剂了吗？怎么现在一名南海学院天骄之女很快想到这一点，忍不住地说道：“难道她有宝物可以解除药剂的后遗症？不对，她现在的实力有天骄猜测，但很快推翻。不对劲，不对劲！如若她有解除药剂后遗症的宝物，那她现在的实力怎么还会如此之强？”放肆！住手！一众南海学院的天骄中，有与安德鲁伯爵之子关系好的，尤其是那长枪青年，手中长枪一挥，冰冷地喝道：“谁若是敢阻拦我杀他，我就宰了你们全部！”王云上目光冰冷地拿出刚才未服用的药剂，在安德鲁伯爵之子从灵魂恐吓中苏醒的一刻，也已经来到他的身前。砰砰砰！连续3道攻击破了他的黄金荣耀。这是刚刚准备前去帮忙的长枪青年与另一名青年脸色瞬间大变。这怎么可能？他没有服用药剂。这一刻，他们满脸震撼。他们可是知道，在上一关中，这名降临者的伤害是最高的，而且还远超第2名好几倍。其展现出来如此优秀的成绩，一众南海学院的天骄们并未有太多的惊讶，因为他们以为其服用了燃血药剂才拥有如此实力。然而现在看他拿出的燃血药剂，他们才知晓其并未服用药剂。那么说，以他展现出来的实力，要比他们自己要强大很多。最主要的是，这名降临者身上也没有强大的装备，这就更加恐怖了。他们怀疑，哪怕是他们没有到来的真身，面对这名降临者，
也没有100%的必胜把握。若是其服用药剂针对他们动手的话，那麻烦可就大了。他们招揽降临者到来，是为了帮助他们度过前3关，是为了保留自身实力的，是为了里面那来自于上一个纪元远古机缘的。现在竟然出现了如此局面，这令他们脸色无比难看。任何人不得参与。众天骄中，一名青年沉声说道。他这众人中显然有些地位。那长枪青年与另一个青年立刻停下来。事实上，哪怕不用青年说，他们也不敢动手，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其服用染血药剂，他们根本不是对手。至于自己也服用染血药剂，不说服用后与接下来的机缘无缘，就是服用了，他们这具身外化身也承受不住染血药剂的药效。该死，你该死！安德鲁伯爵之子看到自己的黄金荣耀被打破，看到其手中竟然还有染血药剂，知道没人能帮自己了，脸上也是惊怒万分，手中的法杖也是一挥，身影也虚幻起来。又是一个稀有技能，绝杀技天怒火莲。同时他狂吼一声，位于他周围方圆10几米内，恐怖的焰火从地下冒出来，完全笼罩周围的空间。天怒火炼绝杀技，释放无尽怒火笼罩周围，并对范围内的所有目标每秒造成300%的伤害，持续时间10秒钟。这一招绝杀技足够恐怖，配合上他虚幻的稀有技能不可打断，完全无解。不过王云上看着这一道攻击，同样施展免疫所有攻击10秒钟。安德鲁伯爵之子看到他消失，也是脸色大变。这个时候他虚幻的技能也结束，惊怒地扫视着周围。王云上并未立刻现身，当天怒火莲结束的瞬间，他的技能也刚好结束。他站在其身后，稀有技能眩晕，绝杀技死神连击，噗噗噗噗噗，负800、1000、1200、1400、1600。没撑完第5击，安德鲁伯爵之子还道歉王云上一些血量，在其不可思议与恼怒不甘的神色下死亡。一件黄金法袍与黄金法杖被爆了出来，而王云上连一滴血都没有掉落。周围一片寂静。第42章倒反天罡，命令天骄去探路。啊，这怎么可能？他怎么敢？这个家伙怎么敢杀尊贵的伯爵之子？古老的地宫内，夭夭几人看到安德鲁伯爵之子被杀，整个人也是懵的。这可是万古大陆内的子民啊，可是星月帝国一位伯爵之子，现在竟然被一个同为玩家的青年杀了，这有些离谱。他怎么敢？星月帝国可是有着明确规定，降临者不得攻击星月帝国子民，当然同样的，星月帝国子民也不得伤害降临者。现在这一滴血没掉便击杀安德鲁彼得，我现在终于明白，这名降临者为何在如此等级便能够成为除魔使了。一名天之骄子也是张了张嘴，忍不住震惊地说道。周围一众天之骄子们也是凝重地看向王云上，不再将他当做一个普通的降临者。场中比较平静的只有新兵如霜，他没有太多的意外，看着那道英俊的身影，带着一丝的崇拜。你，长枪青年看着王云上想要说什么，最终还是制止。他脸色不好看的看向3名女生，沉声道：接下来你们去台上。他们3人脸色一变，不过护着他们的伯爵之子已经被杀，他们也不敢说什么。我先去吧。3人中晴儿主动开口。加油。另外2人对他说道。晴儿踏上平台，然而他的运气差得离谱，刚落在第108个平台上的时候便瞬间死亡。仅仅排掉一个平台，还有12个未知。下一个叫做楠楠的女玩家主动过去，她的运气同样极差，在第109个平台上直接死亡。50%的概率，生与死的概率都极大。夭看到这一幕，脸色非常难堪。他本以为自己能够过第3关，却没想到半路竟然杀出一个如此恐怖的人。他阴沉着脸走过去，踏上第110个平台。看到自己没死，他继续朝着前方平台走去。然后令他意外的是，他本以为自己也像前面20多名玩家会死亡，但当他跳到第6个平台上还活下来的时候，他整个人都懵了。紧随着他惊喜地跳了起来，激动地大声道：耶！我通过了6个平台，我通过了！他高兴地回来，脸上充满了喜悦。他一人通过了6个，后面只有4个了，而在他身后还有2个人呢。他通过第3关的概率将达到80%-90%。哼！他满脸的自傲，有些挑衅地看向王云上，一副看老娘我还是通关了。不错，长枪青年也是意外着夭的运气，不愧是连安德鲁伯爵之子都能够勾引的女人。但下一秒，他神色僵了下来，因为他看到刚才那名杀了彼得的降临者手中的匕首已经没入女子的脖颈上。恭喜你，通关失败。王云上冷笑地看着这名无脑的女子，他连伯爵之子都敢杀，这个无脑的女子
竟然还敢挑衅自己。夭夭的脸上还带着懵逼、憋屈以及愤怒至极的盯着王云上。他本来能通过第3关的绝杀技以及暗金装备能够2选1的，这在如今随随便便都是价值几千万的东西。没了，没了，下一个，你们2人自己决定。长枪青年沉着脸看着这一幕，冷声道。王云上目光看向长枪青年，露出笑容，指向他，下一个，你去。什么？长枪青年一愣，随即脸上露出怒色。下一个他吩咐人去探路，这明明是他的权利，现在一个接了任务的将领者却让自己去探路，倒反天罡，这完全是将他的脸往地上踩啊！我警告你，探路是你的任务，任务你就要完成。还有，你杀死伯爵之子本就已经触犯星月帝国律法，现在你竟然还敢命令我！长枪青年阴沉着脸低声吼道：哼，星月帝国律法我自然知道，但我本除魔使享有子爵特权，那伯爵之子敢针对我，我出手反击又如何？除魔司的人是这么好欺负的吗？王云上冷笑地看着他，他杀安德鲁伯爵之子也不仅仅是鲁莽之举。万古大陆将领者不得攻击万古大陆子民，同理万古大陆子民不得伤害将领者。但也有一种情况，那若是遭受到故意侮辱欺辱，可以进行反击。虽然自己反击过当，但他可是还有着除魔使这个身份，再怎么说他也是除魔司的人，所以星月帝国的律法不会拿他如何。现在你若不去探路，那老子就宰了你！王云上盯着他，森然地继续说道：你敢！碰长枪青年惊怒无比，将长枪重重地砸在地上。你看我敢不敢？王云上淡淡地看着他。长枪青年脸色不断变换，目光求救地朝着身后一众学校天之骄子们看去。一众天之骄子看着这一幕也有些懵，感觉这将领者有些懵，明明自己接了任务，现在反而让他们这边的人去做任务，卧槽了！不过没有人说话，因为这个将领者显然是一个狠人，天不怕地不怕，谁都敢杀。更重要是其手中还握着一颗染血药剂，谁也不愿意得罪，谁也不愿意开口。长枪青年看到没有人替自己说话，心中憋屈无比。对方连安德鲁伯爵之子都敢杀，更何况是自己了。自己身份地位还没有安德鲁、彼得高呢。看着已经拿出匕首的将领者，他阴沉着脸，憋屈至极地朝着平台上走去。王云上看到，淡淡的笑了笑。一旁新兵如霜抿了抿嘴，这个时候哪怕是对王云上非常了解的他也惊住了，这有些猛过头了。长枪青年来到第116个平台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阴沉着脸选择一个平台跳去。安稳落地后，继续朝着第2个平台跳去。结果他运气不好，瞬间死亡。王云上看到也是暗叹，不愧是靠运气才能够通关的任务，这长枪青年的实力起码堪比16、7级的白银 BOSS， 竟然也是瞬间化成灰。你！王云上伸手指向另一名刚才要出手帮安德鲁伯爵之子的青年，强势的命令道。那名青年神色一黑，他心中咆哮：妈的，离谱！这个将领者怎么这么离谱？明明是他做任务，竟然敢命令发布任务的人替他做任务。问题是，踏马的自己现在竟然不敢反抗。第43章上一纪元的神之传承。呼！远古遗迹内，阿克法心惊胆战的跳到最后一个平台上，重重的松了一口气。还好还好，自己没死，可以过来了。他脸上露出振奋之色，朝着身后一众天骄们喊道。南海学院的天骄们也是一个个带着欣喜，踏过一个个平台。王云上朝着新兵如霜示意一下，两人也跳跃到对岸。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那里有一个传送阵，可以直接回去。阿克法扫了一眼王云上，阴沉着脸指向传送阵的位置。他现在一秒都不想要看到这个刺客，这个霸凌欺辱他的刺客。王云上目光看向传送阵的位置，挑了挑眉头。诸位，你们拿出如此多奖励，费尽如此周章，让2000多人用命帮你们过前面3关，我想要问一下，你们是想要获得什么宝物，或者传承？他的话令阿克法神色一冷，直接回答道：这不关你的事情，咱们相见就是有缘，我跟你们一起吧。王云上笑着，完全没有离去的意思。他自然不会离去，在之前他对于这个任务还没有太多的想法，完全是为了得到那刺客的绝杀技能。但现在嘛，万古大陆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万古大陆的一众天骄们花费如此大的代价，用2000多名将领者的命走到这里，要说不是为了获得某些至宝和传承，是不可能的。他可不想要直接离去，最主要的是他在第2关的时候没有服用染血药剂，他的实力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他有资本和实力与这一众天骄们继续前进，甚至获得某些宝物。你走吧。阿克法脸色难堪的还想要说什么，不过
一众天骄中，一名青年扫了王云上一眼，径直朝着前方走去。他们不想要耽误时间了。至于这个刺客想要跟着他们，随意，对他们没有影响。王云上看着他们朝着前方继续走去，目光看向身旁的新兵如霜。你现在没有任何战斗力，先回去吧。任务奖励我建议你选择绝杀技。好。新兵如霜点了点头，看着他，那你注意安全。王云上点了点头，跟在一众天骄们的后方，继续朝着前方走去。周围的空间略显发黄，好似烛光照亮一般，一直走了5分钟。王云上看到前方一个个巨大的阶梯，在一道道阶梯的最上方是一个个王座。这就是灯神阶梯吗？呼！传说中上一个纪元的神为度大陆灾劫而为年轻天骄所准备的考核，如若能够登上王座，将可获得与自身最契合的至宝。哪怕是来到了这里，我们登上王座的概率也不足1/1000。不过，只要达到第6个阶梯，便会有奖励。我们不求登上王座，只要能够登上7、8个阶梯就满足了。最近50年来，只有陛下在年轻时候登顶到了王座。一众天骄呼吸急促地看着前方一个个王座。9个阶梯，只要能够登上去，便能够获得巨大的机缘。这份机缘远超想象。诸位，生死有命，机缘在天，我先去了。一名天骄忍不住地直接踏入台阶，目光中带着炽热的神色。天道在上，希望保佑我能够成功获得机缘。走吧，接下来就要看自己的运气与实力了。一名名天骄朝着台阶走去，当他们踏上第1个台阶后，身影立刻消失不见。上一纪元，王云上站在一旁的位置，听着一众天骄们的话语，微微挑了挑眉头。对于上一纪元，他了解的不多，只知道万年之前被称之为上一纪元。而根据他零星的了解，万古大陆存在过历史断层，有万古大陆子民说上一个纪元被恶魔毁灭后，这一个纪元的人类才诞生。具体其他的他就不了解了。上一世的玩家们还没有接触到这个层次。接下来要进行考验吗？王云上目光闪烁，他也没有什么犹豫，朝着前方的阶梯走去。嗡！下一秒钟，他感觉眼前的景象变换，踏上去的阶梯被无限放大，同时位于尽头，前往第2个阶梯的位置前有一个细长的魔物。它拥有着纤细瘦弱的肢体，直立着身躯，尤其是4肢，好似螳螂一般，双手为利刃形态，看起来是一个灵活性的魔物。魔姬，最低级恶魔，11级，血量1000/1000，力量70，敏捷80，精神50，体质50，技能前行、双刃斩、跳斩、极限爆发。备注：最弱小的刺客类深渊恶魔。那魔姬也注意到王云上，身形一动，瞬间进入到隐身状态。11级，不过这技能与属性远超普通野怪了。王云上看着第1个阶梯上的恶魔，有些意外。有些意外他很弱，也有些意外他很强。在死神之眸下，王云上看到其已经摸到自己的身旁。他身形一动，手中的匕首袭击而去。那魔姬连忙以利刃般的手臂迎去。负1000，属性上的巨大优势令王云上瞬间将其秒杀。其身躯消散，没有爆出任何奖励。这恶魔反应倒是很快。王云上脸上思索着，这只11级的小恶魔实力不比同级别玩家弱。身形跳跃，他来到第2个阶梯上。第2个阶梯，同样一只与刚才类似的恶魔站在那里，看到他到来，睁开眼睛。魔姬，普通恶魔 BOSS， 11级，血量3000/3000，力量80，敏捷90，精神60，体质60，技能前行、双刃斩、跳斩、极限爆发、闪烁。备注：低级恶魔中的小队长，普通 BOSS 级别的。王云上看到，挑了挑眉头。他身形一动，依旧轻松地将这只 BOSS 斩杀。继续跳跃到第3个阶梯上，一只黑铁恶魔 BOSS 出现在视线中。王云上再次将之轻松斩杀。第4个阶梯是一只青铜级别，第5个阶梯白银级别，第6个阶梯是黄金级别的 BOSS。这些恶魔对他还造不成丝毫的威胁，甚至很轻松击杀。噗！当王云上将黄金 BOSS 击杀之后，一个黄金宝箱出现。果然如那群天骄所言，第6个阶梯便有奖励了。他打开第6个宝箱，发现里面有一本技能书。这是……他打开技能书，脸上露出炽热的神色。生命之门，绝杀技。特效：打开生命之门，每秒燃烧自身 10% 的生命值，爆发出 200% 的实力。生命之门开启期间无法触发吸血效果，冷却时间5分钟。生命之门不愧是绝杀技。王云上看着这个技能，也是目光一凝。这个技能很变态，虽然自己的所有血量只能够爆发10秒钟，但在10秒钟内自己能够爆发出2倍的实力。这相当于他能够拥有2转后25级玩家的属性。如若在这10秒钟能够配合上死神连击，将能够爆发出无法想象的伤害。
唯一的遗憾是不能够触发吸血，如若能够触发杀神勋章的吸血效果，他将无敌，可以一直开启生命之门。第6层便有绝杀技奖励，第7层、第8层呢？甚至第9层的王座。王云上心中激动，这个任务简直是来对了。不过第6个阶梯面对的是与自己同级别的黄金恶魔，那第7个阶梯岂不是暗金级别？第8个是史诗级别。王云上感觉有些离谱，暗金级别的他有把握对付，但史诗级别的他赢的可能性太小了。这种级别的 BOSS 上一世倒是有一个公会击杀过，当时那公会一众70多级的玩家击杀了一只30级的史诗妖兽，后来其被杀的妖兽父母杀了过来，差点将那公会建立的城市给摧毁，可谓是损失惨烈至极。不过面对史诗级的自己也不是没有一战之力，他心中思索着，他手中还有一个燃血药剂可以使用。王云上身形跳跃来到第7个阶梯上。第44章击杀史诗级恶魔，获得禁咒死神轮回，暗影魔击，暗金11级，血量6万，力量155，敏捷167，精神100，体质100。技能。第7个阶梯上，王云上看着前方的暗金级恶魔，目光闪烁。这只暗影魔姬的属性比他都要高了，一只暗金级别 BOSS 的技能也绝对恐怖至极，其至少掌握了2个绝杀技，也幸亏是他的等级与王云上一样，不然还真不好打。呼！王云上脸上露出凝重的神色。嗡！前方的暗影魔姬主动出击，隐身朝着他袭击而来。哦！在其冲过来的瞬间，口中发出尖锐的叫声，这令王云上身躯一颤，连忙的用出杀意豁免。上来便是控制性技能，王云上同样施展灵魂恐吓进行还击。暗影魔姬身躯颤抖，不过当他的匕首要落在他身上的时候，其身躯虚幻了起来，虽然他不能动，但却躲避了他的袭击。但是王云上把握时机，在其现身的瞬间眩晕魔影-1000，-1200，-800，-700。顷刻间王云上打出了惊人的伤害，不过相较于暗影魔姬6万的血量，这点伤害还不够看。背刺-1500，-1200，又是2道伤害爆发出来。当王云上准备以巅峰技刺客圆舞曲控制他的时候，他突然一个爆发，嗷嗷！他口中发出尖锐的嘶吼，一股股魔气从口中喷出，朝着周围散去，瞬间笼罩方圆20几米的范围。同时暗影魔姬的速度陡然快出 30% 左右。王云上看到他这一招，微微有些愣住。黑暗笼罩，屏蔽目标视野与感知的同时，自身速度提升 30%， 吸血增加 50%。6！王云上脸上反而露出了微笑，忍不住的咧开嘴，哈哈，我让你知道什么才是黑暗中的王。死神之眸，无视黑暗，无视隐藏技能，黑暗游行，在黑暗中敏捷翻倍。暗影魔姬的速度增加 30%， 而王云上却是直接爆发出 100%。哈哈，生命之门开！他狂笑一声，同时施展刚刚获得绝杀技生命之门，所有的属性再次翻倍。现如今王云上的敏捷是150，在黑暗中增幅至300，在生命爆发之下达到了600的敏捷，已经不能够用离谱来形容了。死神连击，4000、4800、5700、6852。一瞬间，在那暗影魔姬还未来得及反应之下，一道道恐怖的攻击直接将他连到死亡。一个暗金宝箱留在原地，哈哈，爽！这还是第一次如此之爽，斩杀一只 BOSS， 还是暗金级别。王云上看着死亡的 BOSS， 脸上也是露出振奋之色，他目光看向暗金宝箱，兴奋地将之打开。当看到里面2块天道石后，惊喜无比。2个天道石刚好可以将自己的背刺技能以及腐蚀技能进化为职业专属技能。王云上满脸兴奋，直接开始使用。你使用了天道技能时，你的背刺技能转化为专属职业技能灵魂一击。你使用了天道技能时，你的腐蚀技能转化为专属职业技能死神入侵。灵魂一击，死神专属技能。特效：无视目标的护甲，强制对目标造成 10% 生命值伤害，目标生命不足 10% 将触发斩杀效果，此技能无法与其他技能叠加，冷却1分钟。死神入侵，死神专属被动。特效：你的攻击附带死亡特效，被攻击者无法获得任何治愈疗增幅效果。又是2个变态的技能。王云上看着这技能效果，微微惊叹，这2个技能都不比绝杀技弱了。他看了一下身上仅仅只有1半的血量，拿出空间戒指内一些恢复血量的药物，直接服用。对于第8个阶梯的奖励，他充满了期待。1个小时后，王云上血量恢复完毕，他登上第8个阶梯。咦，不对，当他来到第8个阶梯上后，目光扫过发现竟然没有恶魔，不过下一秒他目光一凝，
通过死神之眸，发现一只史诗级的魔姬血翼站立在他前方不远处，他一双黑色的眸子正冰冷地注视着他。魔姬血翼，史诗11级，所有的属性呈现问号，这令他露出凝重之色。他知道史诗级别恶魔的恐怖与强大，不过王云上也有着自己的底气。他摸了摸手中的染血药剂，嗡！就在下一秒钟，那魔姬血翼瞬间出现在他的一侧，那散发着恐怖气息的爪子朝着他抓去。面对那袭击而来的爪子，王云上心中甚至生出一股无法反抗之力。他额头上露出一丝冷汗，知道这是这史诗级魔姬血翼的强大技能。命运脱身，灵魂一击，负5万。草，生命值50万。王云上看到自己灵魂一击造成的伤害，忍不住的低声吼道：嗡！不过下一刻，令他感觉到熟悉的技能将他覆盖，黑暗笼罩。他神色一喜，好，这些恶魔真是好人。不在黑暗中，他面对11级的史诗恶魔完全没有一丝的把握。但黑暗中，他的主场，这只史诗级的恶魔一直处于隐身的状态中，好似能够无限隐身。王云上死神之眸锁定魔姬血翼，他的死神之眸刚好克制其无限隐身技能。王云上瞬间爆发出恐怖的速度，来到魔姬血翼身前，顷刻间5道攻击落在他的身上。哼，弱小的人类！魔姬血翼面对自身伤害没有在意，口吐人言，他猩红的目光锁定王云上，坠入深渊吧，黑暗之花！轰轰轰！整个黑暗笼罩的空间突然绽放出一朵朵黑暗之花，恐怖的黑暗之花无差别的袭击周围，覆盖整个黑暗空间。负1000，仅仅顷刻间，这伤害差点将王云上秒掉，这令他脸色巨变，立刻施展技能无。血量的差距太大了，他脸色有些难堪。你以为你能够躲得掉？魔姬血翼头部两侧与后方突然又绽放出6双血红色的瞳孔，锁定着周围空间。卑鄙的人类，你在哪里？血域，负1800。嗡！当王云上看到其黑暗之花消失，瞬间现身其身后，技能瞬间施展。但仅仅一刻，那史诗级魔姬血翼便瞬间清醒，低声怒吼：你惹怒我了，魔神附体！一个巨大的身影笼罩在他的周围，闪烁！王云上看到其这个技能，瞬间后退躲避，等待技能消失。想要逃？给我死吧！弱小的人类！禁咒，恶魔拥抱。他目光带着冰冷与不屑，手臂朝着他一挥，笼罩在他周围的魔神虚影瞬间吸收完周围所有的黑暗，在王云上反应都来不及的情况下，那恐怖的恶魔虚影将其抱住。轰！他的身躯瞬间化为黑烟。你已经被魔姬血翼击杀。王云上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滋味，他震惊无比，心神一动，瞬间复活。复活，死亡后立刻复活，复活地点可选建立的空间坐标处，冷却时间1周。禁咒，妈的，给老子死！复活后的王云上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服用染血药剂，身上属性暴涨，同样目光血红的盯着他，忍不住的骂着：你这个家伙竟然还有禁咒，不过你禁咒使用后，老子看你怎么死！复活！魔姬血翼神色一变，但下一刻挥动利爪，本真血恶魔后裔能杀你1次，便能够杀你10次100次。黑暗降临，周围再次被黑暗笼罩。王云上脸上露出一丝疯狂之色，在黑暗中，他的敏捷已经来到了恐怖的500多，速度完全不比这魔姬血翼低了。来吧，10秒钟结束战斗，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哈哈！王云上疯狂大笑一声，生命之门开！轰！灵魂一击，死神连击，血域！顷刻间，他技能全出，敏捷达到了1000的王云上，速度恐怖到发指。魔姬血翼连反抗都没有，便遭受到10次攻击。刚刚释放过几个减控技能的他，瞬间眩晕。3秒钟，王云上打出了20连击，瞬间将他的血量减少至10%。你这个人类！魔姬血翼神色巨变，身上涌现魔气，同样准备殊死一搏。灵魂一击！王云上看到其准备爆发，再次打出灵魂一击。复活后冷却结束，你击杀了史诗级魔姬血翼。魔姬血翼的身躯消散，留下一个散发着七彩光芒的宝箱。哈哈，爽！史诗级别的恶魔啊！不过，如若没有频繁戒指的复活，如若不是在黑暗中敏捷翻倍，正好克制他，如若不是在第6个阶梯与第7个阶梯获得的技能，自己还真不是这史诗级恶魔的对手。王云上兴奋的大笑一声后，也有些心有余悸，随即目光炽热地盯着七彩光芒的宝箱。他走过去，将之打开，一本技能书躺在里面。当他拿起来之后，呼吸忍不住地急促了起来。天道禁咒书，打开后可获得与自身职业有关的禁咒。操，上一世我都没有获得过禁咒。王云上忍不住兴奋地骂了起来。禁咒呀，这可是禁忌之咒，他
他连忙的将天道禁咒书打开。你打开天道禁咒书，你获得死神职业专属禁咒死神轮回。死神轮回消耗10个灵魂，无视距离呼唤一个目标，将自身与目标放逐到死神空间内，在此空间您的敏捷翻倍，持续1分钟，冷却1小时。卧槽，离谱，简直离谱！王云上看到这个禁咒的介绍，忍不住的狂吼道：这也太变态了！虽说需要消耗10个灵魂，但无视距离将一个目标拉入死神空间内，自己在此空间敏捷翻倍，这不是自己想要杀谁就杀谁。他的第一反应是出去后将刘坤拉来玩玩。下一刻，王云上将目光放在第9个阶梯上，也就是那王座所在的阶梯。登上王座会获得什么奖励？他语气有些颤抖和激动。这一次任务，他获得奖励已经恐怖至极了，现在还未结束。第45章，最终奖励：死神与黑暗权柄之书。远古传承的阶梯上，王云上望着前方的最后一个阶梯，第9个阶梯了，也是王座所在的位置，会有传说级别的恶魔守护，亦或者是其他考验。王云上纵身一跃，踏上最终的阶梯上。一个古朴的王座孤零零地屹立在那里，好似沉寂了无数年代。王云上死神之眸快速地扫视着周围，竟然没有发现有恶魔存在。他脸上露出疑惑的神色，什么情况？他犹豫了一下，视线落在那唯一的王座上面，朝其走去。站在王座的前方，王云上思索了一下，坐在上面。嗡！顷刻间，他感应到自王座上涌现一股能量，将自己笼罩。天赋检测，实力检测，是否有契合？嗡！提示的声音响起。突然间，王云上脑海中一阵轰鸣。吼吼吼！占领这片土地，饲养这群蝼蚁人类为食。吼！一幅恐怖的画面出现在他的脑海中。无尽的黑暗中，一双双猩红渗人的瞳孔在黑夜中散发着血芒，密密麻麻，看不到尽头。那一道道暴虐的嘶吼响彻天地。位于前方处，一座巨大的城墙上火把燃烧，将天空烧得通红。一根根强大的魔法柱绽放着七彩的光芒，但转瞬间，铺天盖地猩红的瞳孔靠近，火焰照亮出一个个狰狞的恶魔。他们冲来，巨大无比的城市瞬间破裂，无数的人类强者惨死在恶魔的手中。嗷嗷！黑暗的深渊已经降临。位于中央，头戴王冠、举起手中巨大叉子的恶魔兴奋地咆哮一声，恶魔之力翻涌，遮天蔽月。但就在这一刻，整片天空的无尽黑暗好似被莫名的东西吸收，朝着一处汇聚而去。天空从黑暗慢慢变成白昼，一个个恶魔暴露在阳光下。位于空中，那无尽的黑暗融汇处，一个书籍迅速的掉落。眼前的一切画面戛然而止，王云上猛然回过神来。这是什么？恶魔入侵万古大陆。王云上惊疑不定，那本书又是什么？现在万古大陆没有黑夜，是因为那本书籍吗？还是……在他猜测的时候，他突然愣住了，呆呆地看向自己的双手。第9个阶梯考验的是天资、资质、契合度。这是……王云上目光一凝，看着不知何时出现在手中的漆黑书籍，上面有着血红的文字：死亡与黑暗权柄之书。天道书籍，死神与黑暗权柄之书，以灵魂绑定。备注：拥抱黑暗，方能灭魔。王云上诧异地看着这一本书籍，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奇怪的宝物，连品级都没有显示。不过仅仅从天道2个字来看，便绝对不凡。他打开书籍，令他诧异的是，上面是他的信息：降临者50，王云上。职业：死神，唯一隐藏职业。等级：11，0 10000。血量：1250，力量：140，敏捷：150，精神：125，体质：125。天赋：1，黑暗游行，可无限隐身在阴影与黑暗中，在阴影黑暗中敏捷翻倍。2，死神之眸，拥有夜视、破影以及洞察目标弱点的能力。3，灵魂收割，但凡被你斩杀的生灵，将收割其灵魂，吸收灵魂可提升自身属性。4，神仆，作为高高在上的死神，可消耗特殊的灵魂召唤仆从，仆从与降临者一般无二。5，死神呼唤，念其真名，锁其真身，死神来了。普通灵魂 0.7， 特殊灵魂0。技能1，灵魂一击，绝杀技，无视目标的护甲，强制对目标造成 10% 生命值伤害，目标生命不足 10%将触发斩杀效果，冷却1分钟。2，无绝杀技，无10秒，且无视攻击，主动攻击后将现身，冷却60秒。3，灵魂恐吓，稀有，令目标灵魂战力1秒内无法行动，冷却时间30秒。4，闪烁，稀有，释放后可进行空间闪烁，闪烁距离精神力 x 0.1米。
5. 死神连击绝杀技，快速对目标造成 80%、100%以及 120% 的必中伤害，继续连击击中目标将打出前一击伤害的 120%。冷却60秒。6. 眩晕稀有，击中目标头部造成 120% 伤害的同时，对目标造成1秒眩晕效果。冷却60秒。7. 命运脱身稀有，虚幻身躯1秒，1秒内无视任何攻击。冷却60秒。8. 死神入侵稀有，你的攻击附带死亡特效，被攻击者无法获得任何治疗增幅效果。9. 生命之门绝杀技，打开生命之门，每秒燃烧自身 10% 的生命值，爆发出 200% 的实力。生命之门开启期间无法触发吸血效果，冷却时间5分钟。10. 死神轮回禁咒，消耗10个灵魂，无视距离呼唤一个目标，将自身与目标放逐到死神空间内，在此空间您的敏捷翻倍，持续1分钟。冷却1小时。装备：除魔使勋章、平凡戒指、史诗、魔化武器、除魔卫专属武器。而在王云上的信息的下方处，则是还有着一行行文字。技能：1. 复活100-100，消耗100灵魂，可原地复活，复活后属性状态恢复，亦可复活其他死者。2. 升华，消耗灵魂，可提升自身技能品质，稀有技能50，绝杀技200，禁咒5000，神咒10万。3. 复魂，消耗灵魂，可提升装备品质，黑铁10，青铜50，白银100，黄金500，暗金1000，史诗5000，传说5万，神话50万。天道书籍评估：一转内属性黄金级别，技能史诗级别，在每个阶段达到神话级别，可获得禁咒。禁咒：永夜降临，未获取。这简直……王云上看着这些信息有些震撼，但在他震惊于这本书籍可怕能力的同时，他也微微皱起眉头。死神与黑暗权柄之书的强大毋庸置疑，甚至在消耗足够多的灵魂下，能够将装备提升至神话级别，甚至获得他第一次听说的神咒。这本书籍的品质应该超越了神话级别。但是有一个鸡肋的缺陷，那便是需要消耗灵魂，而灵魂能够提升王云上自己的属性，也就是说，他将提升属性所消耗的灵魂变相的提升到技能与装备上，实力依旧会提升，但总觉得非常鸡肋。提升属性相当于一粒降实惠，而提升技能和装备则相当于花里胡哨。倒是将自己综合的实力提升至同阶神话级别，可以额外多获得一种禁咒，这个确实比较值。另外，对于复活这个技能，王云上是非常中意。但凡与复活搭边的都是比较逆天的，这一次如若他不是有着史诗级复活戒指，他根本走不到这里。虽然说复活一次要消耗100灵魂，但若是王云上有1000灵魂储备，他能够击杀7、8转的强者。毕竟他拥有灵魂一击这种绝杀技。当然，这只是理论，因为强大的恶魔妖兽以及强者也有可能会拥有复活、伤害转移、瞬间回血等技能。但不管如何，这个技能对于王云上来说是重中之重。尤其是此技能甚至可以复活其他人，现实中有人死亡，他也可以复活。上一世有一个牧师获得过一个顶级禁咒，群体复活，能瞬间复活100人，其被封为最强牧师。至于灵魂能够对于装备提升，也是非常变态。如他斩杀的安德鲁伯爵之子，其依仗着黄金套装能够多出1万血量护照，按照属性的增加来说，体质增加1000，血量才能够增加到1万。可想而知，装备对于自身实力的增幅是多么恐怖。前期这本死神与黑暗权柄之书对自己的提升可能很小，但当公会战、国战开启的时候，刺客也能够学到一些范围性技能，自己能够提升到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步。王云上目光闪烁，尤其是国战开启后，那才是他开始收割的时候。到时候他将有充足的灵魂，将自己全部技能提升至禁咒级别，尤其是一些范围性的禁咒。到时候全身禁咒，属性堪比神话幼崽级别的生物，那场面无法想象。到时他绝对要献祭那小小岛国。第46章，无敌之姿，星月帝国公主，女帝遇刺，赚大了。对于这一次任务的收获，已经完全超乎了王云上自己的预料。他感叹着，脸上露出笑容。现在他的实力强大到发指。正如那天道书籍对于自己的评价，在一转内，自己属性堪比黄金级别，技能堪比史诗级别，综合属于暗金级别的 BOSS。暗金级别的 BOSS 在上一世只有最顶级的战队才能够对付，这种小队整个大夏也没有多少。更何况还是在3、4年后，现在的他可以双手插兜，不知道谁是对手。将死神与黑暗权柄之书收起来，王云上发现书籍化为纹身一样融入到他左手手臂上，随后仔细打量了一下周围，发现已经没有什么物品后，准备离去。转身跳到第8个阶梯上，眼前景象一转，他回到正常空间的阶梯上。轰！一声巨响从一侧突然传来，王云上惊讶地看去，发现一名女子
正艰难地对付着一只史诗级恶魔。那恶魔拥有巨大的翅膀，面容狰狞如蝙蝠，背后拥有着长长的尾巴。它口中喷吐着绿色的火焰，被绿色火焰笼罩的中心处，一名女子手持闪耀着七彩光芒的法杖，艰难地抵挡着。那名女子这时也注意到突然出现的王云上，小脸上露出激动无比的神色。救我！救救我！王云上听到这声求救，感觉浑身酥麻。这糯糯的萝莉音比现实中网上刷到的夹子网红还要假。不过王云上看着这女子的求救，完全无动于衷。救她？笑话！这名女子应该是南海学院一众天骄中的一员，在之前她遭遇到不公时，不知道出口帮自己说话，现在自己遇到麻烦了，就想要自己救她。想什么呢？哪怕这个夹子看起来漂亮到离谱，帮我一下，我会报答你的。夹子看王云上无动于衷，连忙的大声许诺道。王云上看着他，脸上露出嘲讽之色。报答？怎么报答？先叫声爸爸救我来听听。啊！你！夹子被气得小脸鼓了起来，一边艰难抵挡恶魔的袭击，一边瞪着他。我是公主，你竟然让我叫你爸爸！王云上听到他的这句话，愣了一下。公主？他可是清楚的知道，星月帝国女帝还没有结婚，不可能有女儿。不对，在皇室中，女帝的妹妹也会被叫做公主。这要是被星月帝国女帝知道了，他身躯抖了抖。算了算了，不用星月帝国女帝出手，一旦被星月帝国权贵知道，也饶不了他。哪怕他是降临者，是除魔使。不过王云上看着这个夹子，眯了眯眼睛。你真是公主？女帝的妹妹？当然，谁敢冒充公主？帮帮我，我绝对会重赏你。夹子连忙道。就你可以给我个侯爵爵位。王云上直接说道。你……夹子听到他这句话，一个激动被恶魔扫中，口中吐出鲜血，倒退了几步，成为驸马才不过被册封伯爵爵位，侯爵都能够当南海沙城城主了。你自爵爵位我能够做主？王云上立刻摇头，讨价还价道。不行，我除魔使的身份不弱于自爵了，最低伯爵。夹子突然哭了起来，好似贞洁丢了般，眼泪哗啦啦的掉。我答应你，我答应你。答应就答应呗，干嘛哭？王云上无语的看着他，皇室公主说话应该算话吧？当然啦，快救我！他脸色苍白，梨花带雨的面对着史诗级恶魔，大声说着。好的，夹子，我来了。王云上心情大好，没想到刚出来竟然还能够碰到如此好事。伯爵的爵位啊，上一世还没有玩家混到这个爵位。这个爵位相较于子爵，相较于除魔使，是质的提升。依靠这个爵位，他甚至可以在南沙海城横着走，可以命令大部分南海沙城的子民，每年享受俸禄，拥有进入皇宫面见女帝等等一众特权。游戏开启没几天便获得如此爵位，绝对是非常离谱的。王云上看了一下自己的属性，染血药剂还有8分钟的药效，所有技能冷却完毕。他身形一动，立刻冲过去，灵魂恐吓。那只19级的史诗级 BOSS 身躯一动，翅膀上血色能量覆盖全身，直接免疫了他的控制技能。王云上微微皱起眉头，灵魂恐吓仅仅是稀有技能，有可能会被其他稀有技能解控，绝杀技级别的解控更不用说了。能不能控他1-2秒？他立刻朝着夹子大声道。可以。作为女帝的亲妹妹，一身史诗级套装的她，这一次更是本体前来。她拥有着强大至极的底牌和技能。她手中的法杖一动，娇喝一声，无极冰封。那史诗级恶魔身躯缓缓地被一层冰霜覆盖。好！王云上看到这一幕，没有丝毫的犹豫，生命之门，死神连击，2个爆种的技能瞬间施展。噗噗噗，噗噗噗，负5000、6000、7200，一连串的高伤害传来，瞬间打了其3万血量。12万血量的史诗级 BOSS 已经被夹子打掉了8万多，现在仅剩1/10。斩杀！王云上轻喝一声，在史诗级恶魔还未破冰的瞬间，灵魂一击，负12000。轰！史诗级恶魔瞬间死亡，留下一个七彩的宝箱。哇，好厉害！后方夹子惊呼的声音传来，王云上没有理会他，直接打开宝箱，一本禁咒书籍出现在包厢内。这是我的！非常家的声音传来，王云上发现自己果然不能失去。操！他想到这史诗级恶魔自己只打了其4万左右的血量，按照规则掉落的宝箱属于夹子。他非常遗憾，故作大方的对他示意，送你了。哼，本来就是我的。他再次重复了一遍，打开书籍后，眼睛开心的都眯了起来。王云上这才看清楚他的面容，1.6米不到的身高略显娇小，却拥有着不符合身材的山峦，盈盈一握的腰肢更不合理，更用了瘦腰特效的网红。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萝莉般的脸蛋，双马尾的鞭子令人想要握住策马奔腾，加上那比夹子还
还夹子的夹子音。他突然想到，再上一世也是最近几天，不对，是几天后，星月帝国曾举国哀悼婴儿公主。也就是说，如若没有自己，这个公主真会死。王云上心中暗道，看着笑起来有着2个深酒窝的夹子，催促道：“你奖励也拿到了，爵位拿来吧。”啊，哦，夹子听到他的话，回过神来，口中支支吾吾，好似含着东西一般。你别告诉我，你说话不算话。王云上瞪着他，耍了耍他手中的匕首。怎么会？我是那种食言的人吗？等我回去，我找我姐姐要。夹子连忙回应，有些害怕的看了看他手中的匕首，递给他一个东西，这个先给你拿着，我过2天找你换回来。这是什么？王云上接过令牌一样的东西，当看到上面的字后，微微愣住。女帝御赐，如朕亲临。第47章，南海学院天骄的围杀。女帝御赐，如朕亲临。效果：可开启帝王之气护体，无视精神类攻击，并对星月帝国子民造成威压，令其属性减少 50%。王云上看着手中的令牌，有些目瞪口呆。这尼玛，这个令牌可比什么伯爵爵位要好使多了。伯爵爵位我可以不要了，这个给我就行了。王云上看着手中的令牌，对夹子公主说道：“你想什么呢？这个抵押给你，2天内我就要换回来。”夹子公主给了他一个白眼，随即转头看向第9个阶梯上的王座，脸上带着兴奋与炽热道：“加个好友，我要去寻找我的机缘了。”他甩过来一个好友请求，随即手中拿出一件宝物，身影直接消失。皇甫婴儿请求添加你为好友，是否同意？王云上点击了一下同意，再次看了看手中的令牌，脸上露出微笑。只能用2天吗？太可惜了。他摇了摇头，朝着下方走去。一直走下阶梯，王云上来到传送阵前，直接踏入里面。景象一转，他出现在南海学院的任务大厅内。王云上来到交任务的地方，交接任务的老者看到他，脸上露出尊敬的神色：“恭喜除魔使大人，您通过了第3关。您是选择暗金武器还是绝杀技？”刺客的绝杀技。王云上立刻道：“他这一次的主要任务便是为了这绝杀技而来的。绝杀技的珍贵是不言而喻的，上一世王云上5年拥有的绝杀技也不超过10个。即使如此，他掌握的绝杀技也已经算是多的了。”好的。老者拿出一本书籍递给他，王云上将之打开，果然是那本刺客的绝杀技飞灵之刀。飞灵之刀绝杀技，飞灵之刀必见血，消耗20点精神力，对目标造成200%伤害的同时，并对目标破甲，破甲后目标防御减少 20%， 持续时间5秒钟，攻击距离精神力 x1， 无冷却，破甲效果不可叠加。这便是上一世刺客中鼎鼎有名的远程攻击技能，并且是越往后越强的技能，因为其强大，又被玩家们戏称小李他妈飞刀。对目标造成200%的伤害，这一点并不是很强。这个技能的强大在于减少对方防御 20%， 持续时间5秒，并且这个技能无冷却，只要精神力够多，可以一直施展。当然，万古大陆精神力过低的话，会影响注意力、集中力、爆发力以及一些魔法技能的使用。哪怕是法师玩家都不会令自己的精神力低于 10%。正常刺客玩家11级的精神力还不到50，自己现在是125。王云上笑了笑，飞灵之刀他可以轻松施展5次。云上同学，收获如何？这时，新兵如霜的身影突然走了过来。王云上诧异的看向他：“你没有离去？我现在属性降低，完全没有战斗力，也没什么事情，就在这里等你了。”新兵如霜回答道。王云上点了点头：“我现在的属性也下降了，一起在南沙海城逛逛吧。”好的。新兵如霜露出一丝微笑，点了点头，跟着他朝着外面走去。然而，此时此刻，位于南海学院的门口处，一行20几人满脸冰冷地站在中央，为首的法师青年满脸寒霜，眼中充满了仇恨与愤怒。在他身侧的一名手持长枪的青年同样面色狰狞。在这20多人的周围，足足有几百名南海学院的学生围在那里，脸上充满了好奇。就在刚刚，突然的一件事情引起了整个学院的轰动。前往古遗迹传承内的安德鲁伯爵家族继承人安德鲁彼得在古遗迹中被一个降临者杀了。此事令整个南海学院的学生震惊不已。安德鲁彼得可是他们南海学院的天骄，是一转班级中前40的强者。这一次遗迹开启，只有40几名天之骄子拥有进入遗迹的资格。然而，如此一个能够获得大机缘的机会，竟然以如此方式被终结，这简直血妈亏，后半辈子半夜都得做起来的那种。被降临者杀了。降临者仅仅来到他们这个世界几天的时间，怎么可能有实力杀了他们学院的天骄？怎么敢呢？虽然进入远古遗迹中的仅仅是分身，
安德鲁·彼得，你还真是丢我们南海学院天骄的脸，丢我们万古大陆人的脸，竟然被一个将领者杀了，大好的机缘就这么浪费了。人群中，一名全身华丽装备的青年看着脸色阴冷的安德鲁·彼得，嘲讽道：“哼！”安德鲁·彼得听到这句话，冷哼一声，脸色更加难看，紧紧握了握拳头，但也没有回怼，因为那名青年的身份乃是南沙海城城主南海侯爵的儿子，虽然其不是未来侯爵的继承人，但也不想惹他。根据星月帝国颁布的律法，禁止攻击将领者。呵呵，你想要如何报仇？青年继续朝着他笑着说道：“不得攻击是有前提的，他杀我分身，断我机缘，此仇不共戴天。”安德鲁·彼得咬着牙，阴冷地说道：“我要杀他10次以泄愤，哪怕是告到女帝那里，哪怕将我打入大牢，我也不会饶过他。”哈，你还算是有些血性。青年笑了笑，双手环抱的准备看戏，希望你能好好教育那家伙，别让其他将领者们以为我们好欺负了。虽然他与安德鲁·彼得有些恩怨，自己看他也非常不爽，但这件事情已经关系到他们南海学院以及万古大陆人的脸面了。一个将领者肆意杀伯爵之子，有些大逆不道。哥哥，杀我们的家伙叫做50，他的实力很强。在安德鲁·彼得一侧，身材妖娆无比的夭站在其身旁，挽着他的手臂，继续道：“不过，我相信彼得哥哥，你能够宰了他。”此刻，属于玩家的夭对50也是充满了仇恨，他恨死那个50了。原本自己已经闯过第3关了，已经能够获得暗金级别的武器与绝杀技了，这种物品价值至少几千万的，都是因为那50，一切都没了。在遗迹内的只是我的分身，在这里我能轻松虐杀他。彼得神色冰冷，我要将他杀到不敢踏入万古大陆，不敢踏入星月帝国。彼得兄弟，他出来了。就在这时，手持长枪青年目光盯着前方，神色一凝，开口道：“出来了吗？你就去死吧。”安德鲁·彼得神色狰狞，没有丝毫的犹豫，手臂一挥，一个火环对准刚刚踏出房间的王云上。当走出房间的一刻，王云上也感应到浓烈的杀意，但是属性已经降低了90%的他根本无法躲避。不过哪怕是他能够躲避，他也不会躲。你已经被安德鲁·彼得杀死，你的死神与黑暗权柄之书内有100灵魂，是否消耗100灵魂复活？第48章疯狂杀戮，杀无赦。卧槽，发生了什么情况？是万古大陆内的土著，他们这是在内斗？不对，被杀的那个是玩家，我雕。刚才就看到这群穿着南海学院服饰的土著们浑身充满了杀气，没想到他们竟然敢在城内直接出手杀人。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刻，位于周围的位置也有不少路过的玩家们，他们看到这突然的一幕，惊讶地议论着：“好，该死的混蛋，去死吧！”哈哈。夭看到王云上被瞬间秒杀，脸上露出兴奋的神色。哼，我要杀他易如反掌，找死的家伙，这仅仅是开始，跟我去降临者的复活点。安德鲁·彼得看到这一幕，脸上露出冷笑，大手一挥，找死。与此同时，被袭击的王云上心中充满了怒火，那安德鲁·彼得竟然敢来袭击自己！复活！王云上心神一动，没有丝毫犹豫地使用了死亡与黑暗权柄之书内的复活。虽然浪费了100灵魂，但他要干死这安德鲁伯爵之子。下一秒，王云上的身形重新出现，并且染血药剂带来的属性削弱也完全消失。他目光冰冷地盯着安德鲁·彼得，没有丝毫犹豫，灵魂一击，负600。什么？该死的东西！安德鲁·彼得脸色一变，口中忍不住地吐出大口鲜血。他惊怒地盯着王云上：“你竟然还有复活技能？给我宰了他！不知死活的东西，竟然敢袭击我们老大，断我们老大的机缘，跪下受死！50，老子要宰了你！”安德鲁·彼得一众小弟以及那长枪青年满脸杀意的吼道，直接朝着王云上杀去。你们都要死！王云上满脸杀意地盯着他们，心神一动，帝王之气附体，并朝着他们冲击而去。嗡！一股无形的威压朝着他们笼罩而去，令他们的属性瞬间降低50%。飞灵之刀！王云上手持匕首对准安德鲁·彼得一挥，一柄虚幻的匕首瞬间锁定他。女帝御赐令牌的突然威压，令安德鲁·彼得一众陷入到短暂的威压中。负1000，飞灵之刀落在他的身上，爆出一道伤害。因为黄金套装被王云上爆掉了2个，他此时并未有黄金荣耀护体。闪烁！下一秒钟，王云上来到了安德鲁·彼得的身后，眩晕。噗噗噗！随即手中的匕首快速地没入他的脖颈中与瞳孔内。负700，负600，负600！安德鲁·彼得感受着身上传来的疼痛，脸上充满了恐慌与绝望。他瞪大着眼睛，感受着生命的流逝，完全不知所措。这一次，
他若是死了，可就真的死了。他不想死，但这个世上可没有后悔药。什么？彼得老大，你竟然敢杀安德鲁伯爵之子，你罪不可赦！这一刻，长枪青年与安德鲁彼得的一众小弟看到这一幕，也是头皮发麻，脸上露出惊怒之色。这个降临者竟然杀了安德鲁伯爵之子，这一次可是真的杀了。这一幕，他们无法想象。到你们了！王云上冷冽的一笑，瞬间来到那长枪青年。那青年脸上露出一丝惊惧之色，他不明白自己现在的实力为何突然降低一半，但是他清晰地感受到死亡的威胁将他笼罩。直捣黄龙，他咬牙，直接施展自己的绝杀技，手中的长枪一抖，出现数百个虚影，虚影凝聚成一个龙首的模样，朝着王云上袭击而去。王云上面对绝杀技的袭击不敢拖大，施展同为绝杀技级别的5躲开攻击，暂避锋芒，来到另一名南海学院学员身旁，手中的匕首朝着那名学员的身上袭击而去。噗噗噗！降低了一半属性的南海学院的学员，属性比王云上要低上很多，匕首接连不断的落在其要害，令其惊恐的倒下，随即将目标放在另一个。噗噗噗！啊！惨叫的声音响起，第3名南海学院的学员捂着伤口，发出临死前的惨叫。这一刻，周围所有人都懵了，他们齐齐的倒吸了一口凉气，尤其是在这里看热闹的南海学院的一众学生们。他们原本以为安德鲁彼得会好好教训这名降临者，事实上开局也确实如此，但结果他竟然被杀了，彻底的死亡了，这令他们有些头皮发麻。现在看到那名不断杀戮他们南海学院学员的降临者，他们满脸震撼。这个降临者一侧的位置，南海侯爵的儿子，学院内的天骄脸色瞬间变了，低声骂道：彼得这个废物竟然被这个降临者杀了，真是废物。他阴翳地看着前方，看到第5名学员已经死在其手中，也是眉头紧锁。这降临者当真是胆大妄为，不过今后也休想要再踏入星月帝国了。对方有妖法削弱我们属性，快逃！逃！这个时候，自己的老大安德鲁彼得被杀，连续4个同伴被杀，另外7、8名学员彻底崩溃，惊恐地朝着学院内逃去。逃得掉吗？王云上一个闪身，追上一名青年，轻松斩杀，随即锁定那名长枪青年，冰冷地喝道：你们都得死！长枪青年满脸大骇，他想要逃，但自己的速度完全不如对方。老师，校长，救我们！救救我们！他神色胆寒，目光血红地朝着学校的方向喊道：老师，求我们！其余一众逃亡的学员也是拼命的求救。这一幕令站在那里的夭夭身躯僵住。嗖！一柄飞灵之刀在他的瞳孔中放大，他惊恐地瞪大眼睛。你已经被武士击杀！灵魂恐吓！王云上锁定长枪青年，令逃跑中的他身躯一僵，露出绝望之色。死神连击！王云上没有留手，技能施展。噗！第1击！住手！胆敢杀在南海学院门口斩杀学员弟子，罪不可赦！就在这一刻，一声充满威压的声音响起，天空瞬间风云变幻，黑云凭空出现在上空，可怕的威压席卷着大地，一个老者的身影悬空而立，四面八方好似都在他的掌控内。副院长大人，救我！长枪青年看到来者，脸上露出生的希望，同时他心中松了一口气，副校长到来，他不用死了。但噗噗，连续2刀，他神色僵住。怎么会？悬空而立的南海学院副院长也是身躯一僵，在自己的威压下，他怎么还能动？第49章，为所欲为之为所欲为。南海学院门口的上空处，乌云遮天，学院副院长悬空而立，他看着倒在下方的学员天骄之子，脸色异常的难堪。小子，你怎敢！该死！而这个时候，学院内一些老师闻声冲来，看到倒在血泊中的学员，也是脸色大变。他们目光死死地锁定王云上身上，身上充满了杀意。王云上看着他们，嘴角微微翘起，手掌一动，女帝御赐令牌被他弹到空中。与此同时，他再次动了起来，朝着前方逃亡的学员继续追杀而去。放肆！竟然还敢！南海学院副院长看到他竟然继续朝着学员袭击而去，脸上露出愤怒之色。不过下一秒，他目光一凝，视线落在那空中的令牌。南海学院副院长脸色瞬间变了下来，他感应了一下，瞳孔一缩，这怎么可能？一个降临者怎么可能有女帝令牌？他心中翻江倒海，完全不相信。但哪怕是他不相信，他也不敢有任何的放肆。他身形一动，迅速地落在地面上，根本不敢再高高在上。同时，他低下头，右手放在胸膛前，又忍不住地看了王云上一眼，张嘴吐出静候帝令。什么？帝令？
副院长！后方刚刚赶来的一众学院老师看到这突兀的一幕，满脸震惊与错愕，跪拜。不过南海学院副院长立刻沉声对他们命令道：“那是。”一众老师一惊，但他们很快也注意到空中的女帝恩赐令牌，那散发着帝王之气的令牌完全做不了价。他们虽然有很多的疑问，但在女帝恩赐令牌面前，再多的疑问也得压着。见令牌如见女帝，他们没有副院长的身份，可以见女帝而不跪。一众学院的老师连忙的跪在地上，低下头。王云上看到这一幕，心中大爽。MD， 这令牌要是能够一直拿着就爽了。噗噗噗，他手中的动作并未停下，匕首落在一名学员的脖颈中。副院长，老师，救我们啊！原本以为获救的几名南海学院学员彻底疯了，他们不明白一众老师为何突然跪下，更不明白副院长为何如此恭敬地站在那里，对于他们完全置之不理。他们不明白。啊呀！惨叫的声音在南海学院的门口处接连不断地响起。副院长与一众老师们沉着脸却未动。这一刻，后方的位置，一众学员们完全处于懵逼的状态。什么情况？副院长老师他们看到那降临者肆意屠杀学校学生，不仅置之不理，反而直接跪下。这是什么剧本？不过也有一些权贵弟子看到天空中的令牌，瞳孔瞪得很大很大，满脸的不可思议。女帝御赐，女帝亲临，这种级别的令牌在整个星月帝国也属于最顶级，比免死金牌还要离谱。而据他们所知，这种令牌整个星月帝国也不超过3块，拥有者无一不是女帝至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拥有此令牌，你可以在星月帝国为所欲为，正如那名降临者正在为所欲为。这个时候，因为这边发生的巨大轰动，几百名守卫也赶了过来，将四周包围。不过他们看到这个场面，看到那女帝令牌，一个个连忙跪在地上。啪！安德鲁伯爵的一众狗腿子实力要弱很多，在帝王之气的威压下，一人撑不住王云上2刀。当最后一人倒在地上的时候，王云上一个闪烁回到刚才的位置，他伸出手刚好握住从天空掉落的令牌。他飒然一笑，目光扫视周围，王云上微笑地向前方为首的老者：“南海学院副院长是吧？听令。”臣在。暴风尊者烈海立刻应道：“带上一些强者，随我去安德鲁伯爵家。”王云上对他吩咐道：“暴风尊者愣了一秒，忍不住的沉声问道：“这位大人，我有一个疑问，为何要杀他们？前往安德鲁伯爵之家又作何？这群家伙偷袭我，若不是我有复活技能，我已经死了，以下犯上，不可饶恕。”王云上淡淡的回答，看着他继续道：“至于去安德鲁伯爵之家作何，自然是给他们来个酒足消消乐。杀了安德鲁伯爵之子，他也与安德鲁家族不死不休了。虽说在万古大陆降临者与土著不能够发生冲突，但间接的冲突可不少。上一世有一位牛批玩家泡了一个伯爵的小妾，结果被捉奸在床，那伯爵气得火冒3丈。虽然是你情我愿，伯爵不能够直接杀了那名玩家，但却可以发布任务，让玩家们追杀他。那任务奖励之丰厚，令好多杀手组织、顶级工会出手，将那名玩家杀到没有复活币，从此消失。王云上虽不怕麻烦，但能够将麻烦扼杀在摇篮里，自然不会放过。另外，根据他的记忆，那安德鲁伯爵可不是好东西。上一世关于他还有一个非常轰动的任务呢。这位大人，您是降临者，死了之后能复活，他们死了，可……暴风尊者听到他的话，忍不住说着，又疑惑地问了一句：“什么是酒足消消乐？”王云上笑了笑：“他们并没有死，我把他们送到了极乐世界。你放心，至于酒足消消乐吗？”他说着，义正言辞加大声音：“我怀疑安德鲁伯爵勾结恶魔，坠入深渊，当诛九族。”暴风尊者，如若他接触降临者比较多的话，一定会惊呼一声王德发。卧槽！要诛安德鲁伯爵的九族？暴风尊者额头露出一丝的冷汗，感觉眼前这个降临者是恶魔的化身。他忍不住的提醒道：“审判一名伯爵需要女帝亲自下令，长老院派遣审判团队，这个不行吗？”王云上听到，皱着眉头甩了甩手中的令牌。暴风尊者深吸了一口气，摇了摇头，他现在非常怀疑眼前这个降临者是如何获得女帝御赐令牌的。不行就算了。王云上露出遗憾，不过也无所谓了。他目光朝着身后看去，在之前他感应到一个不善的目光，现在他手握女帝御赐令牌，星月帝国的狗朝他叫一声都是取死之道。任何星月帝国的人让自己不爽，自己都干他。与此同时的南海侯爵之子看到王云上的目光，整个人瞬间头皮发麻了起来。在刚刚他可是听到这位狠人话的，看到这狠人朝着自己走来，他心中恐惧了起来。我尼玛，这个家伙要干嘛？
自己之前的话被他听见了，听见又如何？我南海侯爵之子，是可辱不可杀。已经跪在地上的他连忙挤出笑容：大人，您杀得好呀！那安德鲁彼得经常带领他的狗腿子霸凌其他同学，还害得一些女同学怀孕自杀，您送他前往极乐世界，简直大善。王云上听到他的话，身躯顿住，对他露出满意的微笑：善。第50章，脑残粉丝，新的杀戮。我先下了，你自己活动吧。南海学院的门前，王云上看着周围一众恭敬跪拜的星月帝国强者与子民，感觉有些饥饿。他对新兵如霜说了一声后，便直接下线。至于这件事情的影响，他并不在意。原本属性降低1天不能够练级，他准备跟新兵如霜在南沙海城逛逛，现在完全不需要了。先吃完饭，然后去找一下那位大明星。现在他急需灵魂，无论是提升自己的实力，还是提升技能。哗啦啦！现场，当周围南海学院所有老师学员看到那个恶魔消失的时候，也一一的站了起来。副院长，这个降临者怎么会有女帝御赐的令牌？一名老师看着暴风尊者，忍不住的问道：“这完全是不可能的。”暴风尊者也是苦涩的摇了摇头，叹息的扫过周围地上的尸体。2名学校的天骄，其中还有一个是伯爵之子的儿子，未来伯爵之位的继承人，还有10名南海学院的学生，当着他们的面被杀，还想要命令他们将安德鲁伯爵9族消消乐，收一下他们的尸体，我会立刻上报女帝陛下。暴风尊者沉声道。事实上，他心中有一点点的想法，毕竟拥有女帝御赐令牌的就那2、3个人，那名降临者能够拥有令牌，只有一个可能，女帝最疼爱的妹妹。什么情况？与此同时，回到现实中的王云上从床上下来，目光立刻落在宿舍房门上。宿舍的门上有着一个窟窿，他有些疑惑地将房门打开，立即看到在门上有着一个个血红色的大字。他皱起眉头，发现周围的墙壁上也有着一个个大大的血色文字：50不得好死，王云上全家必死，等等等等，就好似追债者拿着血红的油漆讨债一般。但这恶毒的文字比讨债者还要狠。王云上挑了挑眉头，拿出手机，看到班级群内有人聊着此事，他看了一下，冷笑一声。总结来说，他的身份在互联网上彻底的被曝光，一些外来的人进入金府大学找他麻烦，但此时那些人已经被学校内的安保人员报警抓走了。至于找他麻烦的人是谁，用脚趾头想都知道。王云上又根据班级内同学的一些信息打开学校论坛，发现学校论坛已经被刘坤的粉丝爆破了，整个论坛都关闭。至于说张子浩对他的澄清，刘坤的脑残粉们可不会相信，恐怕哪怕他们知道真相，也会站在哥哥一边。前天我的身份曝光，今天便找上门来，脑残粉挺厉害的吗？王云上看着周围墙壁上密密麻麻的诅咒，冷笑一声：被抓走了就代表安全吗？如若不是学校安保人员报警将他们抓起来，恐怕他们还真敢袭击自己。既然敢在现实中找我麻烦，那来而不往非礼也。王云上没有生气，很平静，反而觉得刘坤的粉丝们还真是一个个女菩萨。何为女菩萨？自然是舍己为人。这一次的任务令王云上对于灵魂迫切了起来，无论是用来复活，亦或者是提升属性、提升技能，灵魂都必不可少。他原本还想着吃完饭后便去寻找刘坤，没想到刘坤的粉丝已经来到自己这里了。呵，他轻笑着走出宿舍，来到食堂悠哉悠哉的吃完午餐，随即买了一瓶肥宅快乐水，一边喝着一边朝着校外走去。因为万古大陆游戏的开启，令道路上的行人少了 90%。 王云上拿出手机，根据导航来到了秩序守护者基地。他看着前方高大的大厦，原本是一个公寓，现在改造成秩序守护者们办公的场所。大厦上方的玻璃窗户也被焊上了一根根粗大的钢筋。王云上来到大厦背面的阴影处，身形立刻消失不见。无技能可以无视攻击，这也代表着一个特性，那便是无视物理，可以穿墙。他身形一动，直接穿过墙壁，来到秩序守护者大厦内部。周围有一名全副武装的守护者急匆匆的在处理着各种事件。王云上就站在醒目的走廊内，却无人可以看见。他看向楼梯间的位置，径直的走去，因为走的是楼梯，所以里面不仅没有人，还非常阴暗。踏入阴影中的王云上再次处于隐身的状态，他朝着上方走去，一层层的走过。王云上发现前6层都是办公的场地，在第7楼便是关押一些罪犯的地方。因为牢房的紧缺，每一个房间内都关着10几人。王云上依靠着阴影的隐身以及技能，一直处于前行中。偌大的秩序守护者基地，没有人知道一个刺客已经来到了这里。王云上一层层的找着，非常有耐心。耐心是一名刺客的必修课。哼，你们这群人还真是脑残，竟然为了自己的偶像去找那50的麻烦。我看你们是不想活了。就在王云上来到顶层的时候，
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传来。王云上听到声音，微微一愣，目光看去，一头短发、精致面容又带着一丝冷飒的优雅，环抱着双手站在一个牢房前，神色冰冷地对里面的人训斥道：“你才是脑残，你们全家都是脑残，谁让他杀我们哥哥的？我们又没有伤人，你们赶紧将我们放出来，否则我们要曝光你们。就是，你们凭什么抓我们？我们做错什么了？该死的，你们难道是跟那个武士是一伙的？”牢房内传来一声声愤怒的回怼：“闭嘴！”位于尤雅身旁的刘队目光冰冷地盯着里面一众脑残追星的女生，公然扰乱社会秩序，抓你们又如何？你们就在这里待上2天吧，如若还有下次，就不是2天而是2年了。我爸爸是秦氏集团老总，我劝你们立刻将我们放了。里面立刻有女生愤怒地说道：“哼，走！”刘队不想跟这群女生多说什么，转身朝着电梯处走去。这群脑残，他们还不清楚，现在世界已经变了吗？幸亏这一次我们将他们抓来了，保不准那武士知道此事后会对他们出手。尤雅跟在刘队身旁，满脸无奈地说道：“将他们关起来是正确的选择。”刘队点了点头，这也算是保护他们。小雅，你查了没？这事与那刘坤有没有关系？和刘坤没关系，是他们自己组织的行动。这群脑残的家伙还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人，还不知道我们是在保护他们。尤雅摇了摇头，也是无奈，以他在心理学上的研究以及对武士的分析，若是这群女生跟他找事，其绝对不会手软的。两人交谈着进入电梯内。此时此刻，王云上依靠在阴影处平静地听着，他施展技能来到关押一众女生的牢房内，目光朝着里面看去，发现里面竟然有28名女子，她们一个个染着头发，手臂上的纹身裸露着，一些女生鼻子以及舌头上还打着钉子，近一半的女生体型分不清高与宽。他进入牢房内，站在阴影角落内望着她们，如若死神看着一只只蝼蚁。该死的，现在的律法真严，我们根本没做什么，竟然还将我们关押2天，都怪那该死的武士。我觉得我们这次行动太鲁莽了，等我们出去后要做好计划，成立一个复仇者联盟，哈哈，到时候咱们想办法诬陷那武士 QJ， 以现在律法的严格，说不定会将他直接枪毙。先诬陷他猥亵我们，到时候我们在网上曝光，让他社死，一点点的折磨他。对，既然敢杀我们的哥哥，我们就让他知道后果，哼，弄死他。讨厌，在这里连根烟都没得抽，我恨死那武士了，出去后不能放过他。牢房内，一众女子在那里叽叽喳喳地议论着，说到高兴的地方，还在那里得意地笑。王云上站在阴影中看着他们，对于他们的阴狠的话语并未生气。世界变了，但脑残未变，对将死之人有什么好生气的？杀人犯临死前还能够吃顿好的呢，他们骂自己就骂吧。他王云上主打的一个心善。第51章秩序守护者们的惊悚。金府秩序守护者 A3 基地，一名看起来身份不凡的中年夫妇带领着2名手下进入里面。没过多久，副局的办公室内，刘队与尤雅几人到来，他们目光看向中年夫妇2人。老刘，这位是秦氏集团的秦总。房间内的王副局对着刘队他们介绍了一下，听说你们抓了一群女生，其中有秦总的爱女，如今牢房紧张，如若不是大错就放了吧。王局，刘队看了一眼秦总，点了点头。那一群女生只是闹事，确实没有伤人，不过我们将她们抓过来也是为了保护她们。保护？哼，那就多谢刘队了，我们将她接回家好好保护。中年妇人冷淡地说道，语气中带着一丝的不爽。刘队此话怎讲？中年秦总听到这话，倒是挑了挑眉头。你们女儿与其伙伴去找一个人的麻烦。刘队直接回答，他在万古大陆叫武石，是一个危险的人物。武石？秦总脸色微变，这个名字他自然听说过。他凝重地问道，他在现实中很危险？很危险，当然，若是不招惹他，也没有什么事。刘队回答道，但根据我们的分析，你们女儿主动招惹他，绝对会遭受到他的报复，所以我们将他关在我们守护者基地顶层，也是变相的保护他。这么危险的人物，你们怎么不把他抓住？秦总的夫人忍不住的开口说道。这个我可以回答这位夫人。尤雅看向他，有些不满的继续说道，他没有触犯规则，我们自然不能够抓他，而且根据如今律法，民众遭受到袭击后可以无限反击，我们将你们女儿关入牢内，确实是在保护他们。秦总，一旁的王副局站了起来，看向中年，如今的局势想必你了解一些事情我们也是有心无力，走吧，2位可以将你们女儿接回去。好，多谢王局了。秦总点了点头，他家里老爷子曾经是官方部门的，所以他比普通人更加了解如今的局势。抱团的强大集团组织，暗中滋生的杀手组织，只要给钱什么都愿意做的恐怖组织，以及一些不甘平凡的家族，甚至之前存在的邪教，喊出自立为王的口号，这是新纪元的开启。
如今社会犯罪率、死亡率是之前的10几倍，身怀利器，杀心自起，侠以武犯禁，国家是压不住的。王副局朝着刘队他们示意了一下，刘队点头，带领着他们朝着顶层走去。不过，当他们刚从顶层电梯内走出来的一刻，一股浓郁的血腥传来，这令刘队他们一众人脸色大变。他们没有丝毫的犹豫，快速的朝着后面的牢房内冲去。怎么回事？秦总看到这一幕，有一股不好的预感，连忙跟在身后。该死！刘队他们一众秩序守护者来到门前的时候，脸色瞬间大变。整个牢房内的28名女子无一生还，她们一个个脸上写满了惊慌与恐惧，每一个人的脖颈上都有着一道致命的伤口。一击毙命！整齐的尸体铺满了整个牢房，所有人看到这一幕都感觉到头皮发麻。这怎么可能？牢门没有任何破坏与打开的痕迹，他是怎么进去的？王副局看到这一幕也是瞳孔一缩，脸上露出一丝惊惧的神色。这里是他们守护者基地的最顶层呀，可以说是最为安全的地方。现在里面的人竟然全部死了，无声无息。刘队他们一众打量着周围，脸上也是充满了震撼。这一次的震撼远超上一次与那50的相遇。小雅，我们离开这里有多久？刘队沉声问道。5分钟。尤雅看了一下手表，一旁的青年守护者拿出钥匙，打开牢门进入里面。女儿，我的女儿！秦总夫人目光落在那300斤的尸体上，满脸痛心的喊道。不过在她想要扑过去的时候，被尤雅伸手阻拦住。查探一下。有了上一次的经验，刘队朝着身旁的手下吩咐。一名青年点头，一个照明技能落在角落的位置，确认角落无人，他们才敢过去。死亡时间最多4分钟。一名青年查看了一下尸体，细想之下，额头立刻露出一丝冷汗与惊恐。他看向刘队与王副局他们，头，有没有可能我们还没有走的时候，他已经在我们周围了？刘队与王副局他们一众心中也是一麻，神色异常的难堪。去监控室。王副局沉声道。王局，你们一定要帮我们抓到凶手，我们女儿才20岁。秦总目光血红，满脸仇恨的开口说道。放心。王副局重重点头，只要确定凶手，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他。28人被杀，这哪怕是放在现在也是极其惨烈的案件，尤其是这28人竟然还是在他们这里被杀，令他们头皮发麻的同时，他们也非常惊怒。一众人来到监控室内，立刻查看起监控。整个守护者大厦内的监控很多，基本上无死角。然而他们查看了10几分钟，丝毫没有找到任何线索，甚至在一众女子所在的牢房旁便有一个监控正对着。牢房的房门自始至终没有人打开过，也没有人进去过了，这就好像他们是被鬼杀了一般，好似灵异事件一般。所有人都感觉到诡异。会是那50吗？一名青年张了张嘴，忍不住地说道。没有人回答他的话，但所有人都清楚，80%是那50。因为太巧合，因为那50太强了，但完全没有证据，他们也不敢贸然的将之带过来审讯，因为其展现的实力太可怕了。50，赶紧将他抓了，赶紧去将他抓了，杀了他，杀了他，替我女儿报仇！秦总的夫人满脸愤怒的咆哮道。秦总也是阴沉着脸，忍不住的点燃一根香烟，看向王副局他们，麻烦诸位给我一个说法了，我们只有确定凶手，才能够给诸位说法。尤雅皱着眉头说道。他对于那一众脑残的女生没有丝毫的好感，哪怕是他正义感极强，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也不可能说去逮捕那50。那一众女生也完全是自作孽。你说什么？你说什么？秦总夫人听到他这句话，狂怒了起来。现在我们女儿死了，死在你们这里，你们已经有怀疑对象了，为什么还不将她抓来？怪不得如今局势混乱，都是因为你们这一群家伙的无能。秦总也是阴沉着脸，神色阴翳的盯着王副局他们一众，森然的说道。如果你们如此无能，那我也只能够以我自己的方法去为我女儿报仇，我不管她是谁，她都得偿命。第52章50已到。唉，王副局听到秦总的话也是满脸的无奈。和平时期一些富豪的起家历史就不光彩，手上便沾着血，现如今新纪元的开启也令一些富豪更加的肆无忌惮。不过哪怕是他们秩序守护者也没有办法。秦总，我还是提醒你一下，那50很强，在一切还没有定论前，最好不要招惹他。刘队在一旁提醒道。除了他还有谁？啊，他们一众女生只有得罪了那个50，除了他还有你们吗？你还说让我不要招惹他啊？感情死的不是你女儿？秦总满脸狰狞的朝着他吼着，伸手指向他们，废物，你们都是一群废物。一旁的位置，尤雅看着这一幕真的很想说，你自己女儿作死，他们是想要保护她的，怎奈何
招惹到了不该招惹的人。老公，我们将女儿的尸体带走，我一定要让那武士死。秦总夫人同样脸色狰狞，悲怒的肆无忌惮地说道。嗖嗖！然而，当他话音刚落的瞬间，2把恐怖的匕首瞬间袭击而来，直接没入秦总与其夫人的眉心。一切来得毫无预兆，他们身躯一颤，瞪大着眼睛，满脸恐惧地捂着自己的伤口处。他们想要开口，鲜血却从口中流了出来，身躯直接倒在地上，没了声息。这突然的一幕也令王副局以及刘队他们彻底懵了。谁？他们头皮发麻，但还是立刻的冲出去，满脸震惊的扫视周围。然而走廊内不少的秩序守护者们走动，他们完全没有察觉到什么。这一幕令他们心中一阵惊恐，盯着监控，他们立刻又返回去，目光死死地盯着整个守护者大厦内的监控视频，结果依旧没有看到任何的人影，甚至他们刚才回放飞刀飞来的方向依旧没有任何发现。这令他们震撼的同时缓缓沉默了下来，一股无力感涌入心头。他们甚至都不确定凶手走了没有，当着他们的面杀了秦总2人，还是在他们秩序守护者的基地内。呵，讽刺，太讽刺了，这是怎么做到的？一名青年守护者身躯有些颤抖地问道。是鬼吗？尤雅脸色难看地扫视周围，直接喊道，王云上同学，是你吗？周围没有人回应，哪怕是如今出现的杀手组织也没有这种恐怖的手段吧。这种存在已经能够做到想杀谁便杀谁了。刘队满脸的无力，口中喃喃，鬼神一般的手段，这是在万古大陆能够获得的吗？他究竟获得了什么机缘？这种手段会是那50吗？王副局第一次体会到这种窒息感，他忍不住地问道。尤雅目光依旧看着周围，深吸了一口气，有70%的可能是他。唉，世界变得太快了。王副局无奈地叹息一声，缓缓吐道，日后丛林法则更加明显，弱肉强食，这件事情上报给上面吧。距离秩序守护者基地的不远处，王云上行走在巷口的阴影内，对于刚才的出手并没有放在心上。虽然他的举动非常的肆无忌惮，但他没有丝毫的顾忌。以他如今的实力，也不需要顾忌什么，谁敢招惹自己，想要杀自己，那自己杀就是的。至于秩序守护者那边，无所谓，他现在所掌握的技能足以令他在当前无惧任何势力，尤其是到了夜晚，他更是无敌。至于大夏会不会对自己动手，死神轮回这个技能令他能够将大夏的顶级人物拉到死神空间内，到时候谈一谈。呵呵，而且现如今仅仅是新纪元的开端，等再过一些时日才是真正的混乱。等玩家们等级高了，刺客在现实中杀人来无影去无踪，根本不留下痕迹，怎么抓人？一些法师职业甚至隔着上千米给你来一个大型魔法后直接离去，怎么找凶手？现实可不会提示你遭受到某某人的攻击，就连上一世张子浩回老家一趟都能够无缘无故的死亡，可想而知混乱的程度。事实上，金府这里还算是好的，毕竟是大夏首都，一些乡村、小镇，甚至有些已经成为一个势力了。这也是为何上一世国战开启后，很多工会根本无视官方的征召，根本不屌。大夏还是好的呢，在西方那边，再过一些时日，林元构已经不满足了，已经开始划分底盘了。10几分钟后，王云上回到宿舍，发现门上以及周围的文字被清除掉，他笑了笑，直接进入游戏中。死神呼唤。当王云上进入到万古大陆后，他立刻轻吟一声，呼唤刘坤的名字。现在他要好好提升一下自己的实力了。对于刘坤，王云上想要杀他非常简单，在现实中只要施展禁咒死神轮回，便能够将其轻松的斩杀。但王云上不准备让他死得这么轻松，他要令其在恐惧与悔恨中死亡。最主要的，他要养蛊，在现实中将其斩杀，浪费了自己9个灵魂不说，那接下来想要获取灵魂就有些慢了。他不会无缘无故的杀人，所以只能够抓着刘坤一个人薅羊毛了。没有来南沙海城，历史改变了，也是，他是知道自己在这里的，所以选择了去其他主城啊。王云上轻笑一声，身形一动，频繁戒指的传送令他瞬间来到自己设置的坐标处。下一秒钟，他的身影出现在转职大殿的前方，他径直朝着传送阵处走去。王云上看着镇守在传送阵前的一众守卫，直接拿出女帝御赐的令牌，开口道：我要前往首都星月城，给我传送的权限。只有玩家等级达到20级，完成2转后才会开启主城与主城之间的传送，否则当前玩家想要跨城只有走路，走个半个月1个月的。守卫看到王云上手中的令牌，脸色一凝，连忙的想要跪下。不用了，直接打开传送。王云上吩咐。是大人。守卫连忙应道，立刻打开传送阵的权限，恭敬道：
大人，已经打开，您可以传送到首都。王云上点了点头，踏入传送阵内。拥有这个令牌还真是爽呀！二转后主城之间的传送可是需要1000金币的。眼前的画面一转，王云上出现在另一个巨大的城池内，与南沙海城风格完全不同的城池。这里的城池以金黄为主调，整个星月主城更加的磅礴与大气。没错，这里便是星月帝国的首都。在整座城池的万米高空，有着一个巨大的星辰，星辰绽放着神圣的光华，将整个星月主城照得越加明亮。事实上，这并不是真正的星辰，而是一个悬空陆地，悬空城，叫做星月帝宫。星月帝国的皇宫所在处，王云上感应着刘坤所在的位置，微微一笑。50已到。第53章，堵在泉水沙。星月主城东方，星月森林的炼基处。此地距离星月主城很远，不过到达这里有传送阵，所以玩家们炼级也非常的方便。作为星月帝国的首都，这里是玩家的数量是其他主城的2-3倍。毕竟作为一个帝国的主城，在很多玩家看来，这里的机缘应该是最多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不过这里的竞争也异常的激烈。此时，位于星月森林的边缘处，一个20多人的小队正在练级。小队成员普遍13级，在如今最高14的等级来说，已经算是比较高了。23人以女生为主，但中央的位置是一名英俊的青年刘坤。此时的刘坤脸上洋溢着笑容，手中的法杖挥动，轻松地攻击着前方的野怪。因为20几人中有一半是女牧师，这些女牧师又不跟他们组队，只是在一直帮他们加血量，这便令他升级的速度很快很快。这才是老子应该享受的游戏体验。刘坤此刻心中愉悦地想着，他刚刚从新手村出来，便在一众粉丝的带领下达到了11级。白天粉丝们带他升级，晚上他选1-2个女粉丝一起切磋，简直不要太爽。君子报仇10年不晚，等老子2转后能够跨城传送后，到时候就是了解我们恩怨的时候了。他心中想着，你前期获得了机缘，老子暂避锋芒，等日后我带领几千人，让你知道什么是绝望。哇，哥哥好棒，你这一火球打得好精准。这时一旁传来女粉讨好的声音。刘坤目光看去，手中的法杖一甩，露出自以为很帅的姿势，笑着说道，还行，我要努力争取不拖大家的后腿。哥哥怎么会拖我们后腿呢？能够陪哥哥练级是我们的荣幸。是呀是呀，嘻嘻，我们有一些舔狗带我们升级的，哥哥你可千万别觉得拖我们后腿哦。刘坤话音刚落，立刻有几个女生在一旁痴迷的说道。刘坤心中大爽，不过其义正言辞道，我也不能让大家白白带我升级，放心吧，我会给你们寄我的签名照和艺术照。哇，谢谢哥哥，哥哥真是天底下最好的人。一众女生兴奋的脸色红了起来，如若有外人看到，着实会感到懵逼。这能理解吗？王云上表示自己不能够理解，所以他微笑的朝着一众人走去，又如老朋友般招呼道，刘坤明星，好久不见。王云上的话令刘坤微微一愣，感觉声音有些熟悉。他转过头，当看到王云上的面容时，瞳孔微微一缩，本能的朝着后方退了一步，伸出手指着他，该死，你不是在南沙海城吗？你怎么能够来这里？当然是来找你了。王云上耍了耍手中的匕首，目光扫过他们一众人，23，不错，他是50，就是这个狗东西杀我们哥哥的，杀了他。未等刘坤再说什么，他的一众女粉丝便朝着王云上骂道，So。 王云上身形一动，一个闪烁来到一名女子的身旁，噗，一击秒杀。你！刘坤看到自己一名粉丝被杀，他脸上露出恐惧之色，接连的被杀令他再次看到这一幕，胆寒无比。啊，杀了他，快攻击他，治疗，给我治疗啊。很快一众女粉丝的惊呼与惨叫声传来。对于这么一群乌合之众，王云上一刀一个，最终在刘坤无比的憋屈之下再次死亡，出现在复活点处。23加上之前的30， 53个灵魂了。王云上看着一地的尸体，这53个灵魂比玩家升一级还要高很多了。这刘坤不是号称500万女粉吗？希望能够发点力。他微笑着感应到刘坤在复活点，手中的平凡戒指绽放出光芒。下一秒钟，王云上来到了星月主城的复活点处。早有准备的他已经将坐标重新设置在了这里。与此同时，复活点处刘坤目光血红无比，他双手紧握着拳头，身躯颤抖。5次了，他已经被杀了5次了。这一刻他对于50的仇恨达到了极致。啊，哥哥，我们被杀了，那该死的50，我要杀他。好疼，我联系我的舔狗了，我要他帮我报仇。哥哥你没事吧？那个50真该死，我们叫更多姐妹过来，一起杀了他。复活点处，其余一众女粉丝复活，
一个个满脸愤怒地说着。刘坤也不再进行表情管理，阴沉着脸，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低声吼道：“我要他死！”噗！但下一秒钟，一把匕首落在他的脖梗上，令他满脸骇然。这什么情况？这里可是复活点，是禁止战斗的。他瞪大着眼睛，临死之前看着那令他痛恨万分的脸庞，他怎么来的？怎么敢在这里动手杀他？50已到！一个轻飘飘的声音传入到他的耳中，周围鲜血开始四溅。啊呀！他怎么又来了？快逃！快下线！哥哥死了，跟他拼了！惊恐与愤怒以及惨叫声再次响起，但也很快的消失。又是23个灵魂到手。王云上忍不住的笑了起来。妈的，这也太爽了！其他玩家升1级一共加34点属性，他20几秒相当于又加了23个属性，这可比练级爽多了。卧槽，这是什么情况？有人在复活点内杀人，这是在找死吗？当星月帝国的律法不存在？法外狂徒？愚蠢呀！竟然敢赌泉水，这马上守卫就来了，他完蛋了！周围一些玩家看到这一幕，顿时一懵，随即惊呼道。王云上听到周围的声音，淡淡的笑了笑，赌泉水又如何？第54章，星月帝国女帝。砰砰砰！金府一座豪华的别墅内，刘坤疯狂地砸着身前的一切，他目光血红，脸色狰狞。第6次死亡了，他在万古大陆已经第6次死亡了，他已经没有多少命，一旦彻底死亡，他哪怕是顶流明星也会成为蝼蚁。他呼吸有些急促，脸上青筋暴起，指甲深陷入肉中，但他却没有丝毫的办法。接连2次再被那50击杀，也令他确定那50绝对有什么办法锁定他的位置，不然不会如此的巧合。另外，他们死亡在复活点内复活后，为什么那50能够立刻赶到他们身旁？还有，他为什么敢在主城内杀人？玩家在主城内可是禁止战斗的，一旦被发现是会被打入大牢的。不过刘坤他还没有蠢到认为50是蠢货，他相信那50绝对有神妖办法，不会被打入大牢，才敢在复活点内出手。一切的一切都令他感到惊恐，那50所展现出来的实力完全不是他能够应对的，连尼玛的主城都不安全了，还怎么玩？现在他根本不敢再上线了。啊，哥哥，你怎么了？哥哥，你没事吧？这时，周围的房间内，2名穿着皇帝新衣的女生摇晃着身前的锋利凶器，看到周围的一片狼藉，连忙的跑过来。哥哥别生气，我们去召集更多的姐妹，去将那50杀了。哥哥不用担心，你还有我们。2名女生继续说着，一左一右的来到他的身旁。刘坤深深的吸了一口气，没有理会2名女子，直接拿出手机拨通了经纪人的电话。没过多久，一名中年到来，看到坐在沙发上的刘坤，直接开口说道：“阿坤，目前有5个资本和势力联系我们，其中3个势力都在星月主城。根据公司的调查，我不管他们哪个背景强，我现在只有一个要求，帮我杀了那50，我要将他杀到永远不能踏入万古大陆。”刘坤直接打断他的话，目光血红的低声吼道：“这！”中年经纪人皱起眉头：“阿坤，你暂且不要意气用事，你的影响力很大，你拥有着一批死忠粉，等一些势力起来之后，我们再选择。老子都被杀6次了，那50跑到了星月主城，又来杀我了，我等你妈！只要哪个势力愿意将那50杀到不能踏入万古大陆，我就无条件加入。”刘坤愤怒的再次打断他的话，对他吼道。中年经纪人听到他的话，脸色也是大变，凝重的说道：“那50竟然追杀到了星月主城。”他点燃一根烟，目光闪烁，阴狠的说道：“阿坤，要不我们在现实中我去找一些杀手组织，只让他死一次，老子不能解恨，我要让他后悔，让他绝望，让他知道得罪我的代价。”刘坤阴冷的看着他：“我要在万古大陆踩在他的头上。”这好。中年经纪人无奈：“我先去将条件给他们说，在星月主城的3个势力，每一个势力都拥有着众多的工会成员，另外我再主动多联系几个看看。”好。刘坤冷冽的点了点，紧握着拳头，满脸仇恨的低声吼道：“我就不相信一个几万人乃至10几万人的工会灭不掉你50。”与此同时，星月主城复活点处，当王云上看到刘坤他们一众人的身影不再出现后，便知晓他们已经下线。他笑了笑，也不着急，他还真不信那刘坤能忍得住。刘坤不在，他也可以在周围练级。何人敢在主城内杀人？这时，守卫冰冷的喝声传来。王云上目光扫去，拿出女帝御赐令牌。嗡！然而突然间，王云上感觉一股能量将他笼罩。一众守卫看到这一幕，也是目光微微一凝，他们仰起头，仰望着上方的星月地宫。这是……眼前的景象突然转变，王云上看着周围的绿草与鲜花，开
看着周围飞翔的一只只奇珍异兽，脸上露出诧异的神色。武师你好，女帝有请。这时2名身穿黄金甲、英姿飒爽的女将走来，朝着他说道：女帝。王云上目光一凝，满脸好奇，紧随着微微点头，有劳带路。2名女将点头，带领他朝着前方走去。王云上目光看着周围，云朵穿梭脚下，仙鹤鸟兽齐鸣，前方大气磅礴的建筑隐于云层中，宛若处于传说中的仙家宫殿。他还是第一次来到这星月地宫。黄姐，你这么着急的喊我过来干嘛？我这刚从传承秘境中出来，就赶来了。星月地宫主殿，女帝御书房内，人影未到，一个夹子的声音却传了过来。房内前方龙椅上，一位女子端坐在那里，她脸庞如白玉般细腻，眼眸深邃如星辰，眉宇间透着一股阴气，头发被金冠束起，流苏摇曳，增添了几分女性的柔美。她的身影修长而优雅，每一道曲线都流露出无与伦比的尊贵与威严。身披华丽的凤袍，金线刺绣的凤凰在光影中跃然生辉，仿佛是真正的凤凰降临凡间。此人自然为女帝皇甫伊人。女帝听到这个声音，看着活泼的身影，皱着的眉头舒缓了一些，不过她还是故作冰冷的神色。姐姐，你这是怎么了？谁又惹你不开心了？皇甫婴儿进来，看到自己姐姐的神色，立刻笑着走过去。除了你，还有谁？在自己这个可爱的妹妹面前，他实在拿不出女帝的威严，有些好气的说道。啊，我怎么惹？皇甫婴儿一愣，有些心虚的说道：姐，你怎么知道我已真身进入远古传承秘境的？什么？他的这一句话令女帝一惊，脸色微变的直接朝自己妹妹走去。你竟然已真身进入南沙海城的秘境？他被吓得不轻，生气的直接用力捏起皇甫婴儿的脸颊。我看你这丫头是想永远被关在地宫啊！疼，姐姐疼！我要是知道你不知道，我就不说了。皇甫婴儿连忙叫了起来，而且我这不是没事吗？第55章，女帝的震惊。伯爵爵位，你这丫头胆子太大了！南沙海城的那个遗迹危险至极，我事先已经告诉你了，让你算了，关你1年禁闭，让你老实老实。女帝看着眼泪汪汪看着自己的妹妹，心中无奈，她心有余悸地说着：姐，那个遗迹你不是也去过吗？而且也是真身亲临。皇甫婴儿嘟了嘟嘴，揉着被捏的位置，惊慌地继续道：而且只有真身才能够发挥最大的实力啊！你可不能关我1年禁闭哇！哇哇哇！我哭了！别给我装可怜！女帝拿出一个水果塞入他口中，主动消音。我问你，我给你的令牌呢？令牌？令牌让我抵押给一个降临者了。皇甫婴儿拿掉水果擦了擦，递给女帝：姐姐你吃，你别生气。抵押给降临者？女帝脸色一黑，瞪着他：你若是不能给我一个好好的解释，我非关你1年禁闭不可。哎姐，你别生气，我欠那降临者一个伯爵爵位，当时又没有东西给他，所以就……皇甫婴儿弱弱地说着，拉着女帝的手臂摇晃着：他在秘境中救了我一命的。救了你？女帝冰冷着脸看着他：你这是要嫁给他？嫁给一个降临者？啊，姐姐你怎么能这么说？你在乱说什么啊？皇甫婴儿立刻羞红了脸，撅着嘴道：乱说？你直接许诺一个伯爵爵位，你不嫁给他，我怎么给爵位？星月帝国伯爵爵位者不到100名，无一不是祖上为帝国立下大功勋者，亦或者是斩妖除魔的大将。我虽为女帝，但也不能够随意封赐。你开口许诺伯爵，只有你招个驸马，我才能册封。即使如此，长老院那里都会有所微词。女帝瞪着他说着，感觉头疼不已的继续道：另外，你知不知道那小子拿着你给的令牌做了什么？那小子杀了安德鲁伯爵之子，未来伯爵之位的继承人，还杀了南海学院10几名天骄学员，甚至想要拿着令牌命令暴风尊者去灭了安德鲁伯爵9族。啊！皇甫婴儿瞪大着眼睛，发出2声惊呼。还有，在刚刚其拿着令牌从南沙海城来到帝都，1000金币的传送费都不掏就算了，就在几分钟前还在降临者的复活点堵着杀人，在你到来的上一秒，安德鲁伯爵也已经赶来鸣冤。女帝越说越头疼。我才将令牌给他几个小时，他就搞了这么多事情。皇甫婴儿瞪大眼睛，不可思议的惊呼：那个家伙太能惹祸了，比他都能惹祸。他脸色垮了起来，知道这账得算在他头上。姐，你先别生气，我给你看个好东西。皇甫婴儿突然想到什么，拿出一本书籍，书籍上面有着一个月牙的形状，散发着一股圣洁而又妖异的光芒。你又要搞什么？这是……女帝本以为他又要耍小聪明，但当目光落在那本书籍上时，脸色彻底变了。他立刻拿过来，月是万古大陆的月，因而你达到了王座上。我厉害吧姐姐，在咱们星月帝国，除了你之外，我是第2个登上王座的哦。皇甫婴儿笑着，
露出2个小酒窝，满脸的得意。当然，也多亏了那个家伙，我当时遭受到同级别史诗级恶魔的袭击，我打不过他，用禁咒卷轴逃走，但没想到那恶魔还跟着我，刚好碰到那家伙，他帮我宰了恶魔，我就过关了，来到王座上，成功获得这本书籍。女帝听着，脸上充满了震惊与惊喜，摸着自己妹妹的头，好，万古大陆月之书，你获得如此传承，那个降临者救了你，伯爵之位，哪怕是长老院那里也不会吝啬。陛下，降临者午时已经带到。这时，一名守卫进来汇报。到了。女帝点了点头，招他进来。是。王云上跟着守卫进入到御书房内，入眼的便是一大一小2名美女，一个是熟悉的佳子公主，另一个看这一身帝王服饰便知。女帝姐姐好，婴儿公主好。王云上看着长相惊艳无比的女帝，笑着喊道。作为一名玩家，见到这个世界的女帝，自然不会下跪，不会诚惶诚恐。虽然这里是真实的世界，同样，女帝没有在意他的称呼，她打量着王云上，一双凤眸几乎将他看透，神色中充满了惊异。史诗幼崽级别，这怎么可能？降临者怎么可能达到？还是特殊职业？傲烈贤者的平凡戒指竟然在你手中？女帝看着他，缓缓开口。这个吗？前辈送的。王云上听到，回答道。女帝目光微微闪烁，有所猜测，这戒指本是傲烈贤者为自己儿子打造，但他儿子被恶魔所杀，其一直将此戒指视为至宝，能够送出去，可想而知傲烈贤者是多么看好眼前这个降临者。史诗幼崽资质不可思议，整个星月帝国天骄中能够与其媲美的不超过3个。你救了婴儿，我这个做姐姐的非常感激你。女帝看着他，手掌一动，王云上身上的女帝令牌直接飞出来，并且一块令牌悬浮在他身前。令牌我需要收回，但婴儿所说的伯爵爵位没有问题，此为伯爵身份令牌，以后你便是星月帝国武士伯爵。这不要伯爵之位，给令牌行吗？王云上看着那令牌，有些不舍。那可是为所欲为令牌啊！自然不行。女帝没有犹豫道。那女帝能不能多点赏赐？我毕竟救了婴儿公主的命，是吧？王云上笑着看向一旁的佳子公主。你还说，你也不看看，你这几个小时狐假虎威惹了多少事？这都得算到我头上的。皇甫婴儿嘟着嘴，生气地看着他。这是一本绝杀技。女帝倒是没有拒绝，拿出一本技能递给他。多谢女帝。王云上心中一喜，立刻接过来。女帝就是女帝，随手便是绝杀技。你的名字叫贪婪。一旁的皇甫婴儿看着他，忍不住地嘀咕着。不用，你是当今各大帝国降临者中最出色的一位，你帮了婴儿，这是你所应得的。女帝摇了摇头，看着他又说了一句，提醒你一下，如若你有潜力，可以尽量的提升自己的底蕴，在每一次转职前，最好将实力提升到极限，也许能够悟出技能。是吗？王云上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第56章无双会。巡战大战。王云上想要在星月帝宫内多待一些时间，看能否混到一些好东西，但奈何女帝直接让手下将他送走。看着手中的爵位勋章以及那本绝杀技，他脸上也是露出满意之色。爵位勋章，伯爵。效果：享有星月帝国伯爵待遇，可申请伯爵府邸，并可在野外建立属于自己的领地。凡冒犯伯爵者，可直接进行惩戒，对于降临者可斩杀。王云上看着这简短的介绍，目光火热。尤其是那建立自己领地这个功能，可以说是真正的价值连城。现如今，玩家们可以随意建立工会，但却不能够建城，这需要玩家们自己做任务，亦或者从 BOSS 上报出建城令。再过1-2年，拥有自己城池的工会与不拥有的将会是2个概念。工会城池的好处无法想象，而一个城池对于一个工会来说也是下金蛋的攻击。现在王云上便可以建立属于自己的城池，当然现在他并没有兴趣。目光看向绝杀技，他立刻学习。如影随形，绝杀技标记一名目标，可瞬间来到其身后，持续时间20秒，冷却60秒。很强的一个技能，持续时间也足够久。这种技能对于拥有闪烁、瞬移类保命的脆皮职业来说，完全是天课。另外，也可以将这个技能当做一个躲避技能。上一世王云上在第3年的时候获得了此技能，用处极大。感受到略微饥饿，王云上直接退出了游戏。今天游戏上线满了。老大，今天你怎么退得这么晚？老大，万古大陆的论坛出来了，你看你手机，这下有意思了，绑定 ID 的。这里有我带来的饭，老大你吃吧。王云上刚醒来，便听到张子浩的声音。中午吃饭时间比较久，耽误了一些时间。王云上回答，拿出手机，发现里面有一个论坛。打开后，他登录了一下，看着这个熟悉的界面，随便翻看了2下。论坛与贴吧有些相似，
不同的是划分了许多区域，例如交流区、交易区、悬赏区、排行榜等等。他对于这个兴趣不大，倒是一旁的张子浩不断的发出惊呼，给他说着一个个信息，例如某某富豪成立了某某工会，在大肆招人，例如排行榜第一的玩家身份曝光，例如里面竟然能发黄图等等。我去，老大，你又杀了2次刘坤，你怎么前往星月主城了？刘坤现在加入了一个叫做无双会的工会，这个无双会说要替刘坤报仇，他们下达了无双追杀令，要追杀你。晚上，张子浩突然发出惊呼，朝着王云上说道：哦。王云上听到，微微挑了挑眉头，无双会？是的，老大，我查了一下，这个无双会是星月主城内一个非常强大的工会，财力非常雄厚，所有入会并且待满1个月的玩家奖励2万块，最主要的是无双会的副会长叫做天下无双，当初他通过困难级别的职业转职引发了全国通报，另外他在等级排行榜上排15，身上一件黄金武器排第8，拥有着众多的粉丝。张子浩口中不断说着，目前无双会的人数达到18万左右，另外刘坤加入了无双会，现在正号召粉丝加入，他的脑残粉不少，至少能够令无双会的成员达到30-40万。王云上在论坛上搜索了一下，果然看到这无双会发表的公告，基本就是他们无双会欢迎刘坤的加入，并且要为刘坤报仇，让罪恶滔天的武石付出代价。他搜索了一下刘坤的 ID， 也发现其发表了信息，内容依旧以卖惨博同情为主，说自己被武石这个恶魔杀了6次，无双会的朋友知道要为他报仇，希望粉丝们加入无双会等等。在他的信息下面有着大量的回复以及对他的诅咒谩骂，这些骂人者的 ID 也是他们在万古大陆内的名字。这个时候还敢骂我，是以为无双会能够护住你？王云上露出微笑，他也发表了一个信息，凡要庇护刘坤，一帮骑者不死不休，一个简短的宣言。对于这个无双会他有所印象，无双会现实中魔都的一个商会所创建的，这个商会大佬众多，其在星月主城发展的很好，巅峰时期玩家人数达到了100万，但后来与官方工会发生了冲突，城池被摧毁，被赶出了星月主城，逃到另一个主城发展，最后也依旧属于一流的工会。星月帝国的帝都，官方自然要占领，其他工会自然与其比不了。当时这无双会与官方硬刚，其实力也很强，不过听说有境外势力资助。王云上想到自己当初得到的信息，这个无双会背后的商会成员都是一些移民的富豪，至于为何与官方冲突，他不是很清楚。呵呵，不过他笑了起来，养刘坤这个蛊算是养成功了。一个如今有着10几万人的工会，妈的，想想便兴奋。此时此刻，魔都一处顶级的私人会所内，刘坤略显恭敬地坐在一个沙发前，目光扫过周围的几名富豪，心中兴奋无比。他没有想到，今天他让经纪人帮他找一个强大的工会为他复仇，没想到竟然找到了一个背景如此强大的工会。无双会，众多身价过100亿富豪所建立，这可是福布斯排行榜上的名人啊，一个个都属于顶级的资本大佬。他一个顶流，在这种资本大佬面前也要恭恭敬敬的。而除了5名大佬外，工会的副会长也是鼎鼎有名的天下无双。工会内等级排名前100的强者，足足有6人，在当前绝对是顶级的存在。工会成员如今更是近20万，有如此工会当靠山，自己大仇可报。50，你就等死吧！他心中兴奋地咆哮着。小吴，可有把握干掉那50？一侧的位置，一名老者翘着2郎腿，抽着雪茄，对一名青年笑着问道：呵呵，三爷放心。一侧的青年脸上带着从容的微笑，杀那50很简单，不需要其他人动手，我要亲手干掉他。哈，盛名之下无虚事，小吴，你可不要自大。旁边一名西装革履的中年笑着说道：龙哥，我可没有夸大，仅仅是阐述一个事实罢了。现在我一人能够正面击杀20个同级别玩家，刺客。呵呵，青年很是自信的轻笑一声，我杀了那50后，名气大涨，定然能够吸引更多人加入我们无双会，然后再将那50杀到不敢踏入万古大陆，我们无双会将全国闻名，成为全国最顶级工会。一个50啊，仅仅是一个踏脚石。第57章，抱歉，让你们多活了几分钟。哼，小吴说得好，如今那50的名气非常之大，更是杀神榜上的杀神，只要杀到他不能踏入万古大陆，那我们无双会将名声四起。奢华的会所内，一众人听到天下无双的话，脸上露出微笑。他们如此之大的工会，愿意庇护，愿意为刘坤出手，并不仅仅看重刘坤顶流的身份，更看重的是此事的影响力。现如今，国内各大顶级富豪、组织、商会、家族已经将全部的资产赌入万古大陆，建立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工会。想要从一众工会中脱颖而出，想要站在巅峰，不仅仅要靠实力，还要靠谋划。很显然，他们若是连续杀那50几次，再加上刘坤的宣传，他们将有机会成为大夏第一工会。
一步仙，步步仙，并且以他们的实力，也自认为干掉那50很轻松。我相信吴副会长的实力，不过那50诡异得很，他竟然还敢在主城内杀我，还是需要注意一下。刘坤看着自信无比的天下无双，提醒一句，继续道：我刚才看到他在万古大陆内发言，说凡帮我的，便是与他50不死不休。哦，是吗？他在万古大陆论坛上回复了。天下无双听到他的话，扬了扬眉头，嘴角微微翘起，拿出手机一边搜索一边说道：在主城内杀人的权限，我这里有些信息，如若能够提升自己在星月帝国的地位，便可以做到。不过哪怕是地位极高，也有限制，不可能肆无忌惮的在主城内杀人。他说着，看到王云上发表的信息，露出微笑，这50真敢发啊，有趣，刚好我给一个回复，邀请他1对1对战，就是不知道他敢不敢。1v1，如果小吴你1v1能够击败50，你必将名声大振。一名老者笑眯眯地说道：他是刺客，我是战士，刺客讲究的是快速秒杀，一旦秒杀不了，就只能逃。天下无双笑着说道：我1件黄金装备，5件白银装，4个稀有技能，我现在强得可怕，用恐怖如斯来形容都不过，他拿什么跟我打？呵呵，好，那50就交给你了。周围几名老者脸上露出满意之色。天下无双傲然地拍了拍刘坤的肩膀，明日我与工会的几名兄弟带你升级，放心，那50不敢来，当然我希望他能够过来。呵呵，好好，谢谢吴哥，吴哥无敌。刘坤看着如此自信的天下无双，也是露出笑容。他举起一杯红酒，敬了他一杯。咦？与此同时，位于宿舍内的王云上看到无双会副会长天下无双对自己的回复 1v1 单挑，他笑了笑，这是想要击败自己，提升自己的声望。在他信息的下方，还有着众多无双会的成员叫嚣着让他同意的，一个个讽刺的发着不敢，怂了，我们会长一只手拿捏你，50不过如此，等等一些信息。小孩子才1v1，王云上口中喃喃，没有理会这些人的叫嚣，他心情愉悦的闭眼睡觉。翌日吃完早餐后，他立刻进入了游戏，没有丝毫的犹豫。王云上施展死神的呼唤，感应到刘坤上线并且所在位置之后，他眼中闪过一丝微笑，随即他又感应了那天下无双的位置，确定两人在一起。呵呵，他笑着身形一动，立刻朝着他们所在的位置赶去。星月主城北方落峰谷内，这里是一片非常特殊的地形，一个个巨大的山峰直插云霄，周围一个个山谷内流淌着湍急的河水。落峰谷是星月主城公认最好的练级区域，并且经过这些时日玩家们的研究，每一座山峰内都有不下于5只 BOSS 存在，这也令大量星月主城的玩家们前来这里练级。但是很快，这落峰谷的一座座山峰便被一个个工会势力彻底的垄断，想要去里面练级，不好意思，这里被我们占领了。这也令无数普通玩家怨声载道，但普通玩家也没有办法，想要在这里练级，要么走几个小时去更远的地方，要么加入工会。此刻，在落峰谷的一处山谷内，10几名玩家正朝着一座山峰走去。为首者身穿黄金盔甲，手持白银巨剑，威武不凡。其便是无双会副会长，星月主城内鼎鼎有名的天下无双。在其身旁，除了刘坤之外，11名玩家，每一个身上都至少拥有着3、4件白银装备，这在玩家之中绝对是顶级的存在。不过这也是很正常，工会内10几万名玩家，若是有玩家做任务获得装备技能，他们便会花钱购买过来。市场上也有很多玩家为了金钱出售装备、技能以及各种道具，现实中有钱的玩家自然会出手购买，这也便造成强者越强，逐渐的与普通玩家拉开差距。当然，这还是次要的，能够成为无双会高层的，不仅仅需要财力，还需要实力与战斗经验。无双会的顶级强者，他们一个个在现实中都拥有着不凡的战斗经验。副会长，我们都已经上线1个多小时了，也没有见到那50的身影，那家伙会不会不敢来？绝对是了，我们老大在那50发表的信息下面回复要与他1v1，他现在都不敢回复呢，哈哈哈！我看那50也就是怂货一个，阴沟里的老鼠罢了，只敢搞搞偷袭。可不是，他也就只敢杀一些垃圾玩家和一些娘们，碰到我们这种，他们敢来吗？10几人中，几名青年笑着说道。刘坤听到最后一句话，脸色微微有些不好看，这是把他都骂上了。天下无双笑了笑，他不敢来的话，我们去找他。刘坤兄弟，你那里不是有那50的照片吗？发给所有兄弟，确定他的位置，我去斩他。刘坤听到这句话，露出了一丝微笑，没问题。来兄弟，我给你介绍一下。天下无双又指向前方10几座山峰，傲然地说道，这10几座山峰都已经被我们无双会占领了，日后你在这里练级，没人能动你。好。刘坤点了点头，也是笑着说道，我粉丝那里已经有5万人想要加入无双会了，后期至少还会有几万，
甚至等主城之间的传送开启后，将达到几十万几百万。不知道无双副会长今天能否全部让他们入会？哈哈，自然没问题。天下无双也是眼中绽放出光泽，心中升起雄心壮志，日后他要成为最强公会的老大，大夏最强的存在。非常抱歉，来晚了，让你们多活了几分钟。就在这时，一个声音突然响起，在他们一侧的不远处，一个身影踱步走来。第58章，秒杀猛逼的天下无双。来者自然是王云上。他刚刚来到这里，便听到无双会一众人的嘲讽与不屑。王云上看着他们，带着笑容：“你是谁？”一名无双会的顶级强者看到他，目光一冷：“你们还在讨论着要杀我？我现在来了却不认识吗？”呵呵，我50。王云上双手握起匕首，朝着他们缓缓的靠近，又吐出2个字，已到。50，你这个该死的东西，老子要弄死你，要你不得好死！刘坤看到王云上的身影，立刻跳了起来，满脸仇恨的骂道。王云上看着他，嘴角微微翘起：“哈哈哈，好好好，50，没想到你真敢过来，哈哈。”天下无双看到他，脸上露出振奋之色，他眼中绽放出战斗的火焰，手持白银大剑，目光锁定他，杀神榜上唯一的杀神。哈哈，你放心，我不会让其他兄弟动手，今天我一人便宰了你。王云上看到这嚣张至极的天下无双，也是感到好笑。50是吧？我给你一条活路，复活之后，你过来给刘坤跪下道歉，我可以收你为小弟，让你加入无双会。天下无双盯着他，一副高高在上的继续说道。傻逼！王云上忍不住了，轻声吐道。下一秒钟，他瞬间来到了天下无双的背后，闪烁生命之门。王云上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打开绝杀技，每秒燃烧10%的血量，但却能够爆发出200%的攻击。噗噗噗噗，一瞬间，王云上出现在天下无双的身后，2把匕首没入他的脖颈与头部。你已经被50击杀。天下无双脸上还带着嚣张之色，他连反应都没有来得及反应，便瞬间被秒杀。一件白银装备掉落在地上，王云上关闭生命之门，伸手将装备捡了起来，随即微笑地看向无双会另外10几人。到你们了。他锁定另一名战士，如影随形在其身旁的弓箭手上。嗡！如影随形的移动令他瞬间来到那弓箭手身旁，转而手中的匕首朝着那名战士袭击而去。死神连击！砰砰砰！一连串的攻击瞬间落在其身上，那名战士脸色大变，狂吼一声：“该死的无畏霸体！”稀有技能无畏霸体，增加防御与血量，减少控制。不过完全没鸟用。王云上的死神连击第5击已经落在其身上，他的血量瞬间清空。不好，他妈的，控制技能！快快！这一刻，无双会另外10人反应了过来，他们惊怒地吼道。不过，其作为无双会最为顶级的玩家，甚至如今整个大厦顶级的玩家，他们的素质完全不是普通玩家能够比的。2名刺客立刻隐身，朝着他袭击而来。法师控制技能迅速施展，召唤师的召唤兽从地底钻出，一个个技能朝着他覆盖而来。王云上看到，神色没有丝毫的变化，身形一转，手中的匕首落在摸过来的刺客身上，快速的击中其要害处。脆皮刺客一招秒杀。下一刻，他身影移动，如影随形，再次来到弓箭手玩家的身后，躲避开所有的控制技能，目标对准最后一名战士，灵魂恐吓令其身躯一颤。1秒钟，王云上2把匕首造成4次攻击，其并未死亡。一道治疗迅速地落在这名战士的身上，但无用。死神入侵，被他攻击的玩家不能获得任何治疗。当然，死神入侵是稀有技能，如若牧师拥有比他等级高的稀有技能，亦或者是绝杀技，可以给其治疗。很显然，这名牧师没有这种技能。噗！第5击，第4个无双会的强者死亡。场中除了1名刺客，已经没有近战玩家。噗噗噗！接下来一刀一个，宛若切菜。整场战斗不过20秒钟，王云上的如影随形技能都还未结束。不过那名弓箭手已经被他杀了，技能强制结束。场中只有刘坤一人，惊不惊喜？王云上朝着他走去，露出微笑。你……刘坤瞪大着眼睛，宛如见到了恶魔，惊恐的后退一步，被直接绊倒。王云上走过去，居高临下的用脚踩在他的头上。不要杀我，不要杀我！刘坤惊恐的求饶道。砰砰砰！王云上踩在他的脖颈上，仅仅已经被杀到9级的他，瞬间死亡，回到了复活点内。你消灭了天下无双的小队。他平静地捡起周围掉落的装备，一件白银的鞋子以及白银匕首，他刚好能够用上。13个灵魂，还可以。王云上口中喃喃，目
目光看向前方十几座山峰。刚才天下无双说前方这十几座山峰被他们无双会占领了，他径直走去。与此同时，复活点处一道道身影出现。老大！复活后的无双会顶级强者，目光立刻看向一旁脸色在那里不断变换的天下无双。此时此刻的天下无双还没有回过神来，他被杀了还是秒杀？他连反应都没有反应过来，这令他完全不敢相信。该死的50，他竟然偷袭！几秒钟后，天下无双咬牙切齿的低声吼道：“是啊，他偷袭干掉了我们所有人！”一旁复活的刘坤听到他这句话，暴怒如雷，他盯着天下无双，情绪完全失控的讽刺道：“他灭掉我们整个小队，偷袭！”哈哈，天下无双副会长，你不是说自己就能够干掉他的吗？啊！现在整个小队都被他干掉了，没有丝毫反抗之力。刘坤彻底的绷不住了，他本以为抱上了一个大腿，没想到所谓的大腿就是掉毛，甚至整个小队被切菜般干掉，完全没有一丝反抗之力。刚刚他们还在嘲讽着说50只能杀一些垃圾玩家与一些娘们，现在刘坤身躯颤抖，他已经被杀了7次了，足足7次了。闭嘴，这一次是老子大意了，如若不是他偷袭，老子弄死他！天下无双立刻大声喝道，脸色也是阴沉无比。他已经惹怒我了，我是要灭掉他，让他在万古大陆寸步难行。老大，那50的实力真的有些变态。身旁一名无双会的强者脸色不断变换的说着，仅仅10几秒的时间，那50的攻击与强大令他们感到恐惧与窒息。那50根本不是人，叫上100名兄弟！天下无双咬着牙开口道，他不是傻逼，自然知道自己恐不是其对手，但作为副会长，他要婉尊，要嘴硬。第59章，一人 vs 一个公会。天下无双副会长，我现在怎么办？刘坤看到天下无双准备摇人，阴沉着脸问道。你放心。天下无双目光看看向他，直接递给他一个复活币，这是一个复活币，抵消你这次的死亡，另外我会让人保护你练级，安全吗？刘坤看到这复活币，脸色舒缓了一些。现如今击杀白银 BOSS 能够掉落复活币，一些大公会、一些顶级小队已经知晓，但复活币这种珍贵的物品根本没有在市面上流通，基本上都自己留着。放心，在洛风谷每个练级山峰上都有我们无双会几百名玩家在。天下无双沉着脸对他保证道，在那里练级，你不会有事。好。刘坤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目光看着他们，我希望无双副会长能够尽快的干掉那50，这是在我们协议中的。你不用担心。天下无双深深的吸了一口气，那50我杀定了，耶稣都救不了他。喂，你们凭什么占据这座山峰，不让我们上去练级？这山峰是你们家的吗？哼，这座山峰里面有我们无双会300多名兄弟姐妹在练级，你们若是进去，万一误伤你们就不好了。奉劝你们赶紧离去，想要在这里练级也可以，加入我们无双会。你们！一座庞大无比的山峰前，王云上踱步走来，听到前方的争吵声，他目光看去，5名无双会的玩家守在入口处，一个小队想要进入里面练级，被拦在了外面。几位哥哥，我们是新加入无双会的，是刘坤哥哥的粉丝，我们可以进去吧？一旁还有5名女生，其中一名女生声音很骚的说道。哈哈，几位美女当然可以，欢迎刘坤的可爱粉丝们加入，咱们家的好友，我喊几个兄弟带带你们。哇，几位哥哥太好了，哈哈，都是一家人，加入我们无双会绝对是你们最正确的选择，我们天下无双会长也会替你们哥哥报仇的。我们知道天下无双会长很厉害的，那是自然，我们会长的实力在整个大夏也是排名前5的存在，我们会长要跟那51v1那50都不敢赢，哈哈。前方处守在入口处的无双会几名青年遇到女生，有些兴奋地说着。王云上走过去，引起一行人的注意。站住，你小子是谁？隐藏名字？是工会的兄弟。一名青年看向他，质问道。王云上笑了笑，摘到平凡戒指，下一秒钟，他身上浓郁的血腥之气笼罩全身，漆黑的双瞳宛若恶魔一般，平静地问道：上面有300多人吗？你，算了，我自己去看看吧。噗！一行人看到王云上周身缭绕的血气，看着他头顶那被血气染红的名字，神色瞬间一懵。王云上没有再浪费时间，匕首直接没入他的眼球中，搅动了一下，将其生命清零。你的队友被50击杀。操！是那个50！另外几人惊怒一声，大声吼道：噗噗噗！然而他们在王云上面前2刀一个，连5秒钟不到，6人瞬间死亡。啊！你刘坤的粉丝好呀！几名女玩家满脸惊恐地看着这一幕，发出惨叫。
王云上没有丝毫手软，在他们惊恐的目光下，一个个倒下，捡起掉落的金币与装备，他径直地朝着上方走去。那个人是50？卧槽，浑身血气缭绕，这是魔鬼吗？这一身血气看起来太残暴了。我昨天在论坛上看到刘坤加入了无双会，无双会还对50下达了追杀令，现在那50就杀过来了。这好强，不过杀得好爽，这50真猛，竟然敢独自一人对抗一个大公会，牛皮！后方那被拦在外面的5人小队看着这一幕，脸上充满震撼。王云上没有理会几人的惊呼，身形一动，朝着山上快速走去。很快，一个无双会的小队出现在视线中，王云上直接冲过去，5秒钟后，6具尸体倒下。他捡起战利品，继续前进。不到几分钟，再次碰到一个10人的小队，他森然地笑了笑：“结，收割！”啊，50，是那个50！有人发出惨叫声与惊恐的声音，但他们叫的声音越响，王云上越兴奋。又是10个灵魂呐！现如今，没有任何一个小队，任何一个玩家是他的一合之敌。不到半个小时，死在他手中的无双会成员达到了60-70。王云上将所有的灵魂全部加在属性上面，这也令他越杀越强。而此时此刻，无双会的公会群内逐渐的沸腾了起来。操！我被那50杀了，我们整个小队都被50杀了，我们小队也被那50团灭了。他现在在洛风谷3号山峰内。草了，你们也被那50杀了？他难道在疯狂猎杀我们无双会的兄弟？那50太可怕了，全身血光缠绕。我统计了一下，已经有60-70名兄弟被他杀了。快通知老大，让老大去干掉他！卑鄙的50，卑鄙的刺客，他在偷袭我们，汇报无双老大。伴随着无双会一名名成员被王云上杀到复活点处，他们在无双会群内疯狂地发着消息，愤怒地请求老大替他们报仇。他们殊然不知，他们的老大死在他们前头。该死的50，竟然在袭击公会的兄弟！60-70名公会成员被击杀，如此大的事情，正朝着洛风谷赶去的天下无双也第一时间收到了信息。他紧握着拳头，满脸狂怒之色。老大，这是一个好机会，他现在在我们无双会的3号山峰上，我们立刻召集兄弟封锁那里，到时候来个瓮中捉鳖。一侧，一名无双会顶级强者开口说道：“好，召集附近的兄弟。”天下无双大声道。突然，他脸上露出阴狠与狰狞笑容：“我有一个办法，可以彻底灭掉那50。召集1000名兄弟，守在主城的复活点处，不要让他们进行组队。一旦那50出来，立刻攻击，以火力覆盖干掉他。谁杀了50，奖励1000万；被抓入大牢者，100万补偿。拿出几个亿，彻底将他灭掉。现在，我们只要干掉那50一次，就能够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他说着，声音亢奋了起来。第60章，万人中取天下无双首级。洛风谷内的所有兄弟已经前往3号峰处集合。星月主城内复活点处的兄弟已经就位。他妈的，一个卑鄙的刺客竟然敢杀我们无双会的兄弟，真是找死！哈哈，将50杀到不能进入万古大陆，干死他！杀神榜上的杀神又如何？一个只会偷袭的刺客，连跟我们老大的1v1都不敢的垃圾，今天就让他们知道我们无双会的厉害！无双会的群内，一个个信息传来，同时还伴随着一众公会成员的愤怒以及对于50的嘲讽侮辱。整个无双会会长是背后的资本大佬，基本不管太多事情，他们的老大是天下无双。天下无双他们被杀，自然不会告诉公会内的成员，毕竟这会极大影响他作为老大的影响力。所以公会内的一众成员们并不得知，一个个对于50充满了不屑。一个只知道偷袭的家伙，连我们副会长的腰战都不敢，地沟里的老鼠罢了，竟然敢杀他们无双会的兄弟，那就等死吧！整个无双会伴随着副会长的一声令下，浩浩荡荡地行动起来。这也立刻引起了星月主城内其他一些公会的注意，尤其是隐藏在暗中还未彻底展露出庞大身躯的官方公会。如今官方公会一直隐于水下，宛若深海巨鲨一般观察着水面上的动静。无双会与那个50发生了冲突，是因为那个明星的原因吗？是的，领导。洛风谷的一处练级处，10几个小队散布在周围，击杀着一只野怪，他们井然有序，拥有着极高的素质。位于中央的位置，一名身姿挺拔的中年听到手下的汇报，目光微微闪烁。那个无双会不简单，50也不简单。中年带着普通人没有的威严气质，继续道：“他们发生争斗，倒是有意思。领导，您为何如此关注那50？他再厉害，也不至于能够跟无双会对抗吧？”青年手下有些不解，忍不住地问道：“那个50可不简单，秩序守护者那里对于50的评价为 SS 危险人物，甚至将其上达天听，让高层定夺。”中年开口说道：“SS 级，现如今那几个恐怖组织的级别，也不过是被秩序守护者们定为 SS 级吧？
青年满脸震惊，一个人再强，他能够强到什么地步？他有些不可置信，继续汇报道：领导，根据我得到的信息，无双会准备彻底灭掉那50，他们不仅仅要包围50，还在主城内进行了埋伏，一旦他复活，就直接将其火力覆盖斩杀，以无双会的实力，真能将其彻底灭掉。哦，是吗？中年扬了扬眉头，思索了一下，走，我们过去看看。青年点头，立刻朝着周围的一些人招了招手，朝着无双会所占据的山峰处走去。当他们几十人赶到的时候，发现在无双会所占据的山峰入口处已经聚集了近万人。落峰谷的山峰非常特殊，只有一个入口处，其余的位置陡峭无比，足足有几十米高。以如今玩家的实力，不可能从其他位置下来，只要堵住入口，便相当于瓮中捉鳖。竟然来了近万人！青年看到远处聚集的无双会一众成员，脸上露出惊讶之色。这要是围在这里，除非那50下线熬时间，等无双会的人离去，否则必死无疑。但以无双会如今达到20万的成员，完全可以派一批人一直守在这里，彻底耗死50。中年看着前方的一幕，目光闪烁。若那50被杀了，现实中去联系他，招揽他。好的，领导。青年一愣，点了点头。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虽然嗜杀，但一直还未触碰最后一根线。中年说着，站在高处静静地看着局势，露出一丝微笑。老大，已经有9000多名兄弟赶来了，估计很快便有上万名兄弟聚集在这里。山峰的前方，为首中央的位置，天下无双一众人站在那里，周围聚集着密密麻麻的工会成员。一名青年走过去，汇报道：天下无双微笑的点了点头，让山上的兄弟将他引过来。老大，已经吩咐了。青年笑着说道，目光看向入口的位置。这一次，那50插翅难飞。好，不愧是无双会。一旁的位置，刘坤看着周围密密麻麻无双会的强者以及工会的布置和计划，脸上露出振奋之色。他期待地盯着山峰入口处，神色激动，紧握着拳头。今天自己将大仇得报了。天下无双也是目光盯着，想到自己被那50秒杀，心中一阵嫉妒。但一个人再强，终究有限。50，噗，第200个，这也太爽了。与此同时，王云上微笑地干掉一个5人的小队，心中也是微微振奋。他将所有的灵魂全部用来提升属性。现如今，相较于1天之前，他4维属性全部增加了50。这是什么概念？他现在力量堪比19级的全攻战士，精神力堪比19级法师牧师召唤师，体质堪比19级全防御盾战，速度堪比19级弓箭手与刺客，6边形的存在。而现如今，玩家们的普遍等级才12、3级。继续，这仅仅是开始。王云上眼中露出森然之色，继续朝着上方走去。咦？不过这时，他突然看到一名刺客隐身朝着自己摸过来。王云上挑了挑眉头，手中的匕首动了动。然而令他意外的是，这名刺客并未靠近他，反而朝着下方处奔去，在距离他20米的位置现身。该死的50，竟然敢杀我们无双会的兄弟，今日便是你的死期！他现身后，立刻指着王云上，大声挑衅道。王云上有些诧异，身形立刻靠近。一个胆小鬼，我送你去见你们工会的兄弟。哈哈，想要杀老子？就你！那名刺客看到王云上朝他袭击而来，身形一动，拔腿就跑，边跑边回头挑衅地骂道：你有种来追老子！你个只知道偷袭的垃圾！王云上听到他的话，微微眯了眯眼睛，身影一动，一个如影随形来到他的身后。什么？那名刺客没想到王云上竟然瞬间就追上了他，有些懵。闪烁，我也会。不过他反应速度极快，一个闪烁又逃离7、8米。王云上脸上露出嘲讽，瞬间再次来到他的身后。什么？你？这名刺客开始汗流浃背了。他是听从工会高层的命令前来引诱王云上下山的，在他看来，同为刺客敏捷像加点，等级又达到了14级，又拥有稀有技能闪烁，完全可以将那50引诱到山峰入口处。结果你已经被50击杀。他倒在地上，神色懵逼。他在无双会刺客之中也是能够排到前10了，结果连逃都逃不掉。这个家伙有些奇怪。王云上捡起地上掉落的金币，口中喃喃，其好像是故意吸引自己。他心神一动，立刻施展死神的呼唤，结果感应到天下无双、刘坤以及刚开始被他杀的无双会顶级强者们皆都在不远处。这是要包围自己？刚才这名刺客是要吸引自己下去？好呀！王云上眼中闪烁着光泽，既然如此，那就如你们所愿。他说着，径直地朝着山峰脚下奔去。与此同时，位于山峰入口处，一名无双会的高层皱着眉头看向天下无双。老大，吸引50的兄弟被杀了。被杀了？
天下无双皱了皱眉头，再派一个人过去，如若不成的话，我们就上山。是。那名高层点了点头。就怕那武士胆小逃走。刘坤在一旁听到，忍不住的说道：放心，他逃不掉的，刺客的隐身只有10秒钟。一名无双会顶级弓箭手冷冷的说道：10秒钟他走不出我们的包围圈，只要他现身，我们一人一发攻击便能够秒了他。如此甚好。刘坤点头，下一刻他目光一凝，看向前方。他来了。咦，50，那个是50，他来了，哈哈，身上的特效挺装逼的吗？小50，立刻滚过来跪下，否则让你永远不能够踏入万古大陆。这个时候，周围无双会的一众成员也看到王云上出现，他们目光一凝，一个个大声喊道。大量的无双会成员叫嚣着，声音震天。这50胆量还真大，看到无双会如此多人，竟然还不逃。远处中年一行人中，一名青年低声说道。王云上看着下方，依旧轻松的踱步靠近，目光扫过无双会所有人，眼中压抑着炽热，轻笑道：大概上万人呀，呵呵，无双会倒是看得起我。你以为我们过来是围攻你的？你还不配。我们只是为了防止你这种偷鸡摸狗之辈不敢正面与我们对抗，只知道夹着尾巴逃。没错，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连跟我们老大1v1的勇气都没有。王云上话音刚落，无双会中便有成员不屑的回应。天下无双听到手下的话，脸色一黑，立刻举起手让手下闭嘴。他刚想开口说话，前方却轻飘飘的传来一句话：你们无双会副会长天下无双。哼，天下无双，这一次我提醒你一下，我2秒后斩你手。第61章，我在等技能，你们在等什么？2秒后斩你手。当天下无双听到王云上这一句话的时候，脸上充满了狂怒。他虽然已经见识到50的强大，但现在他身旁上万名手下，这50竟然还嚣张的说2秒要斩他，这简直是不将他放在眼中。哈哈，50，你他妈好狂呀！你要是能杀我，那我天下无双简直是活狗身上了。今日，嗡！天下无双脸色有些狰狞的盯着王云上，愤怒的说着。不过他话未说完，便看到50消失不见，这令他神色一凝。位于天下无双身旁的几名公会顶级高手，也是瞬间进入战斗状态。他们可是见识过王云上的恐怖。嗖嗖，飞灵之刀！下一秒钟，王云上出现在天下无双身侧10米处一个无双会成员的身后，连续2把飞灵之刀打出，瞬间没入天下无双的要害。负800，负960，你的队长天下无双被击杀！2把飞刀瞬间秒杀，天下无双连反应都没有反应过来。不同于上一次，这一次的天下无双自己做好了万分的准备，但依旧秒。相较于不久之前，王云上的属性提升太多了，等级掉到13级的天才无双根本抵挡不了。这一刻，当无双会所有成员看到自己老大在他们上万人面前被秒杀后，整个人都懵了。周围一片寂静。1秒22，不到2秒钟，王云上轻笑，同时一把飞灵之刀朝着刘坤袭击而去，紧随着他手中的匕首迅速地朝着周围玩家的要害袭击而去。噗噗噗，噗噗噗，脆皮一击秒，肉盾最多2下攻击，这还是没有使用任何技能的情况下。这并不是代表着其他19级玩家对付12、3级的玩家能够砍瓜切菜，而是死神之矛的一项能力，能够洞察目标弱点。弱点攻击相当于暴击，19级玩家的属性再加上暴击伤害，这才造成秒杀。顷刻间，周围10名玩家死在他的手中。该死的50，他杀了老大，副会长竟然被秒了！攻击他，快攻击他！无双会的一众成员回过神来，疯狂的大声吼道。无数道攻击朝着王云上覆盖而去。闪烁！面对着这铺天盖地无死角的攻击，他根本没有躲避的空间。不过王云上一个闪烁，瞬间来到20几米外。生命之门！他直接爆种，速度达到了极致，匕首瞬间穿过20几人，在他生命之门开启之下，哪怕是肉盾玩家也承受不住他的一击。不过王云上不能够持续开启，维持2秒后，他迅速关闭，对着周围的玩家开始横扫，一刀一个，一刀一个。生命之门所消耗的生命值也迅速的恢复。该死该死，他在那里，快控制技能！卧槽了，控制技能，快！无双会的上万人有些慌乱，距离王云上比较近的玩家大声吼着，一道道攻击再次朝着他覆盖而去。王云上轻笑一声，如影随形，再次回到被他锁定的玩家身上，匕首再次疯狂地朝着周围的人收割而去。他又跑到这里了，这怎么可能？啊呀，快快快，赶紧杀了他！轰他！王云上身影消失，退出战场，
朝着几十米外的阴影处走去。来到阴影中，他扫过不远处，发现还有人观战，没有在意的进入隐身状态，微笑的看着前方。此时，他的几个躲避技能都处于冷却的状态中，而从他开始袭击到结束，仅仅10几秒的时间。在这10几秒内，他杀了50名无双会的成员，1秒进3个，这杀戮的速度可怕至极。等60秒后，如影随形，闪烁，无冷却后可以继续攻击，不过生命之门冷却时间是5分钟，下一次就不能杀这么多了。王云上心中暗道，他的等级还是太低了，掌握的技能比较少，只能够以这种方式进行游斗。最主要的是，对方人太多了，哪怕无双会成员对他的攻击造成的伤害不高，但数量叠加，他也顶不住。上万人的队伍是可以杀暗金级别 BOSS 的，他现在的实力同级别暗金之上，接近史诗。卧槽了，那个50呢？那个50呢？妈的，他隐身了！快，反隐技能将他找出来！找出来！王云上的突然消失，也令无双会近万名玩家懵了。他们疯狂地扫视周围，大声吼道：“鹰眼、光照、显形、照明等等反隐技能朝着周围施展而出，但是并没有任何的发现。他好像凭空消失，他逃走了，他逃了，这怎么可能？妈的，这50开挂了吧？他怎么会如此恐怖？他的技能怎么如此变态？50，你个卑鄙无耻的东西，赶紧给老子现身！”无双会成员看到这一幕，一个个脸色无比难看。万人之中，他们副会长被50直接秒杀，不仅如此，还有50名左右的同伴也被杀了。这要是传出去，他们整个无双会的脸面都没有了。所有人都不要说话。这时，无双会一名高层脸色无比难堪，大声吼道：“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此事禁止外传，那50我们会宰了他。”与此同时，不远处正遥望着这一幕的官方众人也完全目瞪口呆了。这是当前玩家能够拥有的实力，顶级的天下无双竟然被秒，一刀一个脆皮，还有那诡异的瞬移技能。一名青年倒吸了一口凉气，忍不住的惊呼道。为首的中年也是吸了一口气，神色震动不已。他本以为50会被无双会干掉，会被无双会在复活点处被伏击，那么他便可以代表官方邀请其加入，替他解围。毕竟1万人对1人，这种在所有人看来是毫无悬念的战斗。但结果怪不得秩序守护者会将其定位 SS 级危险人物。中年惊叹，他在大夏身居高位，乃是大夏最年轻少将，为万古大陆大夏官方总指挥，100万将士皆为他管。他所了解的东西，所掌握的信息远超常人所想象，但就是因为知道的多，看到这一幕才越加震撼。红哥，以你的反应以及对杀意的感知，你若是对上这50，有几开？中年身后，一名青年微微张着嘴巴，忍不住看着身侧一名身材魁梧的雄伟身影。方红，大夏10大兵王之一，如今在万古大陆也是官方最强者之一，整个官方中能够与之媲美的不超过5个。青年的问话也令周围所有人看向他。方红神色面无表情，伸出2个手指：“28开吗？”那名问话青年看到，皱起眉头。2秒。方红看向他，嗡声道：“裂开。”青年，这怎么可能？红哥，你可是咱们大夏官方最强者，哪怕是面对那天下无双，也有把握干3个他的。方红目光凝重无比，他的属性非常高，在有些瞬间，其速度快到我看不清。他虽然一直依靠着技能躲避袭击，但我觉得更可怕的是他的杀人之法，干净利索，没有丝毫多余的动作。你们有谁看懂他所使用的技能？中年神色凝重，目光看向他们询问，他是如何逃走的？竟令上千个反隐技能都找不到他。50的杀人手法，他不是多在意，更在意是那诡异的技能，在上万人中取敌首级还安然离去，这手段恐怖如斯，太可怕了。这意味着其可以在现实中暗杀任何人，包括他。身后一众手下听到他的话，皱起眉头，摇了摇头，无人能够回答。谁说我逃走了？然而突兀的一个声音轻飘飘传入他们耳中，这一瞬间，几人头皮发麻，身躯忍不住的抖了抖，立刻朝着声音来源处看去。双方视线相对，王云上朝着他们笑了笑，他没想到这几个人是大夏官方的人。刚才打量一下，发现确实有些眼熟，为首的中年不就是未来大夏的神级军神吗？另一个魁梧的青年可不是名人堂第2的方战神吗？呵呵，我在等技能，而他们……王云上朝着他们微微一笑，吐道：“在等死。”嗡！下一瞬间，他消失不见。啊呀！前方处，刚刚准备离去的无双会一众成员后方瞬间响起惨烈的叫声。我尼玛，是50！卧槽他妈，那50又杀过来了！该死，攻击他！猛了！
一众无双会的成员都懵了，他们都以为那武士逃走了，以为他软了，结果又杀了过来。他怎么敢的？但是在队伍的提示中，已经有10人死在他的手中。一众无双会的高层目光血红，立刻组织进行攻击。铺天盖地的剑矢、魔法覆盖，一众战士施展战吼技能。闪烁！王云上如法炮制，瞬间闪烁，然后继续收割。因为一刀一个，所以他没有施展任何攻击技能，他只需要躲避铺天盖地的袭击就可。当闪烁过后，再次快速的斩杀5人，在无双会一众人攻击落下来之前，如影随形，再次回到锁定玩家的身影后继续收割。一来一回，25个玩家死在他的手中。后退，轻轻松松。可惜生命之门冷却未结束，也没有范围性技能，得找一个范围技能了。他略微遗憾的退场，只能等1分钟后技能的冷却，也就是说他1分多钟至少能杀25人，勉强凑合。